神谕曾经预言将会有一个受神宠爱的孩子降临，就在布雷洛夫双胞胎出生那天，预言成真了。妹妹诺克西亚从小就招人疼，不仅长得像个小天使，还早早觉醒了操控水元素的能力。大家都说她就是那个被神眷顾的女孩。可同样是双胞胎，姐姐塔内西亚的待遇却天差地别。就因为这头黑发，甚至被人嘲笑像是泼了脏水。在神殿的偏见下，她成了那个被嫌弃的异类。谁能想到，这对姐妹的命运从出生起就已经走向了两个极端。在皇太子的生日宴会上，塔内西亚成了全场的笑柄。贵族们聚在一起，指指点点，说她整天没个笑脸，看着就让人扫兴。更过分的是，他们非要拿她跟妹妹比，一个是受神宠爱的天才，一个却是啥也不会的废物。这种话听多了，真的会心寒。就在这时，一声清脆的破碎声响彻大厅。塔内西亚微笑着说：“哎呀，真是不小心手滑了。”他心里很清楚，今天的戏码才刚刚开始。他直接走到那个说坏话的女人面前，语气轻松地问：“刚才不是聊得挺开心吗？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我刚才没听太清。”对方吓得连连后退，拼命抵赖说自己什么也没说。塔纳西亚却一脚踩在碎玻璃上，发出了刺耳的碎裂声。他一字不差地复述了那些羞辱，问对方口中的那个废物是不是指的就是自己。这下那个女人彻底编不下去了，只能在那胡言乱语的找借口。塔内西亚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当众撕开了对方的伪装。他冷冷地警告全场，以后谁要是再敢在背后指指点点，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他都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看着他那充满杀气的眼神，刚才还热闹的宴会一下子变得死气沉沉。塔内西亚笑着放出了狠话，要亲手撕碎那些欺负他的人。他已经受够了这种被人看扁的日子，从现在开始，谁也别想再踩在他头上。谁能想到，这个气场全开的恶女，身体里其实换了个灵魂。她原本只是个普通人，却阴差阳错进到了自己读过的小说里。至于前世是怎么没的，她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她刚辞掉那份破工作，正拉着行李箱准备去度假，结果飞机起飞没多久就炸了。在那一刻，她确定自己已经死透了。耳边全是焦急的呼喊声，睁开眼看到的却是完全陌生的天空。我是谁？塔内西亚又是谁？医生说从马上摔下来还能保住命，简直就是奇迹。塔内西亚，布雷洛夫家族的大小姐，也是那本受宠的圣女里的悲惨女配。在这个故事里，她注定只是妹妹诺克西亚的陪衬。妹妹是众星捧月的圣女，拥有美貌和所有人的爱，而她这个当姐姐的，却永远只能躲在阴影里，看着属于自己的一切被慢慢抢走。原主因为嫉妒发了疯，最后落得个凄惨的下场。凭什么她有的一切我都没有？原主曾经无数次这样问自己，如果能换个身份出生该多好。这种疯狂的嫉妒让她成了书里最讨人嫌的恶毒女配。可现在的塔内西亚已经换了灵魂，她不仅没觉得崩溃，反而适应的比谁都快。毕竟上辈子过得那么辛苦，现在白捡一个贵族大小姐的身份，简直是赚翻了。看着镜子里这张漂亮的脸蛋，她忍不住感叹，这底子也太好了吧，穿什么都像量身定做的一样，简直美得发光。既然老天给了重活一次的机会，谁还要去跟那个圣女妹妹争宠？有钱有颜还有地位，这种神仙日子她可得好好享受才行。她现在只想把上辈子没享过的福全都通通补回来，这种躺平数钱的日子简直太爽了。可惜好景不长，就在他计划着要去哪儿旅游时，身后的女仆们开始小声嘀咕，说他自从坠马之后，简直像彻底变了个人一样。女仆们聊起最近总有人莫名失踪，据说都被抓去做了活体武器实验。听到卡鲁亚帝国这个名字，塔内西亚手里的茶杯一下子没拿稳，滚烫的茶水洒了一身。他顾不上被烫伤的痛，表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刚才说卡鲁亚帝国怎么了？那个原本只存在于书里的残酷实验，难道已经提前开始了？女仆支支吾吾地说，最近到处都在转，卡鲁亚帝国正在进行秘密实验，想要制造出一种活体武器，那些失踪的人全都被送到了那里。虽然女仆安慰说这只是传闻，可塔内西亚却整个人都僵住了。一段被遗忘的剧情突然涌上心头。在原著的设定里，这场战争最后是以惨败告终的。一旦国家战败，作为大小姐的塔纳西亚必死无疑，而那个亲手了结她生命的人，正是整部小说里最恐怖的终极大反派阿尔斯坎。他曾是活体实验里唯一的幸存者，在那种地狱般的折磨中活了下来。虽然拥有了毁天灭地的力量，却也变成了一个毫无感情的怪物。这下麻烦真的大了。冷静点，现在还有机会。塔内西亚想起书里的剧情，阿尔斯坎15岁逃出实验室，却因为穿的太破被当成奴隶卖了。而今年就是那个命运的转折点，必须赶在悲剧发生前截胡。他顾不上解释，直接让女仆去准备马车。现在每一秒都是在跟时间赛跑。可还没等他出门，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提醒他洗澡水好了。塔内西亚当场定住了，这标志性的黑发，还有那双深邃的金瞳，甚至连脖子上的刺青都对得上，这不就是书里那个大反派吗？他试探着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少年语气平淡的回答：“我叫阿尔斯坎。”听到这个名字，塔内西亚感觉事情彻底大条了，这剧情完全不对劲啊！阿尔斯坎现在应该在奴隶市场受苦，怎么会跑到他的府邸里当仆人？原著里根本没这一出，这下全乱套了。原著里明说他从实验室逃走了，根本没提到他会来这里当奴隶。难道是因为小说还没写完，剧情才出现了这种偏差？既然本来就要找他，那他在府里倒也省事了。阿尔斯坎低声问：“主人，如果没别的事，我就先退下了。”
还没等塔内西亚反应过来，他就已经走出了房间。看这架势，真是1秒钟都不想多待。旁边的女仆却凑了过来：“您今天怎么这么快就让他走了？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以前的塔奈西亚对他做过什么过分的事吗？这身体的原主以前到底干了什么？”塔奈西亚心里直打鼓，只能假装坠马失忆，试探着问女仆：“我平时是怎么对待他的？”女仆支支吾吾半天才敢开口，说她从一开始就极其讨厌阿尔斯坎，甚至连他的黑头发都看不顺眼。明明拧开水龙头就有水，却非要让他去人工挑水。更过分的是，只要心情不好，他就会拿鞭子在他身上撒气。听到这儿，塔内西亚觉得这下全完了，这哪是养仆人，这分明是在给自己挖坟。难怪在原著里，他最后会亲手把剑刺进他的心脏，这仇恨值早就拉满了，换谁都得报仇啊！等等，难道把他送回实验室的人也是自己吗？原著里他好不容易逃出来，却又莫名其妙被抓了回去。如果这件事也跟他有关，那这死局恐怕是彻底解不开了。女仆还在问明天去不去奴隶市场，塔内西亚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开什么玩笑，现在保命才是最重要的，绝对不能再走原主的老路。可就在这天晚上，他梦到了两人初次见面的场景。在那个阴暗潮湿的角落，阿尔斯坎像个破损的玩偶，被关在笼子里。最显眼的是他背后的纹路，那是被强行刻上去的古代皱纹，也是他被当成活体实验品的证据。那些疯子想把他变成最强的杀人武器。看着这些复杂的魔力回路，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既然普通人能通过实验获得异能，那他是不是也能借此翻盘，拿到足以自保的力量？原来原主这么疯狂，他一直嫉妒别人拥有的控水能力，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够不着。直到他发现了阿尔斯坎身上的秘密，只要解开那些魔力回路，他也能拥有同样的力量。为了这个目的，他把阿尔斯坎当成了随手摆弄的玩物，背地里进行着各种见不得光的实验。因为他心里清楚，这种事一旦曝光，整个家族都要跟着陪葬。他拿鞭子抽他，根本不是为了撒气，而是想逼出他体内的潜能，看看这个被改造过的身体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力量。他居高临下的看着阿尔斯坎，语气冷得让人发指：“别再装了，你身上那些皱纹早就出卖了你，你现在根本就不是人类，赶紧让我看看你到底进化到了什么程度。”面对这种非人的折磨，阿尔斯坎硬是一声没吭，他那双金色的眼睛里全是死不低头的狠劲。塔纳西亚却笑得越来越疯狂：“既然你不肯开口，那就看看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鞭子像毒蛇一样抽在阿尔斯坎身上，每一下都带着要把人撕碎的狠毒。塔内西亚根本不在乎他的死活，只想榨干他身上最后一丝价值。这种深入骨髓的仇恨，就是这么一点点攒下来的。换作是谁，恐怕都想把这个疯女人碎尸万段吧。这一鞭子下去，竟然传来了金属碰撞的声音。原主不仅没停手，反而像发现了什么宝贝一样，他伸手摸向那些发光的皱纹，终于发现了阿尔斯坎隐藏的异能，那是能让全身变成钢铁的力量。有了这种能力，就算被成百上千人围攻，也能毫发无伤。原主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扭曲，既然打不坏，那就看看你到底能撑多久。看着记忆里那个疯狂的原主，现在的塔奈西亚只想让他赶紧停下，这种毫无人性的折磨，简直就是在亲手给自己挖坟。快让我醒过来！塔奈西亚猛地从床上坐起，那根本不是什么噩梦，而是这具身体真实发生过的记忆。原主不仅对阿尔斯坎动了私刑，甚至还把他当成小白鼠一样研究，就像那个冷血的帝国做的一样。如果不是自己突然穿越过来，阿尔斯坎早就被当成商品卖掉了。这种罪名要是被发现，根本没有任何活命的机会。要是让他一直这么恨下去，自己早晚得没命，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仇给解了。塔内西亚直接推门冲了进去。阿尔斯坎看着眼前这个满脸戒备的男人，他显然还没从之前的阴影里走出来，甚至觉得他又是来找麻烦的，问他是不是又有什么脏活要干。也难怪阿尔斯坎会这么想，毕竟原主以前根本没把他当人看，那些沉重的锁链和伤痕，换作是谁都没法轻易原谅。但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变天了，你不用再住这种阴暗的小屋了，收拾东西搬到府邸里去住吧。搬走！阿尔斯坎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毕竟在这个府邸里，他从来没被当成人来看待过。塔纳西亚语气坚定，告诉他从现在起什么都不用担心，因为这本小说原本就是个烂尾货，既然自己穿越过来了，那就要按自己的规矩重新落笔。阿尔斯坎，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那个任人践踏的奴隶，而是我唯一的贴身侍从。只要能彻底改写这个结局，大家就都能活下去。从今天起，阿尔斯坎成了塔纳西亚的贴身侍从。虽然他满脸写着不情愿，但在这座府邸里，主人的命令就是绝对的。塔纳西亚心里很清楚，换作是谁都不想待在曾经折磨过自己的人身边。可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恶毒的大小姐了。既然没法解释，那就只能用行动来补偿。他要让这个男人彻底忘记曾经受过的那些苦。阿尔斯坎很快就收拾好了行李，他并不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不再是地狱，而是命运的彻底反转。看着阿尔斯坎那点可怜的行李，塔纳西亚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男人竟然只靠一件单薄的衬衫就熬过了整个寒冬。以前的那个恶毒大小姐到底把他折磨成了什么样？他1秒钟也等不下去了，立刻吩咐女仆去叫裁缝过来。虽然阿尔斯坎还在习惯性的推辞，但现在的塔内西亚绝不允许自己的侍从穿的这么寒酸，这不仅是为了他的身体，更是为了帮他找回尊严。他甚至还要求阿尔斯坎改掉称呼，不要再叫他主人，而是叫他塔纳西亚小姐。他要彻底撕掉他身上奴隶的标签。一切准备就绪，他拍了拍手，要把这个决定告诉所有人。塔
塔纳西亚当众宣布，阿尔斯坎以后就是他的贴身侍从，必须时刻跟在身边。这话一出，旁边的女仆们全都愣住了，她们觉得这倒霉孩子肯定又要被大小姐变着花样折磨了。看着大家同情的眼神，塔纳西亚心里很清楚，自己在别人眼里就是个魔女，但为了能改写结局，她这次可是认真的，她要对阿尔斯坎好到让他怀疑人生。裁缝很快就赶到了府邸，本以为是给大小姐量尺寸，没想到塔内西亚指了指身后的男人，阿尔斯坎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裁缝围着量了个遍。这种被人伺候的待遇，让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塔纳西亚不仅要给他换上最时髦的衣服，还叫来女仆帮他打理头发。看着这群小姑娘围着他叽叽喳喳，阿尔斯坎只能沉默地配合着。他恐怕做梦也没想到，当了侍从之后，迎接他的竟然是这种全套服务。塔内西亚正悠闲地喝着茶，裁缝突然掀开了帘子，说要让他看看第一套衣服的效果。随着脚步声靠近，换好妆的阿尔斯坎走了出来，原本那个落魄的影子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绅士。这身华丽的礼服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连旁边的女仆们都愣住了。谁能想到稍微打扮一下，他竟然能有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塔内西亚非常满意，这笔钱花的简直太值了。他当场吩咐裁缝把剩下的几套衣服全都送到他房间去。看来只要赊得砸钱，就算是曾经的奴隶，也能散发出让人移不开眼的贵气。为了彻底拉拢阿尔斯坎，塔内西亚特意准备了一桌顶级大餐，想让他感受一下久违的温暖。可看着眼前这些山珍海味，阿尔斯坎却做得像个木头人一样。原来他以前根本没机会接触这些，连最基本的刀叉都不会用。塔纳西亚赶紧吩咐女仆帮他切好，还温柔地告诉他，以后每天都要陪自己用餐，得慢慢习惯这种体面的生活。可不管塔内西亚怎么是好，阿尔斯坎永远只有那一句话：好的，我的女士。他就像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除了服从，脸上看不出一点高兴的样子。这让塔内西亚心里直犯嘀咕，本以为给了他最好的衣食住行，他至少会对自己心存感激，结果他竟然完全不为所动。阿尔斯坎整个人冷冰冰的，简直像个没感情的木头。特意带他出来散步，就是想让他能稍微开心那么一点点。两人穿过草丛，走进树林深处，塔内西亚终于找到了那个秘密基地。他大大咧咧地往树桩上一坐，赶紧招呼阿尔斯坎也坐下。看着他依旧那副机械服从的样子，塔奈西亚指了指头顶的夜空，这里的星星看得很清楚吧？生活里不只有那些糟糕的过去，偶尔也该抬头看看这些美好的东西。顺着塔纳西亚手指的方向，阿尔斯坎下意识地抬起头，无数流星正划破漆黑的夜空，那是他这辈子从未见过的景象。璀璨的星光落进他眼睛里，让他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塔内西亚坐在不远处，轻声问他觉得这景色怎么样？在星光的映衬下，他美的简直不像这个世界的人，换做任何一个男人，恐怕都会在这一刻彻底沦陷。可阿尔斯坎沉默了很久，开口的第一句话却让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他冷冷地盯着塔纳西亚，问他是不是又换了什么折磨人的新花样。原来在他眼里，这些温柔和美景全都是陷阱。他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人无缘无故的对他好。阿尔斯坎接下来的话像一盆冷水，直接扣在了塔纳西亚头上。他说：“你之前不是命令我去偷走诺克西亚的能力吗？如果偷不到，就让我直接杀了他。”塔纳西亚整个人都定住了，他万万没想到，原主竟然给阿尔斯坎下过这种死命令，难怪他一直对自己充满戒备，换作是谁都没法对一个杀人主使笑得出来。看着阿尔斯坎那副决绝的样子，塔纳西亚终于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在没把过去的烂摊子收拾干净之前，所有的温柔和讨好，在他眼里都只是虚伪的表演。他沉默了很久，终于低声说了一句：“对不起，阿尔斯坎。”这一声迟到的道歉，能不能换回他哪怕一点点的信任？塔纳西亚决定把话彻底说开，他承认以前对阿尔斯坎确实太狠了，并为过去所有的伤害郑重道歉。他说自己坠马后丢了记忆，现在已经不恨任何人了，那些杀人的命令全都作废，他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折磨他。可阿尔斯坎听完这些话，手却不自觉地攥紧了。他盯着塔纳西亚问：“你真的能保证吗？”这种突如其来的善意让他觉得更加不安。在他看来，这种温柔就像是包裹着毒药的糖果，他已经习惯了在泥潭里挣扎，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束突然照进地狱里的光。阿尔斯坎的戒备心比预想的还要重，塔内西亚甚至想过干脆逃走，但那个男人绝不会放过他，更何况他现在才15岁，根本没有独自生存的能力。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彻底扭转这该死的命运？塔奈西亚小姐，请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马泰拉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刚才光顾着发愁，老师讲的内容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看着黑板上复杂的题目，他彻底愣住了，这下该怎么收场？本以为会被老师难住，结果这题目简单的过头了。塔内西亚随口报出了答案，连草稿纸都没动一下。马泰拉老师整个人都定住了，这种高级公式根本还没教过，他竟然能直接心算出来，连塔内西亚自己都觉得奇怪，这些知识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老师干脆搬来了一大叠厚书，全是还没接触过的高级魔法公式，可塔内西亚只是随便翻了翻，就发现这些难题全都不在话下。这下马泰拉彻底坐不住了，他的语气里全是难以置信。塔奈西亚小姐，你简直是个数学天才。马泰拉老师的一句话让塔内西亚彻底清醒了，原来他一直以来都走错了路，那些像本能一样出现在脑海里的公式，竟然是解读古代咒文的关键。他突然想起
阿尔斯坎背后的纹身，那根本不是普通的图案，而是制造活体武器的残忍实验。在原本的小说剧情里，他为了模仿那个受宠的诺克西亚，竟然亲手埋没了这种惊人的天赋。既然老天给了他重来的机会，为什么还要去走那条死路？马泰拉老师越说越兴奋，甚至断言他能成为全大陆最伟大的学者。如果让奥兰德大人知道这件事，整个家族的资源都会向他倾斜。塔纳西亚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他决定顺水推舟，让父亲知道这个惊喜。这一次，他绝不会再重蹈覆辙。这不仅仅是天赋，更是他扭转乾坤的筹码。原著里的女主角诺克西亚终于露面了，可她送给姐姐的见面礼，竟然是兜头泼下来的一身水。阿尔斯坎第一时间递上手帕，诺克西亚下的话都说不利索了，一个劲的解释自己不是故意的。塔内西亚看着眼前这个柔弱的妹妹，心里却异常冷静，因为这一幕在小说里早就写好了。按照原本的剧情，他现在应该当众发火，把恶毒姐姐的人设坐实，可他只是平静的擦了擦脸，甚至还露出了一个温柔的微笑。没关系的，这只是个意外，对吧？看着诺克西亚愣住的样子，塔内西亚知道这出戏的走向已经彻底变了。塔内西亚不仅没发火，还像个长辈一样教导起诺克西亚，说在路中间练魔法太危险，万一淋湿了客人怎么办？旁边的女仆赶紧跳出来背锅，说是他们非要缠着小姐展示一下。这下可撞到塔纳西亚手里了，他直接指着女仆的鼻子训斥。明知道诺克西亚性格软弱不会拒绝，竟然还敢提这种无理要求。看着塔内西亚严厉的样子，女仆们吓得连头都不敢抬，只能乖乖认错。诺克西亚整个人都看呆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平时对自己冷若冰霜的姐姐，竟然会站出来替自己撑腰。谢谢你，塔内西亚。听到这声小声的感谢，塔内西亚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谢我什么？面对诺克西亚崇拜的目光，塔内西亚表现得很冷淡，随口敷衍了几句就打算离开，这让诺克西亚心里直打鼓，还以为自己又在哪惹到了姐姐。其实塔内西亚只是注意到了阿尔斯坎身上那件湿透的衬衫，他带着阿尔斯坎径直回到房间，反手关上了大门。阿尔斯坎，把你的马甲和衬衫都脱了。听到这句不容置疑的命令，阿尔斯坎直接愣在原地。阿尔斯坎一言不发地解开扣子，而塔内西亚正忙着在柜子里翻找。他想起阿尔斯坎身上那些触目惊心的伤痕，心里全是愧疚，只想赶紧找出药膏帮他处理一下。可等他拿着药瓶转身的时候，却发现阿尔斯坎正赤裸着上身，卑微地跪在地上。塔内西亚一下子愣住了，问他为什么要跪下。阿尔斯坎的回答理所当然：不是您让我脱掉衣服的吗？塔纳西亚这才猛地想起原著里的剧情，在那个疯狂的剧本里，让这个男人脱掉衣服，从来都不是为了关心，而是为了更方便地挥动鞭子。原来在阿尔斯坎眼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折磨。塔内西亚指尖蘸起一点药膏，正准备帮阿尔斯坎涂抹，他却像是触电一样猛地躲开，眼神里全是防备，大声质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当然是给你上药。塔纳西亚语气平静的像是在说家常，让他老实待着，别乱动，这药是防感染的，一点都不疼。看着他认真的样子，阿尔斯坎终于不再躲闪，任由那微凉的指尖触碰伤口。塔纳西亚心里很清楚，现在的这点善意或许根本无法抹平他心里的恨，甚至最后可能只是徒劳。但看着这满身的伤痕，他还是想试着拉他一把。塔内西亚根本没办法装作没看见，他承认自己表现出的这份善意其实藏着一点私心，他想通过这种方式给未来的自己买份保险，好让这个男人以后别来找他报仇。但说到底，更多的还是因为他那一时的心软，他实在没法眼睁睁看着这个男人继续在痛苦里挣扎。为了能在这场死局里活命，塔纳西亚开始盘算怎么阻止战争，只要仗打不起来，家族就能保住，他也不用死在那个敌国将军手里，甚至还能顺手救下阿尔斯坎，让那个疯狂的人体实验彻底泡汤。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一点头绪都没有。他熬了一整夜，结果什么招都没憋出来，反而直接在桌子上睡死过去，直到女仆过来传话说奥兰德大人今晚要请他吃饭。塔纳西亚有些意外，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个便宜老爹到底在打什么算盘？虽然名义上是父女，但这还是他第一次正式见家长，心里多少有点没底。在外面，奥兰德是个精明冷酷的大商人，但在家里，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儿控，对两个女儿那是疼到了骨子里。只要表现得自然一点，应该就不会露馅吧。推开餐厅大门，奥兰德和诺克西亚已经在那等着了。刚一见面，奥兰德就亲切地招呼他入座，可塔内西亚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到了，这老爹怎么年轻的有点过分？原来书里记载过，他和母亲成婚的时候确实年纪尚轻。他一边入座，一边提醒自己要冷静，千万不能在老爹面前露馅。奥兰德随口问起他今天的行程，似乎对他的动向了如指掌。没想到奥兰德为了见他，竟然把原本的公务都推掉了，还特意准备了一份惊喜。盒子打开的一瞬间，一条精致的红宝石项链映入眼帘。塔纳西亚还没反应过来，奥兰德就笑着解释道：听说他在魔法公式上展现了惊人的天赋，所以这份礼物是专门给他的奖励。奥兰德不仅送了重礼，还当众表态会支持他的所有决定。塔纳西亚这才发现，这位老爹宠女儿的程度简直比他预想的还要夸张。妹妹诺克西亚也在一旁跟着凑热闹，还提议让他带着这条项链去参加即将到来的皇太子生日宴。可听到这个消息，塔纳西亚却突然意识到大事不妙，因为在原本的故事里，那场宴会就是一切的转折点，诺克西亚会在那里
遇见那个改变他一生的男人，也就是帝国的皇太子。两人的宿命纠葛全都是从那一晚开始的。在原本的故事里，诺克西亚和皇太子才是天生一对，而塔内西亚只是个搞破坏的恶毒女配，最后落得个惨死的下场。既然已经知道了结局，那不如反其道而行之，只要他变成这对情侣的头号助攻，说不定就能彻底甩掉死亡结局。想到这，他直接把刚到手的红宝石项链推了过去，问诺克西亚愿不愿意带着他去参加舞会。诺克西亚还以为姐姐是在试探自己，赶紧摆手拒绝。可塔纳西亚却表现得异常坚定，不仅非要让他收下，甚至还主动提出要帮他挑选礼服。其实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响着呢，只要诺克西亚在那晚成为全场焦点，顺利和皇太子一见钟情，那他这个助攻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只要男女主锁死，他的命也就保住了。诺克西亚简直不敢相信，姐姐竟然真的愿意帮他选礼服。看着姐妹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奥兰德在一旁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不过关于那条红宝石项链，奥兰德却拦住了塔奈西亚。本以为他是觉得礼物太贵重不能送人，结果他转头就吩咐管家直接再去定制一条一模一样的。这就是顶级豪门的底气吗？既然两个女儿都喜欢，那就干脆一人一条，谁也不落空。塔内西亚还没从这豪横的冲击里缓过来，诺克西亚已经开始兴奋地约逛街时间了。一家人正沉浸在温馨的氛围里，谁也没注意到，在不远处的门廊阴影里，阿尔斯坎正默默注视着这一切。他看着塔奈西亚的一举一动，这种注视里藏着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克制。塔纳西亚似乎感觉到了他的目光，他回过头，对着这个沉默的男人笑了笑。可就是这个简单的微笑，让阿尔斯坎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他死死盯着塔纳西亚的背影，手上的力道大得惊人。塔内西亚那个意味深长的微笑，就像一根刺，死死扎在阿尔斯坎的心里。他怎么也想不通，那个女人到底在打什么主意。这种不安让他整个人陷入了混乱，甚至分不清现实和过去。记忆里那些最狼狈的画面，又开始像噩梦一样反复纠缠。那是他在深夜森林里的拼命逃亡，哪怕肺部像火烧一样疼，他也根本不敢停下脚步，因为身后的那些黑影正带着死亡的气息步步紧逼。可越是慌乱，就越容易出错，脚下的树根直接把他绊倒在地，那种无力感瞬间席卷全身，只能眼睁睁看着追捕者走到面前。那些黑衣人的声音就像诅咒一样，在阿尔斯坎的梦里反复回荡，他们居高临下的威胁着，说他这辈子甚至死后都别想逃出帝国的掌心。随着一阵紫色的烟雾散开，那种窒息感几乎要把阿尔斯坎淹没，直到猛地从床上醒来，他才意识到这又是一场噩梦。可这种恐惧却真实的可怕。自从逃离那个地狱般的实验室，他就再也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当闭上眼睛，那些狰狞的笑脸和无尽的追捕就会在黑暗中准时上演。他推开房门看向走廊，四周安静的只能听到木板的响声，可对他来说，这种平静之下似乎永远潜伏着无法预知的危险。那个破旧的挎包就放在那，提醒着他永远别忘了自己的身份。虽然塔纳西亚现在对他还算不错，但在他眼里，这不过是上位者的一时兴起。这种突如其来的善意，就像随时会熄灭的火苗，根本给不了他任何安全感。所以他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他伸手碰了碰那个旧包，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绝对不能对他产生依赖，更不能抱有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他这种人来说，只有随时准备离开，才是活下去的唯一办法。自从身份被塔纳西亚识破，阿尔斯坎就一直在找机会逃走，外面全是追杀他的眼线，只有躲在这座豪宅里，他才能暂时保住这条命。只要攒够了路费，找好绝对安全的退路，他会立刻从这里彻底消失。在那之前，他必须像个影子一样忍耐，想低调当个透明人，偏偏有人非要往枪口上撞。阿尔斯坎只是想打个招呼，在这些旧同事眼里，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飞来的扳手直接砸中了阿尔斯坎的头，换做普通人早就翻脸了，他却像没事人一样，甚至还在心疼。弄脏的制服不好交代，这些杂工还在不停叫嚣，觉得阿尔斯坎只是靠脸吃饭，甚至断言他很快就会被抛弃。这种低级的挑衅根本进不了他的耳朵。别人觉得他性格古怪好欺负，其实他是在极力克制。马泰拉曾经警告过他，他就像个随时会炸的定时炸弹，一旦情绪失控，周围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杀人对他来说易如反掌，难的是如何停下来。只要那股力量释放出来，不毁掉视线里所有的东西，他根本无法收手。所以这种小打小闹根本不值得他动怒。就在气氛僵持不下时，塔纳西亚竟然亲自现身了。他倒要看看谁敢替他决定阿尔斯坎的去留。塔内西亚的突然出现，让原本混乱的场面瞬间死寂。他本来只是想来找阿尔斯坎，却刚好撞见了这场针对阿尔斯坎的围攻。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杂工，现在只剩下求饶的份。但在塔内西亚这里，光是向他认错可远远不够，他要这些目中无人的家伙亲口向阿尔斯坎道歉。看着这些平时看不起自己的人，现在不得不低头认错，阿尔斯坎表现得异常平静，仿佛刚才被砸伤的人不是他。这种大度的姿态反而让气氛变得更加压抑。塔内西亚直接放了狠话，他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要是谁敢动他的人，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那几个杂工吓得连滚带爬，一秒钟都不敢多待。等外人一走，塔纳西亚立刻变了副面孔，看着阿尔斯坎头上的伤，他语气里全是责备。可这家伙居然说只是小伤，根本没放在心上。这话可把塔纳西亚气得够呛。在他眼里，阿尔斯坎已经是他的人了，没有他的允许，连受伤都不行。这种霸道的关心让阿尔斯坎只能乖乖听命。
塔纳西亚做事雷厉风行，一边准备帮阿尔斯坎处理伤口，一边随口丢出一个重磅炸弹，他竟然也要去参加皇室舞会。阿尔斯坎显然没预料到这个安排，他原本以为自己只需要守在家里，没想到这位大小姐早就把他列入了计划名单。接下来的场面简直是一场灾难，阿尔斯坎被各种华丽的礼服包围，成了他们手里的换装模特。塔内西亚倒是对成果非常满意，觉得这笔投资简直太划算了。诺克西亚也换上了精致的长裙，整个人焕然一新。看来为了这场舞会，塔内西亚可是下足了血本。给阿尔斯坎挑完衣服，塔内西亚已经累得够呛，对他来说，这种社交前的准备简直是种折磨。店员推来一堆粉嫩华丽的长裙，说是按照他平时的喜好准备的，但塔纳西亚心里很清楚，这些衣服根本不适合他。以前的自己不过是在盲目模仿诺克西亚罢了，既然要重头再来，那就要彻底换个风格。他随手一指，选中了那件最显眼的黑红礼服，甚至连试穿都省了。这种果断的姿态让在场的人都有些意外。诺克西亚觉得很奇怪，塔内西亚给别人挑衣服那么用心，轮到自己却这么敷衍。其实只有塔纳西亚知道，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活在别人影子里的可怜虫了。等衣服的时候，塔奈西亚想喝杯冰红茶提神，可负责端茶的店员连托盘都拿不稳了，整个人看起来状态非常不对劲。塔内西亚还没来得及多问，意外就发生了，满满一杯茶直接扣在了他身上，周围的人全都被吓傻了，赶紧手忙脚乱的过来收拾。诺克西亚更是急得不行，生怕塔奈西亚会当场发飙。可塔内西亚只是盯着湿透的裙子，一句话也没说。看着眼前这个快要崩溃的店员，塔奈西亚心里很清楚，对方这种反应绝对不只是因为打碎了杯子。阿尔斯坎竟然直接跪了下来，仔细的帮塔奈西亚清理裙子，甚至还主动开口关心她的伤势，这可把塔奈西亚给整不会了。虽然随从照顾主人是本分，但这种细致入微的体贴，跟他印象中的阿尔斯坎完全对不上号。要知道以前的阿尔斯坎眼里全是防备和敌意，恨不得离他越远越好。可现在他却表现得这么专业，简直像个完美的贴身管家。这种反差让塔纳西亚心里直犯嘀咕，他到底是赚了性还是在憋什么大招？看着阿尔斯坎低头忙碌的样子，塔纳西亚突然觉得这个男人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甚至还有点可爱。他鬼使神差地伸出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就像在安抚一只听话的大狗狗。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曾经那个满眼杀气的男人，现在居然乖乖蹲在自己面前。阿尔斯坎竟然被摸得没了脾气，塔内西亚这才意识到自己有点过火，赶紧让他先站起来。看着他这副顺从的样子，难道自己真的好这一口？闯了祸的店员只能拼命道歉，店长也赶紧出来打圆场，承认是自己管教不严，但弄坏了衣服可不是小事，光道歉显然是不够的。店长承诺会赔偿所有损失，甚至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赔偿清洗废纸是第一步，如果衣服毁了，就要拿新的来换。店长答应得很干脆，却顺嘴问了一句，要不要亲自惩罚闯祸的店员？塔奈西亚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店长就提起了那段黑历史。原来原主以前竟然会亲自动手鞭打店员，难怪刚才那个女孩吓得魂都没了。虽然她自认不是什么好人，但跟原主这种暴脾气比起来，自己简直就是个活菩萨。看着周围人那副习以为常的样子，他真想大声否认那些恶行，但事实就摆在眼前，店长还在等着他降下惩罚。塔奈西亚却直接摆手拒绝了，不仅不打算追究现在的新人，他还打听起那个被原主打伤的店员，听说对方已经被赶走，他竟然要求把赔偿金送给那个人，甚至还要重新录用他。这波操作直接把店长给整不会了。看着塔内西亚这副判若两人的样子，旁边的阿尔斯坎眼神也变得复杂起来，这个恶毒千金好像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直到塔奈西亚的背影消失，店员们才敢真正松一口气。刚才那种压抑的气氛，简直让他们觉得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谁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这尊大佛今天赚了醒。大家只能猜测，或许这位大小姐今天心情格外好，才给了他们一条生路。店长看着远去的马车，心里却有了不一样的盘算。不管这位千金受了什么刺激，今天这出反常的戏码，恐怕会让外面的传闻彻底变天。阿尔斯坎在旁边默默注视着塔纳西亚，这个曾经让他避之不及的女人，现在却散发着一种陌生的吸引力。塔内西亚坐在马车里，让马夫带着他再绕一圈。现在的他需要一点私人空间来理清头绪，刚才给出的赔偿应该足够了。如果表现得太反常，反而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原主到底还背着多少烂账？这种随时可能踩雷的感觉，让他不得不开始考虑该怎么自保。还没等他想出个所以然，一抬头才发现阿尔斯坎竟然一直坐在对面看着他，对方那双金色的眼睛就像能看穿人心一样。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让塔奈西亚感觉自己所有的秘密都无处遁形。他主动打破了沉默，问阿尔斯坎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阿尔斯坎倒也干脆，直言他最近的举动让人非常不安，希望他能直接亮出底牌。这番话直接把塔奈西亚给问住了，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让他这么困惑？直到想起刚才那个摸头杀，他试探着问了一句，难道是因为刚才摸了你的头？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阿尔斯坎竟然半天没说出话来。塔内西亚这才反应过来，在原主的记忆里，这个男人就算被鞭打也从不求饶，可现在他却因为一句夸奖就乱了阵脚。看来他并不是讨厌这种转变，而是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温柔。比起那些皮肉之苦，这种突如其来的善意反而成了他最无法招架的武器。看着他那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塔纳西亚忍不住笑出了声。难道这真的是他第一次被人夸可爱？
阿尔斯坎显然有点挂不住脸，冷冷地反问：“这很重要吗？”没否认就是默认了。塔奈西亚看着眼前这个故作镇定的少年，差点忘了他在书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可现在的他终究只是个没被温柔对待过的孩子。既然是第一次，那当然很重要。塔奈西亚微笑着告诉他，这只会让他更想对他好一点。阿尔斯坎彻底没话说了，这种从未体验过的偏爱，正一点点敲碎他心里的防线。谁能想到未来的大反派竟然这么好唬？诺克西亚刚进家门，女仆们就急忙围了上来。在他们看来，塔内西亚肯定没安好心，带他出去选衣服，绝对是想让他在舞会上出丑。可诺克西亚却笑着替姐姐说话，说这次多亏了塔内西亚，他才挑到了最喜欢的裙子，甚至觉得每一件都漂亮的让他选不过来。女仆们却觉得他太天真了，甚至还带来了一个更离谱的消息，说塔内西亚正打算在舞会上动手脚，非要让他在所有人面前丢脸不可。虽然以前确实吃过不少亏，但诺克西亚心里很清楚，今天的姐姐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这重发自内心的善意，到底是演技还是真的变了？想起以前那些被欺负的日子，泼水、抢礼物，还有各种冷嘲热讽，可今天姐姐帮他选裙子时的样子，确实是久违的温柔。自从他的能力觉醒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这样亲近过了。面对女仆们的挑拨，诺克西亚终于拿出了主人的架势，他告诉所有人，以后不用再拿这些话来提醒他，因为他相信姐姐已经彻底变了。看着女仆们慌忙退下的背影，屋子里重新恢复了安静。虽然嘴上说的坚定，但诺克西亚还是有些不确定，这次选择真的能换回那个疼爱他的姐姐吗？看到姐姐对那个男人那么温柔，甚至还亲手摸了他的头，诺克西亚心里很不是滋味。这种待遇以前明明只属于他一个人。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头发，那种被宠溺的感觉好像已经消失很久了。要是塔奈西亚也能像这样夸夸他，摸摸他的头，该有多好。这些人说话真是一点不客气，说塔内西亚是家族里多余的那个，长相平平，还没什么本事，简直就是个笑话。偏偏这时候还有个没眼力的女仆撞了上来，虽然嘴上一直在道歉，但在塔奈西亚听来，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嘲讽。你也觉得我好欺负吗？他直接拽住女仆往暗处走。既然大家都看不起他，那就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恐惧。就在他准备动手的一瞬间，塔奈西亚猛地从床上坐起，原来这不只是个噩梦，而是他最想抹掉的记忆。小姐，你醒了。女仆泽林看着刚睁眼的塔奈西亚，总觉得他状态不太对，是不是又做噩梦了？塔内西亚只是含糊地应了一声，那些糟心的回忆确实像噩梦，但泽林却觉得今晚是个好日子，因为皇室舞会就要开始了，这可是社交界的大事。可塔纳西亚心里清楚，今晚的主角根本不是他，而是那个叫诺克西亚的女人和那位尊贵的皇子。他只想安安静静当个透明人，顺便盯着阿尔斯坎的一举一动。为了这场舞会，他被按着折腾了好几个小时，从按摩化妆到穿上这身华丽礼服，还没出门呢，塔内西亚就已经想回家了。阿尔斯坎，塔内西亚一眼就看到了他，不得不说，这家伙穿上这身正装，确实帅得有点过分了。你等很久了吗？他走上前打量着眼前的男人，阿尔斯坎倒是很谦虚，说这都是因为穿了他亲手挑的衣服。塔内西亚听完直接笑了，长得好看的人穿什么都行，这身衣服顶多算锦上添花。他盯着阿尔斯坎问，你该不会对自己这张脸真的一点自觉都没有吧？阿尔斯坎突然冒出一句，小姐你最近是不是太直接了？塔奈西亚听了反而笑得更开心，夸他可爱难道不是赞美吗？这男人一本正经的样子还真是挺有意思的。还没等两人多说几句，诺克西亚就坐着马车到了。他小心翼翼地发出邀请，想问姐姐愿不愿意和他同城，毕竟在以前塔内西亚可是连看都不想看他一眼。那是当然了，塔奈西亚答应得非常干脆，既然是亲姐妹，坐在一起不是理所应当吗？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让诺克西亚简直受宠若惊。随着马车缓缓停下，华丽的皇宫已经近在眼前，今晚的舞会注定不会太平。塔奈西亚的计划真的能像预期那样顺利吗？刚进门，难听的标签就贴了过来，这群贵族嚼舌根的声音简直大到生怕塔纳西亚听不见。他心里清楚，这跟梦里的剧情一模一样，难怪以前的他那么讨厌和妹妹同台，这种被当众指指点点的感觉确实挺让人不爽的。不过他现在可没空计较这些，为了让诺克西亚顺利遇到皇子，他得赶紧腾地方，于是随便找了个借口，带着阿尔斯坎就往人堆外走。折腾了大半天，塔纳西亚现在只想喝杯酒压惊。他担心阿尔斯坎不熟悉环境，干脆让他留在原地别乱动，你就在这儿等我。他交代完就直接转身离开，却没发现身后的阿尔斯坎正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的背影。看看那头黑发，简直像被泼了脏水一样恶心。贵族们的恶意从来不加掩饰，他们聚在一起，肆无忌惮地嘲笑塔奈西亚的阴沉。更过分的是，他们还拿姐妹俩的异能做对比，说诺克西亚是天才，而塔内西亚只是个没用的废物，甚至连他脖子上的项链都被指责是在拙劣地模仿妹妹。这些刺耳的嘲讽一字不落地传进了阿尔斯坎耳中，那些关于废物和孤儿的咒骂像针一样扎进他的心里，让他瞬间回到了那个暗无天日的实验室。就在他快要失控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打断了他的思绪。阿尔斯坎猛地回过神来，都给我听好了！塔内西亚突然拔高了音量，直接打断了那些恶毒的窃窃私语。他环视着四周那群虚伪的贵族，语气冷到了极点。谁要是再敢在背后嚼舌根，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他都会亲手撕烂那人的嘴。
这霸气的宣言瞬间让整个宴会厅变得鸦雀无声。塔奈西亚没理会那些被吓傻的贵族，他径直走向还在发愣的阿尔斯坎，轻声叫了他的名字：“走吧，陪我去外面透透气。”刚才还像个杀神一样的女人，现在却显得格外平静。刚才那通火发的确实有点大。塔内西亚冷静下来后，心里全是后悔，觉得自己刚才那副狠样，简直跟原著里的恶毒女配一模一样。结果阿尔斯坎突然凑过来，一脸认真地问他：“您真的打算撕烂他们的喉咙吗？”这话问得塔奈西亚差点没接住，赶紧解释那只是个警告，毕竟有些人不讲狠话，根本不听劝。可阿尔斯坎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当场定住，他说：“如果是您的话，这种事完全有可能发生。”这下轮到塔奈西亚没话说了，自己在对方心里到底是个什么形象？为了缓解尴尬，塔内西亚问起阿尔斯坎对舞会的看法，本以为他会觉得新鲜，结果这男人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没什么特别的。”看来这种华丽的社交场面根本进不了他的眼。阿尔斯坎怎么也没想到，那个在领地里说一不二的塔奈西亚，在这些贵族眼里，竟然只是个可以随便嘲笑的弱者。这种反差让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这个捧高踩低的世界里，没能力的弱者只会被踩在脚下。可就在刚才，他竟然正面硬刚了所有人，那副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样子，真的让他觉得非常痛快。那种感觉就像是他在替曾经那个被欺负、被折磨的自己出气一样。虽然他打心底里讨厌这种虚伪的舞会，但现在这种气氛，他好像并不排斥。看着眼前这个特别的女人，阿尔斯坎陷入了沉思。这种莫名其妙的愉悦感，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他看向她的眼神，已经开始变得完全不一样了。两人正走在安静的花园里，阿尔斯坎突然察觉到附近有动静，还没等他开口提醒，塔内西亚已经先一步做出了反应。他动作极快，直接一把将他拽进了旁边的草丛。看着不远处走过的两个贵族，为了不被对方发现，他紧紧贴在阿尔斯坎身边，伸手示意他千万别出声，更不要乱动，只是为了拉拢布雷洛夫家，竟然要做到这种地步。罗赫尔显然已经不耐烦了，而躲在暗处的塔内西亚正死死盯着这两个不速之客。仅仅是一个背影，塔内西亚就猜到了对方的身份。直到雷加尔德喊出那声殿下，他才终于确定了心中的想法。果然没猜错，眼前这个红发男人正是传闻中的皇太子罗赫尔，而他身边那位形影不离的，肯定就是心腹雷加尔德了。罗赫尔根本没心思玩什么社交游戏，他想要的是等自己登基之后，让整个帝国变得更加强大。罗赫尔还在不停抱怨，明明是自己的生日宴，却非要应付那个没兴趣的女人。雷加尔德只能在一旁劝他忍耐，毕竟布雷洛夫家的面子必须得给。这些话全被塔纳西亚听了个正着，这种皇室八卦听多了可没好处，万一被这位皇太子发现，以后的日子怕是没法过了，必须得赶紧离开这。他小声招呼着阿尔斯坎，准备趁没人发现赶紧溜走。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最不想看到的人出现了。诺克西亚这一嗓子简直是把塔内西亚往火坑里推，他居然在这种时候大声喊出了塔纳西亚的名字，这下彻底藏不住了。远处的罗赫尔瞬间警觉，到底是谁在那偷听？这下场面可真是要失控了。罗赫尔怎么也没想到，在这种偏僻角落竟然能撞见熟人。诺克西亚倒是表现得落落大方，直接亮出了布雷洛夫家小姐的身份，顺便还把身后的塔内西亚也给带了出来。一听到布雷洛夫这个姓氏，罗赫尔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他赶紧解释刚才那些话只是误会，生怕这位小姐真的往心里去，毕竟得罪了布雷洛夫家可不是闹着玩的。可诺克西亚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微笑着说自己已经过了玩游戏的年纪，这不明摆着是在阴阳怪气吗？罗赫尔这下彻底愣住了，他意识到刚才那些嫌弃的话全都被对方听得一清二楚。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诺克西亚干脆直接摊牌，没错，我不光听见了，还听得特别清楚。塔奈西亚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这胆子也太大了吧。既然话不投机，诺克西亚一秒钟都不想多待，他拉起塔纳西亚转身就走，临走前还不忘客套一句，祝皇太子殿下生日快乐。罗赫尔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气氛简直尴尬到了极点。最崩溃的其实是塔奈西亚，他原本还指望能撮合这两个人，要是妹妹能当上皇太子妃，自己以后就有个皇太子妹夫撑腰，那日子过得该有多滋润。可看现在这架势，别说结婚了，这俩人以后不打起来就算好的。诺克西亚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本以为皇太子会跟其他贵族不一样，没想到说话居然这么没分寸，看来这门亲事还没开始就要彻底凉透了。诺克西亚问姐姐是不是被皇太子的话伤到了，原来刚才在宴会厅里已经有不少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诺克西亚甚至听说姐姐气得摔了杯子，这才急急忙忙跟出来查看情况。塔内西亚这才明白过来，妹妹刚才对皇太子那么凶，全都是为了给自己出气。虽然这份心意很让人感动，但现在可不是煽情的时候，要是这俩人真的因为自己闹掰了，那他的保命计划可就全泡汤了。为了挽回局面，塔奈西亚赶紧开始胡编乱造。他说妹妹一定是误会了皇太子，那些话听着虽然刺耳，但其实是皇太子在考虑帝国的未来，是在为了皇室和贵族的团结做打算。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连他自己都要听不下去了。可为了能活命，他必须得把这个皇给圆回来。诺克西亚还是觉得皇太子对他们有成见，塔奈西亚为了保命，赶紧开启了疯狂洗白模式。他说不能因为一句话就否定一个人，皇太子那不叫没礼貌，那叫有野心。为了让妹妹彻底改观，塔奈西亚把
把皇太子夸成了绝世天才，什么5岁练剑，什么百战百胜，甚至连他的长相都要拿出来吹捧一番，说他那双绿宝石般的眼睛，简直就是全城少女的梦中情人。他越说越起劲，最后直接给皇太子贴上了完美的标签。既然人都已经这么完美了，有点野心难道不是理所应当吗？这一通天花乱坠的夸奖，把旁边的阿尔斯坎都给听沉默了。他盯着塔纳西亚，似乎在怀疑这女人的脑回路。诺克西亚更是听得一头雾水。姐姐，这到底是吃错什么药了？是不是看上皇太子了？塔纳西亚吓得赶紧否认，他费了好大劲才劝动妹妹，打算带她去跟皇太子把话说清楚。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可还没等他们迈开腿，就被蒂亚鲁小姐拦住了去路。对方提醒诺克西亚别忘了答应大家的控水表演，现在全宴会厅的人都在等着呢。塔内西亚心里瞬间拉响了警报，他突然想起原著里的重要剧情，原来皇太子和妹妹之所以会产生交集，全是因为这场表演出了意外，而那个在背后推波助澜的人，正是原著里的恶毒女佩莱安娜。这个女人终于要露面了。按照原著的剧情，莱安娜会在诺克西亚表演时故意捣乱，用礼炮生下的诺克西亚魔法失控，而皇太子罗赫尔会趁机英雄救美。这本该是两人感情升温的名场面。塔内西亚本来还想在旁边看戏，可他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妙，现在的剧情早就跑偏了。要是这场意外真的发生，结果很可能跟原著完全不一样。为了保险起见，他提议让诺克西亚先去见皇太子，把话说明白了再回来表演。可旁边的蒂亚鲁却突然插嘴说，皇太子迟早会进场，没必要现在急着去找人。诺克西亚觉得这话有道理，决定还是先回宴会厅表演。塔内西亚看着妹妹离开的背影，意识到事情正在往最坏的方向发展，他现在根本拦不住诺克西亚。塔内西亚知道不能再等了，他立刻叫住身后的阿尔斯坎，让他去宴会厅找那个叫莱安娜的女人，必须马上把人带走。塔内西亚心里很清楚，那个莱安娜现在肯定躲在暗处，就等着表演开始的那一刻发出信号，让仆人们放礼炮，好让妹妹在所有人面前出丑。为了给妹妹争取时间，他必须先下手为强。他叮嘱阿尔斯坎一定要看住对方，绝不能让那个女人离开视线，更不能让她有机会搞小动作。阿尔斯坎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立刻领命准备出发。可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塔内西亚却突然伸手抓住了他。塔内西亚死死拽住阿尔斯坎的衣袖，语气里全是近乎哀求的郑重。阿尔斯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坚定地给出了承诺，随后便消失在夜色中。接下来该轮到塔内西亚去行动了，他必须尽快找到皇太子罗赫尔，引导他去见正在表演的妹妹。只要两人能顺利说上话，所有的危机就都能迎刃而解。他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接下来的发展能如他所愿。可还没等他迈出第一步，耳边就传来了巨大的落水声，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僵在原地。本该英姿飒爽的皇太子罗赫尔，此刻竟然浑身湿透，狼狈不堪，周围的人全都被这一幕吓傻了。塔纳西亚心里只剩下绝望，他的计划还没开始，就已经彻底崩盘了。到底是谁在背后下了黑手？时间回到刚才，塔奈西亚正四处寻找罗赫尔。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守在诺克西亚身边。顺着笑声看过去，罗赫尔竟然在和别的女人谈笑风生。看来这个世界的走向已经彻底脱离了剧本。就在这时，他主动叫住了塔奈西亚。塔奈西亚顺势行礼，正式介绍自己是布雷洛夫家的长女。他开门见山，想把花园里的误会解释清楚。没想到罗赫尔也正有此意，他正愁没机会开口呢。为了把事情彻底说开，塔奈西亚提议叫上妹妹一起聊聊。罗赫尔欣然答应，两人并肩走向远处。诺克西亚的表演开始了，漫天水花在空中飞舞。塔奈西亚带着罗赫尔及时赶到，刚好撞见这惊艳的一幕。看来阿尔斯坎很靠谱，已经按计划拖住了莱安娜。只要诺克西亚不出丑，罗赫尔肯定会被他的天赋吸引，之前的误会也就能顺势解开。可就在塔纳西亚松口气时，人群中一个身影让他定住了，那是莱安娜身边的仆人，正鬼鬼祟祟地躲在暗处，他手里竟然拿着礼炮。在这种时候拿出这种东西，到底想干什么？塔纳西亚指着远处的表演，提议罗赫尔走近点看。罗赫尔倒是很有兴致，顺势往前挪了几步。塔纳西亚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果然那个仆人已经把手搭在了引线上，看着罗赫尔的位置。塔内西亚还是觉得不够近，他故意让出位置，请罗赫尔站到最前面去。仆人的手指已经扣紧了拉环，随着砰的一声巨响，礼炮在诺克西亚耳边炸开，他被吓得乱了阵脚，原本华丽的水魔法瞬间失控。眼看情况不对，塔内西亚知道绝不能让他在这儿出丑，否则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就在水花泼下来的前一秒，他猛地推了罗赫尔一把，直接把他送到了诺克西亚身边。这下真的玩脱了，罗赫尔被淋成了落水狗。他冷冷地盯着塔纳西亚，塔内西亚现在后悔的要死，刚才那一推确实太明显了。他赶紧递上手帕道歉，说是被礼炮声吓到了才失手。可罗赫尔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一把夺过手帕，觉得这根本就是一场阴谋。诺克西亚还想上前解释，却被罗赫尔一把拽住了手腕。他现在看谁都像是在演戏。罗赫尔现在彻底钻了牛角尖，他认定这就是一场阴谋，一个负责推人，另一个负责泼水，简直是完美的团队配合。诺克西亚也不是好惹的，两人当众吵得不可开交。塔内西亚刚想上去打个圆场，却被他们异口同声的吼了回来。这下可好，原本想撮合两人的初次见面，现在直接变成了大型翻车现场。塔内西亚只能在一旁干瞪眼。
可冷静下来一想，事情处处透着诡异。阿尔斯坎和莱安娜都不在场，那个仆人为什么要急着动手？塔奈西亚在人群中四处询问，却没人见过他的随从。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找路过的侍者打听情况，果然有人听到了奇怪的动静。顺着线索找过去，竟然在走廊尽头看到了阿尔斯坎，他正一动不动地守在门口。塔内西亚赶紧上前询问，还没等阿尔斯坎开口，屋里就传出一阵刺耳的尖叫声，里面的人显然已经气疯了。塔内西亚一下子就听出来了，被关在里面的竟然是莱安娜，他简直没法想象，难道是阿尔斯坎把人给锁起来了？面对质问，阿尔斯坎表现得非常理所当然，说这都是为了完成任务，只要能把人拦在外面，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塔内西亚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直接拿自己当诱饵，骗莱安娜说屋里有人在等，然后反手就把门给锁死了。听着屋里传来的咆哮声，阿尔斯坎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甚至一直守在门口，就为了等塔奈西亚过来验收。这种极致的执行力让塔奈西亚感到非常惊喜，他原本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他竟然办得这么彻底。阿尔斯坎最后才说出真心话，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对他用请字，所以他必须把事办好。看来阿尔斯坎的忠诚度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听着屋里乒乒乓乓的动静，塔纳西亚心里清楚，莱安娜这是在里面砸开了，既然躲不掉，那就只能正面硬刚了。推开门的一瞬间，屋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莱安娜整个人就像个火药桶，随时都会彻底炸开。她死死盯着跟进来的阿尔斯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遭遇，堂堂大小姐竟然被个下人给耍了，这口气她怎么可能咽得下去？他当场指着阿尔斯坎的鼻子大骂，觉得这种羞辱简直是奇耻大辱。看来今天这事绝对没法轻易收场了。塔奈西亚这招确实够狠，他直接站出来护短，说阿尔斯坎只是在听命行事。莱安娜这下彻底懵了，根本搞不懂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面对质问，塔内西亚居然表现得非常淡定，随口编了个要送惊喜的理由，说是因为自己迟到了才闹出这么大的误会。可莱安娜又不是3岁小孩，这种拙劣的借口怎么可能骗得过他？他心里清楚得很，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既然窗户纸已经捅破了，莱安娜显然不打算善罢甘休，看来这两人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塔内西亚嘴上说着抱歉，可语气里全是挑衅。既然计划没出岔子，那这出戏就要继续演下去。他紧接着抛出一个致命问题，既然莱安娜本人不在这，那礼炮是怎么想起来的？这种漏洞百出的借口也就只能骗自己了。塔内西亚看破不说破，带着人优雅的转身离开，只留下莱安娜一个人在原地。这回他是真的要气炸了。蛰伏了这么久，莱安娜的力量终于觉醒了。从小到大，她一直活在诺克西亚的阴影里，就因为自己是私生女，家里根本没人把她当回事。明明塔奈西亚说过，她比任何人都讨厌诺克西亚，可最后关头，她还是选择了自己的亲妹妹。莱安娜这回是彻底破防了，她直接毁掉了手里的东西，这笔账她绝对要算清楚。舞会结束之后，塔奈西亚也发现事情不对劲，人际关系这东西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就因为他在舞会上的表现跟原著小说里完全不一样，结果引发了巨大的连锁反应，所有人的命运轨迹都偏航了。不管是诺克西亚还是罗赫尔，出现的地点都跟剧本对不上，甚至连莱安娜也变得难以捉摸。为了以防万一，他必须得提前做点准备了。塔奈西亚心里很清楚，现在谁都指望不上，既然别人靠不住，那就要靠自己，想办法阻止战争。还没等他歇口气，女仆泽林就进来说，家庭教师马泰拉已经到了，虽然身体很累，但正事要紧。塔内西亚还是赶紧让人进来，结果马泰拉推着满满一车的书直接出现在他面前。塔奈西亚当场愣住，这么多资料，难道是让他现在就开始选职业？原来这全是他父亲奥兰德的意思，只要是为了女儿的前途，花多少钱他都不心疼。看着这一座书山，塔纳西亚这下有的忙了。马泰拉老师显然是个行动派，看这架势，今天是不打算让塔内西亚休息了。堆成山的职业规划书看了一大半，塔内西亚却一点兴趣都没有，这些普通的行当根本没法帮他解决眼前的危机。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角落里一本不起眼的红皮书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画着剑与锤子的徽章，看着就跟别的书不太一样。马泰拉解释说，这是关于魔法工程学的理论，本来觉得不适合女孩子，所以压根没打算推荐给他。可塔内西亚翻开书才发现，这门学科研究的全是武器开发，还有怎么增强军事力量，这不正是他现在最需要的吗？谁也没想到，塔纳西亚竟然指着那本红皮书说，他就要学这个。马泰拉老师当场就懵了，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在塔纳西亚看来，这门学科就是他的救命稻草，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一旦阿尔斯坎那边的实验成功，战争马上就会爆发。与其把命交给虚无缥缈的运气，不如靠自己的双手亲手制造出能保命的武器。哪怕这个学科再冷门，他也绝对不会回头。马泰拉虽然觉得这门课太偏，但看他态度这么坚决，也只能答应下来。不过想学这个可没那么简单，得先去请一位真正的专家才行。塔内西亚已经下定了决心，既然要学就要学到最好。他让马泰拉老师去请最顶尖的专家，看来他是真的要大干一场了。与此同时，在阴暗潮湿的巷子里，两个神秘人正在四处搜寻，他们显然不是在找什么好人。坦戴和安德罗这两个狠角色是卡鲁亚的雇佣兵，他们正在追捕一个代号为13号的实验体，可找遍了整个街区，还是没发现
那家伙的踪迹。这个13号可不是一般的逃犯，他不仅从实验室里溜了出来，还顺手解决了几十个雇佣兵，简直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怪物。安德罗恨不得立刻把那家伙救出来，让他为死去的同伴偿命，可坦代却让他冷静点，毕竟比起报仇，抓住这个危险的实验体才是首要任务。听说这个13号逃跑的时候，展现出的力量简直惊人，上头可是发话了，只要能把他抓回去，实验进度就能突飞猛进。安德罗倒是一点都不慌，他手里攥着专门研制的麻醉剂，管你有什么怪物般的能力，只要挨上一针，照样得乖乖趴下。在他眼里，只要这实验体还有口气就行，哪怕缺个胳膊少条腿，也完全不影响实验结果。这手段确实够狠的。随着一声巨响，白色的信号弹在夜空炸开，这意味着其他小组也没发现目标。看来这只小耗子藏得挺深，坦代推测这家伙可能躲进了王都。虽然那里地形复杂不好找，但只要他还在喘气，被揪出来只是时间问题。不过安德罗心里还有个疑问，这个13号到底为什么要逃跑？搞清楚了动机，才能真正锁定他的藏身之处。那些雇佣兵还在瞎琢磨，觉得13号逃跑可能只是因为不喜欢实验室的环境。此时的阿尔斯坎正拿着扫帚在院子里干活，看起来就像个再普通不过的杂工。谁能把他和那个杀人怪物联系在一起？一个女仆急匆匆地跑过来，说今天实在忙不过去，想请阿尔斯坎帮忙照看一会儿孩子，毕竟这小家伙非要跟着他，根本没法专心干活。看着眼前这个软萌的小男孩，阿尔斯坎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只能愣愣地站在原地，任由孩子拽着他的衣角。可就在小男孩奶声奶气的一遍遍喊着他的名字时，阿尔斯坎的眼神却变了。这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能一直持续下去吗？那个阴森的实验室，阿尔斯坎在这里被关了很久，因为实验结果太出色，他成了被重点关照的独苗，一直被单独隔离。这种孤独直到几年后才被打破，他被送进了一间集体宿舍，身边全是和他一样的实验体。本来他谁也不想理，直到有人拽住了他的衣角。1890号好奇地凑了过来，问他是不是那个传说中的13号，还打听他在这里待了多久。可阿尔斯坎只是冷冷地看着，一句话也没说。旁边的1691号也凑了过来，说他在自己来之前就在这了。几个孩子围着他议论纷纷，都在猜这个13号是不是个哑巴，毕竟从来没人听过他开口。在这个吃人的地方，沉默是他唯一的武器。可这些孩子并不知道，这个从不说话的怪物以后会变成多么恐怖的存在。虽然阿尔斯坎整天冷着脸，但这群孩子根本不怕他，甚至还动手折腾起他的头发，又是编辫子又是要找他掰手腕，完全把他当成了可靠的大哥哥。这种突如其来的善意让一直生活在黑暗里的他愣住了，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人的体温，冰冷的心开始一点点松动。他终于试着去接纳这些同伴，大家坐在一起聊起了过去。1890号问起大家是怎么来这里的，阿尔斯坎只是摇了摇头，他来得太早了，早到连家是什么样都记不清。可轮到1691号的时候，他的回答却让人心里发酸。他说有人答应给他面包和房子，他就傻傻的跟着人家走了，以为能过上好日子，谁能想到这竟然是一场噩梦的开始。这些单纯的孩子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1743号小姑娘还在傻傻的期待，她说妈妈答应过会来接她回家。旁边的孩子竟然还在真心羡慕，觉得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可真相哪有这么美好？这里的孩子要么是无家可归的孤儿，要么就是被亲生父母亲手卖掉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早就被抛弃了。看着这些天真的笑脸，阿尔斯坎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一种从未有过的情绪在心里蔓延。他第一次想护住这些弱小的生命。孩子们问他有没有名字，他只是沉默地摇了摇头。大家兴高采烈的要给他起个名，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咳嗽，鲜血瞬间染红了手掌。1691号的情况已经到了极限，他看着手里的鲜血，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阿尔斯坎心里却很清楚，这是实验留下的副作用，死神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他用力抱住这个可怜的女孩，轻声安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可在这暗无天日的鬼地方，这种承诺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实验室的大门再次被推开，研究员冷冰冰地叫出了编号，轮到1691号去接受折磨了。在这个地狱里，想要护住一个人真的太难了。阿尔斯坎死死搂住他，不肯松手，这是他第一次公然表现出敌意。研究员显然没料到，这个一向听话的实验体竟然敢造反。1691号被强行拽走，他的哭喊声在走廊里回荡。阿尔斯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不想去，求求你放过他吧。研究员显然被激怒了，在他眼里实验体只是工具，哪有工具跟主人顶嘴的道理。他甚至觉得阿尔斯坎这种保护欲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就在巴掌快要落下的时候，1691号又开始剧烈的咳血，研究员竟然一脸嫌弃的停了手，因为在他看来，快死的实验体已经没有价值了。但他并没打算放过阿尔斯坎，既然你这么想当救世主，那就拿你自己的命来换，只要你愿意代替他接受实验，1691号就能活命。阿尔斯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只要能换大家平安，他这条命根本不算什么。接下来的实验一次比一次疯狂，他的身体在痛苦中不断异变，这种非人的折磨最终让他陷入了漫长的昏迷。他以为自己再也醒不过来了，可当他再次睁开眼，看到的却是一场噩梦。走廊里到处都是干涸的血迹，牢房里那些熟悉的身影全都消失不见了。他疯了似的追问那些孩子在哪，可研究员却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阿尔斯坎整个人都愣住了，难道当初的承诺全都是假的？研究员一脸无所谓地摊开手，说那些孩子
当然是被带走做实验了。阿尔斯坎气得浑身僵住，明明说好只要他肯配合，这帮畜生就会放过其他人，可研究员却冷笑着反问：你都昏迷好几天了，谁还会记得那种过时的承诺？在他眼里，阿尔斯坎的自我牺牲简直蠢得透顶。他指了指角落里的一滩血迹，让阿尔斯坎自己去问那个剩下的垃圾。阿尔斯坎疯了似的冲过去，发现年幼的孩子正倒在血泊里，身上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孩子虚弱地缩在他怀里，断断续续地说着自己好冷。他亲眼看着同伴们被一个个拖走，那些惨叫生成了他最后的记忆。阿尔斯坎彻底崩溃了，他用命换来的竟然是这种结果，这种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屈辱，让他心底最后一点理智也跟着彻底熄灭了。孩子的声音越来越虚弱，他问自己是不是也会像其他人一样被随便堆在板车上拉走。他一直在咳血，嘴里反复念叨着不想死。阿尔斯坎只能眼睁睁看着怀里的孩子彻底没了动静。在这个吃人的实验室里，善良和希望是最没用的东西。可这帮疯子还没打算收手，哪怕同伴们都已经死绝了，阿尔斯坎依然要接受更残酷的实验。那种撕心裂肺的剧痛让他恨不得立刻死掉。他大声哀求，想要一点止痛药，哪怕只是让他昏过去也好。可那些人根本不听，他们剥夺了阿尔斯坎的一切，甚至连死亡的权利都不肯给他。实验没能让他认命，反而把他变成了一个怪物。既然已经没什么好失去的了，阿尔斯坎决定杀出实验室。说来也怪，正是这副被诅咒的身体，成了他逃出升天的唯一武器。可逃出去并不代表自由，他在昏迷时被人当成货物卖掉，落到了另一个疯子手里。塔奈西亚买下他，只是为了继续那些残忍的实验。对他来说，外面的世界和实验室没什么两样。就在他以为这辈子都要在黑暗中度过时，生活却突然转了个弯，阳光洒在花园里，耳边传来了清脆的喊声。那个小小的身影指着树上的苹果，闹着说他想要那个。阿尔斯坎伸出手，轻而易举地把孩子举了起来。曾经那个冷酷的疯子，现在却安静地坐在月光下。塔内西亚脸上的笑容竟然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柔。他说：“也许一切都变了。”这种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简直让人不敢相信。阿尔斯坎心里充满了疑惑，这个曾经把他当成兵器的女人，到底在想什么？塔内西亚把能找着的书全翻烂了。瓦尔南的魔法工程理论，他现在已经全部吃透。这地方的武器库可比现代世界要精彩得多，不光有普通的刀枪棍棒，最关键的是那些附魔武器，只要往里头塞一颗魔石，普通铁片子就能脱胎换骨。比如装上水之时，这把剑就能直接挥出魔法，这就是魔法工程的魅力。魔法武器就是实力的代名词，在这个世界，魔石就是最硬的拳头。可现在的阿文帝国简直是一穷二白，既没有能打的魔法师，也没像样的魔法武器。唯一的变数就是阿尔斯坎，他那被实验强行灌注的火焰根本没法熄灭，简直就是为了战争而生的怪物。万一他哪天倒戈回到敌国，整个帝国都要跟着陪葬。虽然他现在还算听话，但谁能保证他会一直留在我身边？为了应对最坏的情况，塔纳西亚必须亲手造出一件大杀器。可现实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魔石这玩意儿实在是太贵了，普通士兵根本负担不起。这也是为什么帝国非要搞活体实验，因为穷才想把人变成杀戮机器。是搞个像核弹一样的单体大招，还是给军队搞全员神装，无论选哪种，魔石的消耗量都是个天文数字。他开始琢磨能不能找个便宜的替代品。就在他想得入神时，马泰拉已经悄悄走到了身后。马泰拉笑着问：“到底是什么事能让你钻研到这种地步？”塔内西亚只能尴尬地打个哈哈。马泰拉总算把东西带过来了，这就是塔内西亚之前交代的任务。打开盒子一瞧，里头躺着一条亮闪闪的魔石手链。这手链看着精致，但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魔法力量？马泰拉却没直接回答，反而说：“你可以亲自问问它的制作者。”话音刚落，门外就传来了沉稳的脚步声，一个男人推门而入。马泰拉笑着介绍：“这就是他请来的魔法工程专家瓦尔南。”塔纳西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瓦尔南？难道他就是那本魔法工程学理论的作者？桌上那叠厚厚的专业书，竟然就是眼前这个男人写的。瓦尔南倒是很淡定，他清了清嗓子，直接承认了：“没错，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顶级专家。这种级别的泰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塔纳西亚这下可坐不住了，这可是活生生的偶像啊！他赶紧起身表达敬意，说自己最近一直在钻研他的著作，那些理论简直帮了大忙。就在他准备自我介绍的时候，瓦尔南却直接打断了他，根本不需要介绍，他早就知道这位大小姐的身份，塔内西亚，布雷洛夫家的长女。瓦尔南心里10000个不乐意，要不是欠了奥兰德大人一个天大的人情，他才不会大老远跑来这儿给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当老师。他说话一点都不客气，虽然马泰拉夸你是天才，但在他眼里，这不过是贵族小姐打发时间的消遣，他可没兴趣陪小孩子玩过家家。瓦尔南当场就要撂挑子走人，甚至让塔内西亚赶紧换个学科。马泰拉在旁边急得不行，明明之前都说好了，怎么刚见面就要反悔？塔内西亚可没打算就这么放他走，他一把抓起桌上的专业书，直接翻到了其中一页。既然你是作者，那这一段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他指着书上的内容大声质疑，这种解释根本就不合理。原本一脸傲慢的瓦尔南直接定住了，他盯着书上的那行字，语气里满是不屑。这可是魔法工程里最深奥的概念，你看不懂也正常，毕竟这种东西乃是贵族大小姐该碰的。这话塔纳西亚可就不爱听了，身份跟钻研学术有什么关系？他紧紧抱着怀里的书，他是真的想把这门课吃透，哪怕是最复杂的理论也要弄个明白。
瓦尔南沉默了片刻，他转头看向旁边的马泰拉，看来你之前真没吹牛，这丫头确实有点意思。他还以为马泰拉是在故意忽悠他呢。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瓦尔南也不再摆架子，他迈开步子走向书桌。这堂课看来是非教不可了。瓦尔南终于松口了，把书拿过来吧。但他把丑话说在前面，同样的知识他只讲一遍，能不能跟上全看他自己的本事。塔奈西亚简直乐坏了，这可是顶级专家的私人辅导。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门外就传来了杀风景的敲门声。女仆泽林推门走了进来，原来是莱安娜小姐登门拜访。塔奈西亚一头雾水，她来干什么？马泰拉赶紧在一旁提醒，今天是他们雷打不动的聚会日。塔奈西亚这才想起来，以前的那个恶女跟这位莱安娜可是表面上的好闺蜜。不过现在天大的事也得往后排，先让她在房间里等着，等这堂课讲完了再说。莱安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一向对她言听计从的塔奈西亚，居然敢让她在这儿等着。女仆泽林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解释，说是临时加了一堂课，实在走不开。莱安娜虽然心里火大，但也只能先喝杯茶压压火气。她本来觉得维持这段虚伪的友谊，对自己以后的计划还有点好处，才勉强过来见个面。结果现在却吃了个闭门羹。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难道是因为自己的出身不好，塔内西亚就开始明着瞧不起她了？就在她满肚子怨气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门口响起。莱安娜整个人都愣住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房门就被猛地推开了。推门进来的居然是阿尔斯坎，他整个人直接定在了原地。莱安娜却笑得意味深长，看来咱们还真是有缘分啊，居然又见面了。还没等阿尔斯坎反应过来，莱安娜已经一把拽住了他的衣领。怎么见到我一点都不高兴？莱安娜突然提起了以前的事，她说塔纳西亚曾经在他的地盘上亲手把一个仆人打成了残废。既然塔内西亚能这么做，那他现在回敬一下应该也没关系吧。他最喜欢看这种长得好看的仆人在痛苦中哭着求饶的样子。瓦尔南的讲解确实厉害，塔纳西亚总算听明白了。可就在瓦尔南准备拿纸演示时，意外发生了，一张藏在书里的画稿掉了出来。塔奈西亚还没来得及拦住，就被瓦尔南捡了个正着，这下麻烦大了。面对瓦尔南的询问，塔奈西亚只能说是自己随便画着玩的。本以为会被当成小孩子胡闹，可对方的反应完全不同。他死死盯着画上的武器构造，语气里透着不容置疑的严肃，让他把每一个细节都讲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涂鸦。塔奈西亚详细解释了武器原理，利用旋转来增加威力。这种超前的设计思路让见多识广的瓦尔南也陷入了沉思。他随手在纸上勾勒了几笔，就把原本粗糙的构想变得完美。这种顶尖专家的直觉让塔奈西亚忍不住惊叹出声。虽然他有现代人的超前意识，但在实际工程面前还是个门外汉。瓦尔南却并没有看清他，反而被这种复杂的逻辑彻底吸引了。原本只是碍于情面才来教课，现在他却改变了主意，他要正式收塔奈西亚为徒。塔奈西亚正的意呢，觉得自己真是个天才。结果瓦尔南一盆冷水泼下来，说看中的只是他的设计图。不过这位大师紧接着提议要把这个构想亲手做出来，这可是多少人求不来的机会。塔奈西亚赶紧改口叫了老师。正说着呢，马泰拉带着礼物过来了。瓦尔南一眼就认出那是他亲手制作的昂贵手镯，他直接伸手把东西要了回来，说要给新学生布置作业。原来他早就打算好了，要把这件宝贝当成第一道考题。塔纳西亚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老师训了一顿。身为他的学生，竟然连魔法道具的原理都看不透，这就是他的课后作业。在下次见面之前，必须搞清楚手镯的所有功能。看来这天才之路可没那么好走。答应老师的时候挺痛快，可真要研究起来，塔内西亚发现自己根本无从下手。正烦着呢，他撞见了神色慌张的泽林。泽林支支吾吾半天说不清楚。就在这时，房间里传来一阵异响，塔奈西亚意识到出事了，顾不上规矩，直接冲了进去。推开门的瞬间，眼前的画面让他整个人都定住了。阿尔斯坎满身是血的倒在地上，莱安娜手里拎着一根特制的长棍，他像是在展示什么精美的礼物，笑着说这原本是给塔纳西亚准备的。这根棍子打在人身上，痛苦会直接钻进骨头缝里。莱安娜甚至还想当场演示一下那种所谓的清脆响声。他猛地挥下长棍，想要给垂死的阿尔斯坎最后一击。谁也没想到塔纳西亚会突然爆发，他抡起胳膊狠狠给了莱安娜一个耳光，这一巴掌直接把对方扇到了地上。莱安娜被打得整个人都懵了，刚想开口咒骂，却发现塔内西亚已经捡起了那根长棍。看着塔内西亚高高举起长棍，莱安娜吓得缩成一团，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可塔内西亚只是冷冷地叹了口气，随手把棍子扔在了他面前。这就是你送给我的礼物吗？塔内西亚的声音听不出情绪，却让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凝固了。塔内西亚直言莱安娜比想象中还要卑劣。莱安奈气急败坏地翻起旧账，提起塔内西亚曾经也打过仆人，可现在的塔奈西亚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冷地警告对方，如果再敢动他的人，下次可就不只是一个耳光这么简单。莱安娜还想仗着身份叫嚣，却被塔内西亚一句话堵了回去。作为侯爵家的长女，她有的是手段让莱安娜彻底消失。看着莱安娜语无伦次地找借口，甚至拿出身来博取同情，塔内西亚连多看一眼都觉得厌烦。莱安娜临走前还在放狠话，说一定要让塔内西亚付出代价。可塔内西亚根本没把这威胁当回事，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我等着。
大门被重重摔上后，塔纳西亚立刻转身奔向阿尔斯坎。看着阿尔斯坎满身的伤痕，他急忙吩咐女仆泽林快去请医生。他小心翼翼地扶起阿尔斯坎，想让他靠在自己身上休息一下。可一直沉默的阿尔斯坎却突然开口了，他虚弱地问塔纳西亚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为了他这种人去得罪那些惹不起的权贵。阿尔斯坎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他要为自己做到这种地步。又是这个该死的噩梦。阿尔斯坎在林子里拼命逃亡，可无论他怎么加速，身后的黑影始终甩不掉，身体沉得根本迈不开腿。他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逃，就在被拽住的一瞬间，耳边却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塔奈西亚离他很近，温柔地叮嘱他先别乱动，可还没等他伸手去抓，就碎成了一片虚无。阿尔斯坎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已经躺在房间里，额头上还敷着一块湿毛巾，看来是有人一直在照顾他。还没等他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塔内西亚已经走到了床边，他放下手里的书，轻声询问：“你醒了？现在感觉怎么样？”阿尔斯坎刚睁眼就想硬撑，塔内西亚没好气地告诉他：“你刚才直接晕死过去了，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吓人？”记忆慢慢回到了脑子里，他想起自己被莱安娜重创，在最后关头，他本能的让身体变得像钢铁一样硬，这才勉强保住了一条命。但这个秘密绝对不能暴露，如果被那些家伙察觉到异常，麻烦很快就会找上门。还没等他想好退路，一只冰凉的手贴上了他的额头。塔奈西亚按住想起身的他，语气里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别乱动，我看看你有没有发烧。”确认烧已经退了，塔内西亚总算松了口气。可阿尔斯坎显然有点招架不住，他小声提醒对方把手拿开，这种距离让他浑身不自在。看着他这副局促的样子，塔奈西亚心里那股恶作剧的劲头一下子就冒了出来。他不仅没退后，反而盯得更紧了。他说：“这身衣服都被汗湿透了，要是不赶紧换掉，烧肯定还会反复。”还没等阿尔斯坎反应过来，他竟然直接伸手去解他的扣子。这下阿尔斯坎彻底坐不住了，他赶紧一把抓牢对方的手腕，语气里全是慌乱：“我等下自己换就行，大小姐，您还是先出去吧。”塔内西亚故意逗他说：“反正以前也看他换过衣服，现在有什么好害羞的？”阿尔斯坎急得赶紧否认，可越解释就显得越心虚。看着他这副手忙脚乱的样子，塔内西亚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他摆摆手解释说只是开个玩笑，自己还没随便到那种地步。其实他早就已经变了，不再是那个随心所欲的大小姐。现在的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动他身边的人，哪怕只是言语上的冒犯，他也一定会让对方付出代价。阿尔斯坎突然伸手拦住了他，他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要为了他去得罪莱安娜，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根本没必要。塔纳西亚反而觉得不可思议，以他的本事明明可以全身而退，为什么要白白受这份罪？原来他是怕自己一旦还手，会给对方留下攻击大小姐的把柄。听到这个答案，塔内西亚的态度彻底变了。既然你连命都不要也要护着我，那我就更得站在你这边。记住，你是我的人，以后谁也别想再动你一根汗毛。听到塔内西亚的承诺，阿尔斯坎终于放下了所有戒备，他轻声感叹：“能成为他的人，感觉真不错。”塔纳西亚笑着反问：“难道你现在才发现吗？”不过温馨的气氛没维持多久，他就提醒对方赶紧松手，因为阿尔斯坎抓的实在太用力了，疼得他忍不住叫出了声。这下轮到阿尔斯坎尴尬的不行，可就在他松手的一瞬间，目光落在了塔纳西亚的手腕上，那条看似普通的手链竟然让他整个人都严肃了起来。他语气急促地发出警告：“这东西带着危险的魔力，必须立刻把它摘下来。”塔纳西亚解释说，这是老师留的作业，他最近在钻研魔法工程，必须研究清楚这条手链的构造。阿尔斯坎听完简直不敢相信，这东西来历不明又透着危险，他竟然就这么大大咧咧地戴上了。塔内西亚倒是一点都不慌，他甚至能精准分析出魔石的属性，还看出了手链材质的特殊之处。哪怕他明知道如果拆解不当，这玩意儿会直接爆炸，既然知道会没命，为什么还要接这种离谱的作业？塔内西亚觉得老师肯定有他的道理，阿尔斯坎实在拿他没办法，只能由着他的性子胡来。可这危险的定时炸弹真的能平安拆除吗？塔内西亚故意逗他，问他是不是在担心自己。阿尔斯坎立马开启嘴硬模式，死活不肯承认。可他那副样子，谁看了都知道是在逞强。塔内西亚也没跟他计较，只是笑着让他好好休息。临走前还不忘叮嘱，受了委屈一定要告诉他。随着房门关上，房间里安静了下来。阿尔斯坎躺在床上，那句霸气的宣言一直在耳边回荡。他说绝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他，这种被人拼命护着的感觉，竟然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别再深究下去了，阿尔斯坎一遍便告诫自己，反正这种安稳的日子很快就要到头了。他很清楚自己留在这里的时间已经不多，而最残酷的现实是，恐怕要不了多久，他就再也见不到塔奈西亚了。趁着阿尔斯坎还在养伤，塔奈西亚打算先把老师布置的作业搞定。可盯着手腕上这串手链，他却犯了难。如果这东西还没人认领，滴一滴血就能直接契约，可万一他已经有主了，乱来的后果就是直接爆炸。瓦尔南老师虽然性格古怪，但绝不会让学生去玩命，这绝对不是一个靠运气2选1的赌局。他到底想考验什么？看着银色的链条和宝石的色泽，塔内西亚终于发现了端倪，这上面附着的恐怕是极其罕见的光属性魔法，光靠脑子想肯定不行。塔奈西亚心里明白，不亲手试一下，这串手链的秘密永远解不开。既然直接滴血认主风险太大，那就换个思路，干脆把它拆了。
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藏着别人的印记。接下来的日子，他简直像变了个人，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查资料，连吃饭都要人三催四请。泽林看着自家小姐这副拼命的样子，除了心疼也没别的办法。毕竟现在的塔内西亚满脑子只有那个复杂的魔法回路。与此同时，阿尔斯坎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泽林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自家小姐已经把自己关在屋里好几天了，除了研究那串手链，对别的事情根本不闻不问。阿尔斯坎听完决定亲自去敲门，可屋里的塔内西亚正进行到关键时刻，哪有心思去管什么吃饭的问题？眼看软的不行，阿尔斯坎直接搬出了奥兰德大人，要是再这么不吃不喝，那边恐怕就瞒不住了。这招果然管用，一想到那张严肃的脸，塔内西亚只能乖乖认怂。他打开房门，没好气的让阿尔斯坎把晚饭送进来。可这顿饭吃得一点也不消停，泽林带着一群女仆围着他转，一会儿担心他身体垮了，一会儿又念叨他这几天太拼命。塔纳西亚被吵得头都要炸了，他现在只想安安静静待会儿，只能找个借口把这群热心的女仆全赶了出去。屋里终于清静了，可看着盘子里的食物，他的心思显然还没从那串手链上收回来。最近这段时间，塔纳西亚发现了一件怪事，那个平时话不投机半句多的阿尔斯坎竟然开始陪他一起吃晚饭了。更离谱的是，这家伙居然像个老妈子一样，开始盘问他有没有好好吃饭，甚至连一天3顿这种小事都要确认。这感觉实在太违和了。在他的印象里，阿尔斯坎说话像来言简意赅，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管闲事了？当他试探着说以后可能会忙得顾不上吃饭，阿尔斯坎的反应比谁都快，他不仅要让人单独准备饭菜，还要亲自盯着他吃下去。面对这种不容拒绝的强势，塔内西亚只能乖乖点头。虽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现在的阿尔斯坎确实让他感到了一丝莫名的压力。阿尔斯坎临走前突然停下脚步，特意叮嘱他就算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这种突如其来的关心让塔纳西亚感到非常意外，这实在太不像平时的他了。虽然嘴上答应着，但他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今天的阿尔斯坎到底是怎么了？他打算等忙完手头的工作就去找他好好谈谈。可看着阿尔斯坎独自离去的背影，一种莫名的不安感涌上心头。既然手链已经没主了，塔纳西亚决定趁着夜色偷偷溜进树林里试一下他的威力。毕竟在府邸里动静太大，万一吵醒别人就麻烦了。可就在他刚选好地方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冷冰冰的质问：“谁在那儿？这么晚了在这干什么？”塔内西亚回头一看，竟然是泽恩。在外人眼里，他只是个普通骑士，可他很清楚，这家伙可是帝国数一数二的剑客。要是解释不清楚，恐怕会被当成可疑分子抓起来。他必须赶紧想个像样的借口才行。原来泽恩刚才质问的对象根本就不是躲在草丛里的他，而是正朝这边走来的阿尔斯坎。看着阿尔斯坎手里拎着的包，塔内西亚一下子全明白了，难怪他今天表现得那么反常，还特意叮嘱他以后要好好吃饭。原来他真的打算在今晚离开，而且还是以这种不告而别的方式。虽然很想冲过去问个清楚，但他最后还是忍住了。既然阿尔斯坎选择了隐瞒，那塔奈西亚也有自己的应对办法。趁着混乱赶紧离开。阿尔斯坎现在满脑子都是刚才那个男人，泽恩可不是好对付的角色，如果刚才真的正面硬刚，自己恐怕连一成胜算都没有。偏偏在今天这种时候撞见塔纳西亚，看着塔内西亚拉着自己的手，阿尔斯坎甚至犹豫要不要直接甩开逃走。塔纳西亚突然开口，让阿尔斯坎先躲进自己的房间，这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随着房门反锁的声音响起，塔内西亚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开门见山问阿尔斯坎是不是真的打算逃走。阿尔斯坎沉默片刻，最终还是承认了。他知道这会彻底激怒塔内西亚，虽然这段时间他表现得很温柔，但那些痛苦的实验和鞭打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噩梦。所谓的友好相处，从一开始就是个笑话。塔奈西亚一边翻找着抽屉，一边感叹对方竟然瞒着自己计划了这么多。他语气平淡，却说自己感到有些心寒。塔奈西亚直接拿过他的包，看着里面那点可怜的盘缠，嘲讽他这点钱根本不够隐姓埋名，如果换作是他，早就把这屋里值钱的东西全偷走了。这操作直接让阿尔斯坎完全没反应过来，他竟然在教自己怎么偷他的东西。塔纳西亚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反正逃跑被抓都要被砍掉双脚，多背一条偷窃罪又有什么区别？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名贵的珠宝往包里塞，然后直接递到了阿尔斯坎面前。既然都要走，总得带个活命的钱才行。这个曾经让他恐惧的女人，现在竟然在帮他逃跑。阿尔斯坎完全不敢相信，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阿尔斯坎突然主动摊牌，说要把自己身体的秘密，还有获得异能的方法全都告诉他，只要他想知道，他绝对知无不言。塔奈西亚完全没反应过来，既然他已经不在乎被讨厌了，那为什么还要对自己这么好？阿尔斯坎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他现在只想帮他。这种毫无理由的善意，反而让塔纳西亚更不敢相信。他沉默了很久，终于还是交了底。其实最开始对他好，只是为了博取他的好感，他并不是想要窥探什么秘密，只是单纯不希望被他憎恨而已。塔内西亚看着他那副不知所措的样子，突然意识到，剥去那些复杂的身份，他其实也只是个普通的男孩子。这种真实感让他彻底放下了算计，只想单纯的对他好一次。他坦言这就是全部的理由，没有任何隐瞒。阿尔斯坎却站在原地，反复确认，真的只有这些吗？他显然没法接受这么简单的解释。塔内西亚无奈的耸耸肩，表示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再问也没有别的答案。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真心，阿尔斯坎死死抓着手里的包。他原本以为这背后藏着什么惊天阴谋，结果竟然只是因为这种理由。这种认知让他整个人都乱了。门外突然传来了动静，塔纳西亚立刻示意他别出声。他一把拽住阿尔斯坎，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今晚必须先按兵不动，等他找到万无一失的机会，一定会亲手送他离开。”为了不让别人起疑心，他特意找来一件宽大的斗篷，亲手帮他披在身上，正好能遮住那个显眼的包，只要小心点就能混回房间。他反复叮嘱一定要避开所有人。塔纳西亚把后路都给他铺好了，交代他万一被发现，就说是听了他的命令，剩下的烂摊子他来收拾。阿尔斯坎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塔纳西亚一边帮他整理斗篷，一边坦白自己其实有点失望。原本以为两人的关系已经变得足够亲近了，如果可以的话，他其实想把他留在身边保护。但既然这是他想要的自由，他绝不会成为他的阻碍。这种放手才是最难的。帮他系好最后一根带子，塔内西亚最后叮嘱了一遍，一定要贴着走廊边缘走，从后门离开。塔纳西亚轻声说了句明天见。阿尔斯坎独自走在空旷的走廊里，每一步都显得格外沉重。刚才那些话一直在他脑子里回荡。他给的钱足够他在外面活命，理由简单的让人不敢相信，仅仅是因为看到他不知所措的样子，觉得他像个普通男孩子，所以才想不带任何目的的对他好。这种纯粹的善意反而让他更乱了，尤其是听到他说有点失望的时候。他从未想过两人的关系竟然已经重到这种地步了。他原本以为自己只是个过客，可现在这些话像枷锁一样，让他每走一步都变得无比艰难。塔内西亚说想把他留在身边保护，这种话谁听了能无动于衷？阿尔斯坎发现自己再也迈不开步子，心里乱得一塌糊涂。这种感觉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感受着手心残留的温度，他第一次意识到那份沉甸甸的真心到底有多重。这下他真的还能走得掉吗？昨晚的动静闹得那么大，现在的安静反而像个陷阱。塔纳西亚表面在悠闲喝茶，心里其实早就乱成一团。那条魔石手镯实在太扎眼，被发现只是时间问题。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父亲奥兰德指明要见他，可谁能想到推开门看到的竟然是泽恩，偏偏是这个最难对付的人，要亲自带他去办公室。泽恩这一路上半句话都没有，这种沉默简直比阿尔斯坎还可怕，总觉得他那双眼睛早就把一切都看穿了。推开办公室的大门，父亲看起来比平时憔悴得多，难道是因为昨晚的骚乱让他整宿都没合眼？还没等塔内西亚开口，父亲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整个人定住了。泽恩昨晚确实发现了可疑的人，但有人竟然当着他的面用魔法把人给放跑了，这摆明了就是在点他啊！难道昨晚的小动作全都被人看在眼里了？父亲这语气明显是已经实锤了，就是在等他自己开口交代。塔纳西亚很清楚，这时候编瞎话只会死得更惨，干脆半真半假的承认了，说自己是在测试手镯的新公式。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管用，父亲不仅没怀疑，反而被他的勤奋给感动到了，甚至还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趁着气氛缓和，塔纳西亚赶紧打听昨晚有没有抓到人，结果父亲摇了摇头，说根本没发现有人潜入的痕迹。塔纳西亚决定再加一把火，他说泽恩看到的可能不是刺客，而是被他叫出去帮忙的侍从，也就是那个叫阿尔斯坎的少年。这一招确实高明，与其拼命否认他在场，不如大方承认他就在那里，只要掩盖掉他想逃跑的真相，这套说辞就没人能拆穿了。父亲停下了手里的笔，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显然是在权衡这话的真假。父亲终于点了点头，说这个解释听起来还算合理。可还没等塔内西亚松口气，父亲的话锋突然一转，他说府邸的安全是头等大事，就算阿尔斯坎是他的侍从，昨晚的行为也必须接受调查。塔纳西亚整个人都定住了，根本不敢接话。好在父亲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松了口，说看在他刚才那番解释的份上，这次可以先不追究，但这绝对是最后一次警告，只要再有下次，不管有没有证据，所有可疑的人都会被直接赶出去。这规矩定得简直不留一点余地。塔纳西亚赶紧点头答应，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大口气，这第一关总算是险胜。但他还没打算就这么离开，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跟父亲谈。看着父亲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他试探着开了口，直接跟父亲要一个实验室。他说自己想好好钻研魔法工程，而且在府邸里折腾确实不方便，最关键的是有了实验室，昨晚那种意外就不会再发生了。这理由找的真是滴水不漏。父亲先是沉默了一会儿，随后竟然露出了笑容。他不仅答应了，还说要直接给他盖一座新的，这财力简直让人没话说。塔内西亚自己都惊呆了，本来只是想要个房间，结果直接喜提一栋楼。父亲说只要是为了学习，这点小事根本不算什么，他还会找专门的专家来负责进度。塔内西亚赶紧道谢，这波操作不仅彻底洗清了嫌疑，还给自己争取到了绝佳的私人空间。可就在父女俩其乐融融的时候，旁边的泽恩却一直沉默不语，他那眼神里藏着不少心思，显然还没完全放下对昨晚的怀疑。泽恩提醒奥兰德，大小姐刚才的话明显漏洞百出，可奥兰德却表现得异常淡定。他当然知道女儿在撒谎，但他不仅没生气，反而还挺自豪。在他看来，塔纳西亚这种临危不乱，甚至还能顺手捞个实验室的本事，简直跟他年轻时一模一样。这逻辑直接把泽恩给整不会了。原本以为是严肃的审问，结果变成了老父亲的炫耀现场。奥兰德甚至觉得女儿这经伤头脑，不去管账可惜了。就在这时，女仆泽林端着茶走了进来，说是大小姐特
特意嘱咐的，怕父亲大人处理公务太辛苦，专门送来提神。这一杯茶送的可真是时候。奥兰德听完笑得更开心了，既然他点头说想喝，就说明刚才那场风波总算是彻底翻篇了。回到房间的塔奈西亚，虽然面前摆满了美食，却一点胃口都没有。他一直在反复琢磨父亲的态度，既然答应了不再追究，应该就能暂时松口气了吧。他很了解自己的父亲奥兰德，这种人向来是说一不二，要是他亲口给出的承诺，就绝对不会再反悔。但这并不代表阿尔斯坎就安全了。父亲的底线只有一次，如果再出什么差错，谁也保不住他的命，所以必须得想个万全之策，尽快送他平安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就在他盘算着逃跑计划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推门进来的竟然是阿尔斯坎，但他现在的状态实在有点糟糕，一看就是整晚都没合眼。塔内西亚一下子愣住了，看来受折磨的不止他一个人。昨晚那场惊心动魄的意外，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塔内西亚一边机械地切着晚餐，一边打听今天有没有人来找麻烦，尤其是昨晚给他的那些珠宝，一定要找个地方藏好，免得被有心人抓到把柄。看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塔内西亚连叫了几声，他才回神。虽然塔纳西亚说已经跟父亲谈妥了，但昨晚遇到的那个顶尖骑士，显然成了他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嘴上说着事情已经过去了，可阿尔斯坎却一直低着头，根本不敢看塔内西亚的眼睛。塔纳西亚忍不住开始怀疑，难道经历了昨晚的生死关头，他还是不肯完全信任自己吗？等闲杂人等一退下，塔奈西亚就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他动作利落地摊开一张地图，直接戳中了阿尔斯坎最头疼的问题：你还没想好以后去哪躲吧？这张阿文地区的详细地图显然是他早就提前准备好的。他指着南方一个偏远的小镇，说那里不仅气候宜人，而且天高皇帝远，最适合让阿尔斯坎这种身份的人隐姓埋名。为了让阿尔斯坎看清楚，他几乎整个人都贴了上去，细数着那个地方的种种好处。这种事无巨细的安排，让阿尔斯坎一时间有些失神。他低声叫了一句“我的女士”，塔内西亚只是温柔地应了一声。你离得太近了。阿尔斯坎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塔内西亚愣了一下，他赶紧拉开距离道歉，可对方却直接把脸扭到了一边。看他状态不太对劲，塔内西亚还以为他是发烧烧糊涂了，想都没想就伸手去试探体温，还没等指尖碰到额头，阿尔斯坎就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眼神里透着一股说不清的认真，低声问了一句：你对别人也这么亲密吗？这种突如其来的占有欲让空气都跟着凝固了。塔内西亚觉得这个问题简直莫名其妙，除了你，我哪有闲工夫去管别人的死活？就因为是你，我才会在乎。塔纳西亚这句杀伤力极强的直球让阿尔斯坎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他甚至忘了松开那只紧握的手，感觉到对方手心烫得吓人。塔内西亚还以为他病得不轻，正打算仔细帮他检查一下，谁知这小子像是被火烧着了一样，猛地甩开手就往后退。他支支吾吾地解释说没生病，只是脑子里在想事情。还没等塔内西亚反应过来，他就已经找了个借口，头也不回地逃出了房间。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塔纳西亚心里直犯嘀咕，难道是自己刚才太凶了？直到女仆泽林进屋，他还在纠结刚才那反常的一幕。泽林看着自家小姐一脸无辜的样子，忍不住露出了看透一切的表情。哪有什么欺负不欺负的，分明是小姐最近太温柔，让那个情窦初开的小伙子彻底招架不住了。阿尔斯坎猛地关上房门，试图把那个让他心乱如麻的女人关在门外。他怎么也想不通，塔纳西亚为什么能那样毫无顾忌地靠近他。其实他之前对他撒了谎，那些珠宝根本没有被藏在什么安全的地方。昨晚他盯着这些东西看了一整夜，仿佛只有看到这些实物，才能确定这一切不是他在做梦。那是他逃离实验室以来第一次没有被噩梦惊醒，梦里全是塔纳西亚灿烂的笑脸。可刚才发生的那些事，他的声音和身上的气息，比梦境要真实千万倍。阿尔斯坎独自躲在房间里，脑子里全是塔纳西亚刚才的样子，那句想把他留在身边保护的话，简直像个魔咒一样挥之不去。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美得让他感到头疼。与此同时，两个自称是专家的人找上门来，一个叫罗宾，一个叫泰勒，他们是受奥兰德的委托，专门来协助建造实验室的。既然是父亲亲自挑选的人，塔内西亚自然没什么好怀疑的。他礼貌地请两人入座，开始仔细审阅那份选址名单。毕竟这个实验室是他接下来最重要的底牌。为了保证研究不被打扰，罗宾特意避开了喧闹的市区，同时也考虑到了往返的便利性。看着地图上圈出的几个位置，塔奈西亚一眼就相中了郊外那块地。虽然罗宾担心路程太远不方便，但对塔内西亚来说，这个距离刚好能避开所有眼线。既然地点定好了，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设计图了。看着手里那些中规中矩的方案，塔内西亚却一点也提不起兴趣。这些设计实在太普通了，根本达不到他的要求。罗宾有些摸不着头脑，这位大小姐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实验室？塔奈西亚接下来的话直接让在场的两个专家彻底沉默。他不仅要挖一个巨大的地下掩体，还要修满通往外界的秘密通道，甚至连墙体都要能抵御强力攻击。泰勒忍不住开口感叹：您这描述的简直就是一座堡垒。塔奈西亚听完不仅没反驳，反而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没错，他要的就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既然都要大兴土木了，只当个实验室用岂不是太浪费？在皇宫眼皮子底下搞这种工程，要是没拿到正式批文，那可就不是违建这么简单了。这分明是在挑战皇室的底线。塔奈西亚当然知道规矩，
他并不是要造反，只是想把外墙修得厚实点，再顺便挖几条隐蔽的暗道，给自己留个万全的退路。这种事一旦被有心人盯上，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所以他才需要这2个帮手，把这桩见不得光的生意彻底烂在肚子里。外表修得越普通越好，最好能让路人看都不看一眼，只要内部功能齐全就行。既然奥兰德大人都亲自发话了，这2个聪明人自然不敢怠慢，不仅要连夜修改图纸，还得想办法搞到那些特殊材料。看着计划一步步落实，塔奈西亚心里总算踏实了点，只要能避开那个必死的结局，现在费再多心思都值得。就在他心情大好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水声，这动静听起来可不像普通的喷泉，倒像是有人在操纵水流。原来是诺克西亚在练习魔法，看他操控水流的样子，确实很有天赋，但这种高强度的消耗，身体真的吃得消吗？就算天生魔力再充沛，如果不间断的透支体力，早晚会有耗尽的一天。光靠天赋硬扛，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如果能利用魔石作为媒介，把外部能量转化成魔力，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难题？看来研究新型魔力装置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为了不打扰诺克西亚练习，还是先悄悄离开比较好。谁知刚一转身，身后就传来一声清脆的巨响。塔奈西亚赶紧冲了过去，果然出事了。诺克西亚整个人摇摇欲坠，显然是刚才的魔法失控了。原本只是想练习控水，谁知道水流突然暴走，直接震碎了旁边的玻璃。诺克西亚还没反应过来，手臂就被划开了一道口子，伤口还在不停的渗血，必须赶紧止血才行。可翻遍了全身，才发现2个人竟然谁都没带手帕，关键时刻竟然掉链子了。正打算叫女仆过来帮忙，天色却突然暗了下来。还没等他们回过神，一场暴雨就劈头盖脸的砸了下来，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场雨下的真不是时候。诺克西亚现在虚弱的厉害，连最简单的避雨魔法都使不出来，眼看伤口就要被雨水淋到，情况变得越来越棘手。既然找不到止血的东西，那就只能现场取材了。塔纳西亚二话没说，直接撕下了自己昂贵的裙摆。这种时候哪还顾得上什么形象？他动作利索的包扎好伤口，还不忘叮嘱诺克西亚别沾到雨水。为了尽快找人来帮忙，他决定独自冲进暴雨中。这举动让诺克西亚完全没反应过来。回到府邸后，场面乱成了一锅粥。女仆们看到受伤的诺克西亚都吓坏了。塔纳西亚淡定地擦着头发，好像弄湿了这身名贵的礼服，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幸好当时自己就在附近，不然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里，受伤又脱力的诺克西亚该怎么办？刚救完人，还没喘口气，耳朵里就传来了刺耳的闲话。这些女仆竟然在背后嚼舌根，说诺克西亚受伤全是因为塔纳西亚从背后推了一把。他们觉得塔内西亚最近太安静了，肯定是嫉妒人家的天赋，才故意在练习的时候下黑手。真是越说越离谱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谁能忍？塔纳西亚正打算推门进去当面对质，手却在门把手上停住了。现在冲进去吵一架，除了出口气还能有什么用？与其去争论这些没用的，不如省点力气让自己清静一下。正打算当做什么都没听见，一个愤怒的声音却突然响起：谁给你们的胆子，敢在这里胡说八道？诺克西亚竟然主动站了出来，他当众拆穿了那些谎言，告诉所有人是塔内西亚冒雨救了他的命。女仆们还想拿以前的事当借口，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小姐好，却被诺克西亚一声怒喝直接打断。看来我是真的看走眼了，以前总觉得你们是在替我着想，所以那些难听的话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一次你们真的彻底踩到了我的红线，有些事能忍，有些事绝对不行。诺克西亚这次没打算轻易放过，他冷冷地告诉这些乱嚼舌根的女仆，惩罚的事没得商量，现在立刻消失在他面前。门后的塔奈西亚松了口气，本以为这场闹剧总算收场了，只要再等几分钟就能悄悄溜走。谁知道诺克西亚突然开口：塔内西亚，你在对吧？这一下直接让塔纳西亚整个人僵在原地。诺克西亚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他竟然在为女仆的无理道歉，还把责任全揽到了自己身上。这反转让塔奈西亚完全没料到。塔奈西亚表现得非常大度，他直说那些传闻也不全是瞎编，让诺克西亚别再为了这事道歉。不过他还是觉得奇怪，诺克西亚为什么要一个人躲起来练习？得到的回答竟然是怕女仆们看腻了。这种过分的体贴反而让人觉得有点心疼。更离谱的是，这种枯燥的练习竟然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全是为了那个研讨会。塔奈西亚突然反应过来，在原著小说的剧情里，所谓的研讨会其实是异能者的顶级盛会，不仅规模宏大，更是各国天才展示实力的舞台。而诺克西亚就是全场的焦点，他被公认为最有潜力的天才，进步速度快得惊人，所有人的眼睛都死死盯着他。塔内西亚这才反应过来，为什么他要拼了命地练习，甚至不惜让自己受伤？天才的名号背后全是沉重的代价。他忍不住轻声感叹，一直要保持这么优秀，一定很累吧？可诺克西亚只是淡淡的回答，没关系，我已经习惯这么做了。这种理所当然的态度才最让人心疼。看着眼前这个懂事的让人心疼的女孩，塔纳西亚忍不住伸手摸了摸她的头。这突如其来的亲密让诺克西亚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甚至小声确认是不是在摸自己的头。塔纳西亚温柔地给出了肯定，他说这是对诺克西亚努力的奖励，也是为了感谢他刚才对自己的维护。这份真诚的认可对诺克西亚来说比什么都重要。诺克西亚开心的几乎要跳起来，他紧紧抓着塔奈西亚的手，嘴里不停说着自己现在有多幸福。这种纯粹又直接的快乐
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甜了起来。塔奈西亚看着他，心里却在默默感叹，原本打算和这个女孩保持距离，不想过多干涉对方的人生，可面对这么可爱又真诚的攻势，谁又能真的狠下心不管呢？塔内西亚坐在书桌前，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即将到来的研讨会正是原著剧情大爆发的转折点。按照原本的剧本，诺克西亚会在这里和罗赫尔重逢，甚至连那个痴情的男2号也会在这一天正式露面，这让塔奈西亚陷入了纠结。那两个人现在的关系简直跟仇人没什么区别，真的能放任他们不管吗？可一想到上次舞会因为自己的插手反而把事情搞砸，他还是叹了口气，决定这次干脆什么都不做。瓦尔南一眼就看穿了他在走神，语气里全是嫌弃。当初是谁求着要学魔法工程的？这才刚开始，心思就不知道飞哪去了。塔奈西亚赶紧想找个借口，明明是在担心原著剧情，却只能硬着头皮说是在思考问题。可瓦尔南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直接把话挑明了。这次研讨会他可是评委，要是塔奈西亚敢在那丢人，他绝对不会轻饶。这话听得塔纳西亚整个人都愣住了。研讨会这种顶级盛会，难道自己也要去参加？瓦尔南反倒觉得他问得莫名其妙。作为他的学生，难道还想把自己当成普通人躲起来吗？瓦尔南突然冒出一句：“塔纳西亚是魔法工程的天才。”这话把塔纳西亚听得没反应过来，毕竟他以前从来没夸过人。原来他一直压着没说，是怕塔奈西亚太骄傲。他花了10年才搞明白的东西，他竟然看几本书就学会了，这种天赋确实有点吓人。所以瓦尔南要求他必须去研讨会，而且还要带着那个秘密武器，就是他之前设计的转轮手枪。塔内西亚看着桌上的图纸，心里却有点打鼓。这东西虽然设计超前，但现在还没完全做完呢，真的能拿去见人吗？瓦尔南根本不在乎东西做没做完，他觉得只要把这件武器亮出来，就足够让那帮老家伙彻底傻眼。塔内西亚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老头当初收他当学生，就是为了把他的发明推向全世界。瓦尔南倒是一点也不心虚，他就是想让所有人看看魔法工程到底能有多大的威力。不过这倒是提醒了塔纳西亚，既然必须去参加研讨会，那他就能名正言顺地留在现场，亲眼盯着原著剧情到底会怎么演。既然躲不掉，那就干脆把这件武器做到底。用魔石做的武器有个致命弱点，就是没法一直用下去，就像这把转轮手枪，打完3发子弹就彻底废了。如果想在研讨会上拿得出手，这3枪的威力就必须大到惊人，否则这种半成品根本没意义。到底该怎么加强威力呢？塔内西亚正琢磨得入神，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阿尔斯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无声息地跟了上来，他完全没察觉到有人靠近。塔内西亚满脑子都是武器的事，连路都不看了。要不是阿尔斯坎伸手拦着，他这一下非要撞在柱子上不可。阿尔斯坎看他这么拼，问他是不是又要去找那个老师。塔内西亚点点头，毕竟研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确实没时间闲逛。他顺口提了一句，让阿尔斯坎也提前准备一下，到时候跟他一起去。阿尔斯坎显然没反应过来，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塔奈西亚笑了笑，语气里带着不容拒绝的霸气。既然他是他的护卫，那当然是他去哪，他就要跟到哪。阿尔斯坎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还是乖乖应了下来。塔内西亚本来以为阿尔斯坎还会像以前一样拒绝，没想到这次他答应的这么干脆。阿尔斯坎倒是很坦然，既然是大小姐的命令，他哪有拒绝的余地。就在塔纳西亚准备出门的时候，阿尔斯坎突然问了一句：“今天能不能早点回来？”这让塔内西亚有点纳闷，平时他可从来不打听这些，怎么今天转性了？结果阿尔斯坎低声提醒：“今天是布雷洛夫夫人的忌日。”塔内西亚一时间没对上号，这个称呼听着实在有点陌生，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阿尔斯坎口中的这位夫人夏洛特，就是他父亲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也是他和诺克西亚的亲生母亲。原来今天是他的忌日，难怪家里气氛不太对劲。每年的这一天，父亲都会消失不见，他肯定又躲在哪个角落喝得烂醉。毕竟作为看过原著的人，塔内西亚比谁都清楚，当年夏洛特到底是怎么死的。那根本不是什么意外，而是一场血淋淋的惨剧，也是父亲这辈子都走不出的噩梦。塔内西亚转头问阿尔斯坎：“父亲现在到底在哪？”此时的奥兰德正独自待在昏暗的房间里，守着一堆酒瓶，试图在酒精里麻痹那段痛苦的回忆。酒精根本压不住心里的苦。奥兰德盯着怀表里的照片，那是他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名字——夏洛特。哪怕已经过去了10多年，当年的那一幕依然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就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他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女孩，保姆的女儿夏洛特。夏洛特主动开口问：“你叫什么名字？”保姆被吓得够呛，赶紧教训女儿不能对少爷没礼貌。可奥兰德根本不在乎这些规矩，他顺手把帽子扣在女孩头上，笑着说：“我叫奥兰德。”那年他8岁，夏洛特才5岁，在大人们面前，他们的装出尊卑有别的样子，可只要四下无人，他们就是最亲密的玩伴。夏洛特几乎占据了他童年的全部，他看着这个抱着泰迪熊的小跟班一点点长大，最后竟然变成了敢拿毛毛虫吓唬他的调皮鬼。时间过得飞快，当年的跟班长成了大美人，在奥兰德眼里，没人比夏洛特更懂他，只要有他在身边，日子好像永远都过不够。可他当时真的太笨了，根本没发现这种习惯性的依赖其实早就变了质。直到那天，夏洛特突然平静地说，他可能快要结婚了。奥兰德整个人都傻了，原来家里已经给他找好了对象，是镇上杂货铺家的儿子。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奥兰德脑子里一片空白，夏洛特竟然要嫁给别人。一想到
她会和别的男人组建家庭，生下长得像那个男人的孩子，她就觉得心里堵得发慌。那时候的她还不明白这种失控的情绪到底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绝不能让那些男人靠近夏洛特。于是她开始暗中搞破坏，她会穿着黑斗篷，在深夜找上那些所谓的相亲对象，先是给点教训让他们滚远点，如果对方不识相，她也不介意动用少爷的权势，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后悔。在他眼里，这些平庸的男人根本配不上夏洛特，可这种疯狂的行为最终还是被夏洛特撞破了。他冷冷地丢下一句：“够了，奥兰德。”夏洛特直接把话挑明了，他说早就知道奥兰德在背后搞鬼，把那些追求者全都吓跑了。如果他是担心自己嫁得不好，那这份关心真的大可不必。奥兰德还想解释，说自己只是为了他好，可夏洛特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语气变得非常冷淡，说自己的生活要自己做主，请奥兰德以后少管闲事。看着眼前这个倔强的女孩，奥兰德才发现夏洛特从来不是谁的附属品，她那种由内而外的坚韧反而让他陷得更深。也就是在这一刻，他终于明白心里那种奇怪的感觉到底是什么了。承认错误并不容易，奥兰德终于坦白了，那些幼稚的行为全是因为害怕。夏洛特还没反应过来，他就已经把心里最深处的秘密全都掏了出来。他说自己根本没法想象没有夏洛特的生活该怎么过，只要想到她会嫁给别人，那种痛苦就让他无法忍受。面对一脸茫然的夏洛特，奥兰德终于说出了那句藏了很久的真心话，他在意她，比任何人都要在意。可夏洛特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觉得他在开玩笑，他让他别闹了，这一点都不好笑。奥兰德急坏了，他怎么可能拿这种事开玩笑？眼看夏洛特要走，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拽，想让他听自己解释。可夏洛特却突然变了态度，他用力甩开他的手，冷冰冰地喊了一声少爷。夏洛特的话非常刺人，他大声质问奥兰德，难道真的以为两人能在一起吗？他们早就不是小孩子了，现实的鸿沟就摆在面前。奥兰德沉默了，他意识到夏洛特说的没错，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身份的差距就像一道墙，时刻提醒着他们，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少爷，一个只是卑微的佣人。看着夏洛特眼里的决绝，奥兰德终于清醒了，以前只想着去破坏他的相亲，现在看来简直蠢透了。他终于意识到真正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了。奥兰德让夏洛特等他，他发誓要变得足够强大，强大到没人敢对他们的感情指手画脚。他要让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他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这是他给出的承诺。说到做到，奥兰德继承了侯爵之位，他疯狂扩张家族生意，硬是把布雷洛夫家变成了整个领地最顶尖的豪门。奥兰德拼了命地往上爬，就是为了能名正言顺地娶夏洛特。可夏洛特还是在犹豫，他说奥兰德身边多的是名门千金，如果选了他这么平凡的人，以后一定会后悔。奥兰德没有废话，直接从背后一把将他搂进怀里。他说夏洛特完全想错了，如果这辈子放开他的手，那才是他最后悔的事。就在那个落日下，他们迎来了彼此的初吻。奥兰德一直把夏洛特当成宝贝一样宠着，生怕他受半点委屈。终于，他等到了夏洛特穿上婚纱的那一天。结婚那天，奥兰德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后来他们有了孩子，生活圆满的让他别无所求。他以为这辈子就能这样和夏洛特一起慢慢变老。满地的鲜血刺痛了他的眼，夏洛特虚弱地唤着他的名字，奥兰德发疯似的抱住他，不停地安慰说医生马上就到，让他一定要撑住。可是任凭他怎么呼喊，怀里的温度还是在一点点消失，原本美满的家就在这一夜彻底崩塌了。就在奥兰德外出公干的几天里，家里竟然闯进了不速之客。等他拼命赶回家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夏洛特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他伸出手，最后一次摸了摸奥兰德的脸。他说只要他答应一件事，一定要照顾好他们的孩子，照顾好塔纳西亚和诺克西亚。奥兰德根本无法接受，他大声反驳着，让夏洛特不要再说这种丧气话。他甚至拒绝许下那个承诺，因为一旦答应，就意味着他承认对方要离开了。可看着怀里的人越来越虚弱，他只能死死抓着那件被血染红的衣服，最后还是妥协了。他轻声答应着，一定会把2个女儿抚养长大，哪怕身边再也没有他的陪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承诺，如果不是为了塔奈西亚和诺克西亚，在那一天，奥兰德早就跟着他一起走了。哪怕已经过去了10年，奥兰德还是忘不了那一刻，夏洛特在他怀里彻底冷掉。这种痛苦根本不是时间能冲淡的。他这些年一直在找那个凶手，可对方就像消失了一样，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留下。如果能亲手报仇，他也不至于沦落到整天借酒消愁。能躲过他这么多年的追查，对方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小贼，甚至身份地位可能高得吓人。到底是谁能在他眼皮子底下藏这么久？正想着，大门突然被人推开了，泽恩就这么直接闯了进来。奥兰德盯着这位不速之客，他可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允许这家伙进屋了。泽恩完全没理会屋里的低气压，他端着餐盘走过去，直言不讳地提醒奥兰德，酒喝的实在太多了，这可不像他平时的作风。奥兰德现在只想把自己灌醉，他觉得这点酒根本不够，甚至对送来的食物感到厌烦。他冷冰冰地回了一句，自己从来没吩咐过厨房做这些。可泽恩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彻底没词了。原来这些东西全是塔纳西亚专门交代的，他担心父亲空腹喝酒会难受，才特意嘱咐厨房准备了点心。听到是女儿的意思，奥兰德一下子沉默了。他原本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在痛苦，却没发现塔纳西亚一直在默默关心着他。自从失去夏洛特以后，他觉得日子过得跟在地狱里没区别，可他却忽略了塔纳西亚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长成了一个这么体贴的孩子。
原来这些年一直都是他在让女儿操心。平时这个家里总是冷冷清清，奥兰德忙着生意，诺克西亚又爱睡懒觉。但每年的这一天，全家人都汇聚在一起吃早餐，因为昨天是夏洛特的忌日。奥兰德看着2个女儿，难得他们今天都起得这么早。奥兰德主动开口了，他谢谢塔奈西亚昨晚送去的点心，要不是那盘食物，他恐怕又要空腹喝一整晚的闷酒。塔奈西亚轻声回应着，他只是不想看到父亲那么消沉。接着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下次父亲想喝酒的时候，能不能带上他一起？奥兰德显然没料到女儿会这么说，他一直以为那些痛苦只能由自己一个人扛着，却没想到女儿已经准备好要走进他的世界了。塔奈西亚提议等他成年了，就陪父亲好好喝一杯，毕竟2个人总比1个人闷着强。可年纪最小的诺克西亚却当真了，他特别担心父亲的身体，觉得喝酒这事儿一点都不健康。塔内西亚赶紧老气横秋的解释，说人生总有需要借酒消愁的时候，等诺克西亚长大就明白了。这话一出口，奥兰德觉得有点不对劲，他开玩笑问塔内西亚，怎么听着像是个老酒鬼在说话？塔内西亚心里暗叫不好，差点忘了自己现在的人设。好在奥兰德并没有打算深究，他看着女儿那副认真的模样，心里那块冰似乎彻底化了。他笑着答应了女儿的提议，说明年一定一起喝一杯。诺克西亚一看这架势，也赶紧举手表示要加入。既然2个人比1个人好，那3个人肯定更热闹。听着耳边的欢声笑语，塔奈西亚心里却有些感慨，这种被家人环绕的感觉，是他前世想都不敢想的。在那个孤独的旧世界里，他从来都是孤身一人，守着空荡荡的房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家。虽然脑海里偶尔会闪过原主小时候那些模糊的画面，那是塔内西亚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哪怕只是零星的碎片，对现在的他来说也格外宝贝。刚重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满脑子想的只有生存，只要能活下去就够了。可看着眼前这些真切的笑脸，他第一次觉得活着似乎有了不一样的意义。除了活下去，塔纳西亚现在有了新的目标，他要查清楚母亲夏洛特去世的真相。虽然他看过原著小说，但直到他穿越过来，故事都没写到凶手是谁，这说明背后的势力远比想象中更可怕。为了自保，也为了复仇，他必须把那个跨时代的武器造出来。只有掌握了绝对的力量，才能在暗流涌动中活下来。阿尔斯坎端着茶走了过来，打断了他的思绪。塔奈西亚并没有打算瞒着他，直接把手里的图纸递了过去，想听听他的意见。阿尔斯坎看着手里的图纸，这种设计他还是头一次见。虽然拿着轻便，但他一眼就看出了问题。这小东西真的有杀伤力吗？塔内西亚也知道威力是硬伤，他解释说，这把枪的核心是靠火属性魔石引发爆炸，只要能把火力提上去，它就是最致命的武器。阿尔斯坎听完若有所思，他突然提出了一个新思路，既然火不够大，那为什么不加点东西让它翻倍？阿尔斯坎提议加1颗风属性魔石。塔纳西亚停顿了一下，还要再塞1颗进去。他很快就反应过来，自己之前确实钻了牛角尖。这把枪的空间非常有限，确实只能放下1颗魔石。如果只靠火属性，威力很快就会碰到天花板。但要是把火魔石和风魔石各切一半，利用封住火势的原理，杀伤力绝对会成倍增长。他之前光顾着琢磨枪的设计，竟然把魔石组合给忘了。塔纳西亚兴奋地叫出阿尔斯坎的名字，这简直是帮了他大忙。塔内西亚实在太兴奋了，直接冲过去抱住了阿尔斯坎，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还大声夸他简直是个天才。阿尔斯坎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他显然没预料到这个平时很有主见的大小姐会突然做出这么亲密的举动。阿尔斯坎半天没回过神，他显然还没适应这种距离。他低声追问，是不是真的找到了解决办法？塔奈西亚笑着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困扰已久的火力问题终于解决，这把枪总算能做出来了。阿尔斯坎低声回应，只要能帮上忙就好。塔纳西亚赶紧退后几步，连声道歉，担心刚才的拥抱让他感到不适。阿尔斯坎看起来倒是不怎么在意，反而更关心另一件事，既然技术难题已经解决了，是不是就不用总去找那位老师了？塔内西亚给出了肯定的答复，等把资料送过去交代清楚，确实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用再去了。阿尔斯坎直言这是个好消息，虽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塔内西亚还是发出了邀请，下午能不能陪他去一趟实验室？毕竟东西太多，他一个人可搬不动。阿尔斯坎答应得很干脆，只要能跟在他身边，这种苦差事他显然乐在其中。塔内西亚一路小跑，催促阿尔斯坎快点跟上。还没进门，塔内西亚就兴奋地喊起了老师。瓦尔南显然没料到他会这时候过来，塔纳西亚顾不上寒暄，直接翻出刚写好的方案，只要精炼火石和风石，火力的难题就能彻底解决。看着这份完美的答卷，瓦尔南满脸都是欣慰，直夸他是自己最得意的学生，甚至亲昵的伸手去碰他的脸。这一幕全被身后的阿尔斯坎看在眼里，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瓦尔南像往常一样摸了摸他的头，这本是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可旁边的阿尔斯坎却一直盯着那只手，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察觉到这股视线，瓦尔南好奇地打听起这个年轻人的身份。塔纳西亚赶紧介绍说，这是他的随从，因为今天要搬的东西实在太多，才特意带他过来帮忙。阿尔斯坎表现得十分尽职，低声询问这些书该放在哪里。得到指令后，他便安静地走向那个空书架，像个真正的侍从一样开始忙碌。话题很快转回了正事上，既然方案已经敲定，接下来就是实际制作的阶段了。塔纳西亚拿出一份关于金属材料的构思，想听听老师的专业建议。两人对着图纸聊得热火朝天，完全沉浸在技术突破的喜悦中。
而阿尔斯坎一边整理着书架，一边默默注视着这一切。塔奈西亚还在兴致勃勃地讨论，完全没注意到身后的气氛已经变了。瓦尔南显然感觉到了不对劲，这种如芒在背的视线让他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只能趁着空档凑到塔纳西亚耳边。他压低声音问塔纳西亚：“你这个随从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盯着我瞧，那眼神简直要把人给生吞活剥了。”瓦尔南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塔内西亚平时没让他吃饱饭，不然怎么会散发出这么恐怖的杀气？塔纳西亚赶紧小声辩解，说自己平时对他可好了。可看着阿尔斯坎那副沉闷的样子，他心里也泛起了嘀咕：难道是这实验室让他不舒服了？等正试谈完，坐上马车，塔奈西亚试探着问他，觉得老师的实验室怎么样？是不是比想象中要小很多？阿尔斯坎却一脸严肃，说那里又挤又乱，根本配不上他的身份。塔内西亚听完反而笑了，说那种乱糟糟的环境其实挺让他放松。他看着阿尔斯坎的侧脸，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看来你真的很不喜欢那个地方啊。阿尔斯坎一下子没接上话，显然没料到会被他看穿心思。塔内西亚看他一路上都闷闷不乐，还以为是搬书太累了，赶紧安慰说下次不带他去了。谁知阿尔斯坎根本不在乎这个，他只在意如果自己没跟去，他是不是就要和那个男人独处了。看着他这副较真的样子，塔内西亚一时间还没转过弯来，阿尔斯坎却突然沉默了，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酸味。他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不是喜欢那个老师？”这突如其来的质问让塔内西亚整个人都愣住了，他赶紧解释说这太荒唐了，可阿尔斯坎却越说越委屈：“你们两个看起来实在太亲密了。”他开始细数刚才看到的细节，那个男人又是摸你的头发，又是凑在你耳边说悄悄话，这哪像是正常的师生关系？阿尔斯坎还在那不依不饶，说他刚才跟老师说话时眼里全是光。塔奈西亚简直要被气笑了，直接提醒他老师都50多岁了，难道自己会放着同龄人不喜欢去喜欢一个老头子吗？他无奈地叹了口气，解释说自己对他只有对长辈的尊重。这离谱的猜测要是让老师听到，估计都要笑掉大牙了。可阿尔斯坎还是冷着一张脸，显然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闷声闷气地憋出一句，说那个男人站得实在太近了，而他竟然一点都没有躲开。塔纳西亚这下总算听明白了，绕了这么大一圈，原来他根本不是讨厌那个实验室，他真正在意的是那个离塔内西亚太近的人。这种莫名其妙的占有欲让气氛变得越来越微妙了。阿尔斯坎终于说出了实话，他说自己一旦情绪激动就很难控制住体内的力量。他慢慢摊开自己的手掌，塔奈西亚这才发现他的手指竟然已经变成了钢铁。原来从刚才在实验室开始，他就已经因为情绪失控变成了这样，这显然不是普通的闹脾气。塔纳西亚简直不敢相信，他竟然是因为这种事在吃醋。仅仅是看到自己和老师走得近，他就已经失控到了这种地步。他一直知道阿尔斯坎很忠诚，却没想过他的占有欲竟然这么可怕。塔纳西亚这下真的意识到危险了。阿尔斯坎如果控制不住这股力量，不仅是他，身边所有人都会被卷进去。为了稳住这个随时会炸的火药桶，他只能答应以后会和别人保持距离。听到这个承诺，阿尔斯坎显然有些意外。塔纳西亚接着解释说，他也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但他也必须想办法控制住脾气，总不能每次吃醋都搞出这么大动静。阿尔斯坎无奈地叹了口气，说控制力量哪有那么容易。塔内西亚看着他，语气变得温柔了许多，说自己会想办法帮他一起面对。阿尔斯坎顺势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说如果自己以后真的学会了控制力量，能不能要一个奖励？塔内西亚显然没反应过来。阿尔斯坎盯着他，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要认真，就像在等待一个最重要的承诺。塔纳西亚顺口问阿尔斯坎想要什么，阿尔斯坎却突然沉默了，这种欲言又止的样子总让人觉得他想要的奖励不简单。看他这么犹豫，塔内西亚觉得这人平时也不像是个贪财的主，干脆直接放话，只要能把能力控制好，想要什么奖励他都给。谁知道阿尔斯坎却反问，如果他想要的东西非常珍贵呢？这话听着可不太对劲，塔内西亚甚至开始担心对方是不是想要他的命，但既然大话已经说出去了，只能硬着头皮让他先记在账上。阿尔斯坎没再多说什么，只是看着窗外淡淡的答应了。实验室的设计图终于搞定了，为了绝对保密，每个暗道都找了不同的专家，除了负责人，没人知道这里的完整布局，甚至连图纸都会在完工后销毁。虽然塔奈西亚跟这个负责人还不算熟，但既然是父亲介绍的人，他选择相信这份眼光，直接拍板让工程立刻启动。对方还准备了一手绝活，外面看着是普通砖墙，里面却要用一种叫不可摧毁的矿石，专门用来打造最坚固的地堡。看来这地方以后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塔内西亚对这个方案很满意，他不差这点时间，只要最后出来的结果足够完美，这间实验室就是他最稳妥的底牌。实验室那边已经热火朝天的干上了，他这边也没闲着。为了赶在研讨会之前拿出成果，他没日没夜地改进设计，连魔法石的提炼都要亲力亲为。等所有的零件全部到齐，瓦尔南让他把东西组装起来，这可是最关键的一步，能不能成全看这一下了。好不容易忙完手头的活，门外突然传来了动静，谁也没想到阿尔斯坎竟然在这个时候找了过来。瓦尔南主动跟他打招呼，结果这小子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连句客气话都没有，气得瓦尔南在心里直犯嘀咕，这孩子怎么一点礼貌都不讲。
最后一块魔法石稳稳嵌入核心，这件折腾了许久的武器终于成了。所有的心血在这一刻总算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成品。瓦尔南在一旁由衷的祝贺他，毕竟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件杰作。虽然塔纳西亚一直谦虚，说是老师教得好，但谁都看得出来他在魔法机械上的天赋确实惊人。不过光好看可没用，实战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瓦尔南早就提前清空了后山，专门给他腾出了个隐秘的靶场。现在万事俱备，就看这把枪的威力到底能不能惊艳全场了。真到了要开火的时候，塔内西亚心里反而有点打鼓，万一这玩意儿第一发就炸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阿尔斯坎看出了他的顾虑，主动提出要替他试枪，毕竟这是第一次实测，谁也保不准会出什么意外，他可不想让他冒这个险。见他还在犹豫，阿尔斯坎凑到耳边低声提醒了一句：“别忘了他的身体很特殊，就算真的炸了，他也能瞬间变得像钢铁一样硬，根本伤不到他一点皮肉。”既然他都这么说了，塔内西亚也只好把武器交了过去。不过在开火之前，还得先完成最后一步，用鲜血在魔法石上留下印记。阿尔斯坎没有犹豫，直接咬破手指滴了上去。随着魔法石发出一阵红光，这件危险的武器终于要露出它的真面目了。既然要是枪，姿势必须得标准。塔内西亚耐心地纠正他的握法，告诉他要伸直双臂。为了让他找准感觉，他甚至直接贴在他身后，手把手地教他怎么瞄准。这种近距离的接触让阿尔斯坎稍微停顿了一下，但他很快就调整好了状态，低声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为了安全起见，他还是让塔内西亚先往后退几步，毕竟接下来的动静谁也预料不到。随着塔内西亚退到安全距离，阿尔斯坎深吸一口气，整个人瞬间进入了战斗状态。他稳稳地举起枪，目光死死锁定了远处的靶心。扳机被扣下的那一刻，四周安静的有些可怕，老师和塔内西亚都定定地看着，等待着那个最终的结果。紧接着就是一声巨响，狂暴的能量瞬间冲破魔法阵，像一道划破黑夜的流星，带着毁灭的气息呼啸而去。谁也没想到威力会这么大，远处的靶子瞬间被火光吞没，连一点残渣都没剩下。烟雾还没完全散去，老师已经乐开了花，他兴奋地大喊着，只要把这东西带到研讨会上，绝对能让那帮老家伙看傻眼。可塔奈西亚根本没心思管什么名誉，他第一时间冲到阿尔斯坎面前，急切地询问他有没有受伤。阿尔斯坎安慰他说，武器运行很完美，没有任何故障。听到这话，塔纳西亚直接急了，他一把抓住了阿尔斯坎的胳膊，谁在乎那把破枪啊？他问的是人有没有事。阿尔斯坎赶紧稳住心神，解释说只是被刚才的后坐力吓到了。可塔奈西亚根本不放心，非要检查他有没有受伤。还没等两人多说几句，瓦尔南就兴奋地冲了过来，对着塔奈西亚就是一通夸奖，甚至还想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谁能想到塔纳西亚反应极快，一个闪身直接躲了过去。他二话不说，拉起阿尔斯坎就走，只留下瓦尔南一个人在原地发懵。面对瓦尔南的抱怨，塔奈西亚头也不回地对了回去。她早就不是那个撒娇的小女孩了，现在的她眼里可装不下这些虚伪的夸奖。阿尔斯坎忍不住开口问他，刚才为什么要故意躲开老师？塔内西亚的回答却让他当场定住。他说是因为记得阿尔斯坎不喜欢，所以才刻意和别人保持距离。原来他一直把自己的话放在心上，这种被人在意的感觉让阿尔斯坎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这才意识到塔奈西亚远比他想象的更在乎他。塔奈西亚还在担心他的手腕疼不疼，阿尔斯坎赶紧摆手说没事。比起这点小伤，他更惊讶于塔奈西亚制造的武器，那种小巧却威力惊人的力量。他由衷地感叹了一句，你真的太了不起了。这突如其来的直球夸奖让塔内西亚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两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阿尔斯坎终于看懂了，他为了做出那件厉害的武器到底付出了多少心血。他由衷地佩服这股劲头。塔奈西亚有些不敢相信，轻声问了一句，是真的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心里别提多开心了，因为他最清楚阿尔斯坎从来不会说违心的漂亮话，能得到他这么直白的夸奖，这种感觉真的太好了。刚才那股紧张劲儿一过去，塔内西亚立马觉得肚子饿了。阿尔斯坎还是那么守规矩，安安静静地陪在他身边。回到家，奥兰德专门准备了庆功宴，诺克西亚更是高兴坏了，因为这下姐妹俩能一起去研讨会了。奥兰德还像个老父亲一样叮嘱，让他们别在乎名次，只要玩得开心就行。可塔纳西亚心里却另有打算，他去研讨会可不是为了出名，而是想亲眼看看这个世界的剧情到底会怎么演下去。至于那件刚研制出来的秘密武器，就是他这次最好的底牌。奥兰德在饭桌上随口丢了个炸弹，说他也打算去研讨会现场。诺克西亚整个人都听愣了，毕竟这位老父亲以前从不凑这种热闹。其实奥兰德一直是研讨会最大的金主，想去现场也就是一句话的事，但他以前只把这当成权力的博弈，从来没想过要亲自露面。可这次他却说不想错过两个女儿大放异彩的时刻。看着眼前这个温柔的父亲，塔奈西亚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因为只有他知道原著的走向。在那本书里，奥兰德并不是什么合格的父亲，他满脑子只有帮亡妻报仇这一件事。虽然他心里也爱着女儿，但那份爱早就被仇恨折磨得变了形状。看着奥兰德现在的笑容，塔纳西亚心里感触很深。在原著那个冰冷的故事里，他从来没给过女儿任何关注，这种被父亲偏爱的感觉，他前世想都不敢想。那时候他没有家人，更不知道被父母关心是什么滋味。现在听到父亲要去现场支持，他心里那股劲儿一下子就上来了。这种被人在乎的感觉，真的让他充满了动力。诺克西亚
也在旁边跟着起劲，嚷嚷着要让父亲更骄傲。奥兰德却只是温柔地笑了笑，说只要他们玩得开心就好，他早就已经为他们感到自豪了。听着这句简单的话，塔内西亚轻声说了句谢谢，这一刻他才真正有了家的感觉。研讨会这一天终于到了，门口整整齐齐停着2辆马车。诺克西亚还有点不解，怎么姐妹俩还要分开走？塔内西亚随口找了个借口，说这次带的东西实在太多，其实他只是想一个人静静。马车摇摇晃晃地出发了，塔内西亚坐在车里，开始在脑子里过一遍名单，除了妹妹和罗赫尔，原著里还有谁参加过这场聚会？就在他努力搜寻记忆的时候，女仆泽林突然提到了一个名字，莱安娜小姐也会出席。这个名字一出来，塔内西亚立刻警觉了起来，这个变数的出现会不会彻底打乱他的计划？塔内西亚这才意识到，既然莱安娜也有元素能力，那她出现在研讨会也是理所应当。只是想起2人上次见面的场景，那场面确实不太好看，车厢里的气氛突然变得很微妙。泽林和阿尔斯坎都低着头不说话，塔内西亚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心思，故意笑着问了一句：“你们是怕我和他再打起来吗？”泽林赶紧摆手否认，说大小姐肯定不会那么冲动。可还没等他把场面圆回来，旁边的阿尔斯坎却冷不丁接了一句：“没错，我确实很担心。”这一下直接把塔纳西亚给整沉默了。看来在阿尔斯坎心里，他和莱安娜简直就是2个火药桶，只要碰在一起准没好事。阿尔斯坎还在那儿自我反省，觉得是因为自己才让他们俩闹得那么不愉快，甚至还想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塔内西亚直接打断了他，他说自己一点都不后悔那天吵了架，让他别在那儿瞎操心了，而且他根本不在乎对方会不会找麻烦，甚至心里还有点期待，如果那个女人真的敢再来挑衅，他一定会让对方好好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后悔。塔内西亚刚一现身，周围的闲话就没停过。在这些贵族眼里，他只是那个没天赋的累赘，是靠着家里的关系才混进来的。这些刺耳的话他全听见了，但还没等他计较，身边的阿尔斯坎先动了真格，那样子像是要把嚼舌根的人全处理掉。塔内西亚赶紧叫住他，阿尔斯坎这才收敛了杀气。塔内西亚低声告诉他，自己根本不在乎这些流言。阿尔斯坎根本咽不下这口气，塔内西亚却比谁都紧张，要是他在这里失控动用能力，场面就真的没法收拾了。他赶紧拽住阿尔斯坎，让他别去理会那些废话，甚至直接拿出了命令的口吻，强行把他带离了现场，直到周围彻底安静下来，他才敢停下脚步。只要听不见那些流言蜚语，这颗定时炸弹总算能消停了。阿尔斯坎突然冒出一句：“你这简直是在耍赖！”塔内西亚听得一头雾水，明明是为了让他清静才带他出来，这怎么就成耍赖了？阿尔斯坎话到嘴边又没说出口，其实是因为他一出现，他的注意力就全被勾走了，根本没心思去管那些流言蜚语。塔内西亚倒是看得很开，他劝对方没必要为这种事生气，毕竟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需要靠别人的嘴来定义，只有他自己说了才算。塔纳西亚这心太稳得不行，既然是正大光明进来的，就没必要被那些酸话影响。他还反过来叮嘱阿尔斯坎，让他也挺起胸膛，别露怯。阿尔斯坎听完一点都不意外，他太了解这个女人的脾气了。不过温馨的叙旧到此为止，真正的考验马上就要来了。在研讨会正式开始之前，每个人都要进行魔力测试，这可是要把所有人的天赋直接摆在明面上公开对比，谁是天才，谁是草包，一试便知。诺克西亚第一个走向测试台，作为公认的天才少女，全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她。随着她慢慢靠近，测试时一下子爆发出了强光，魔力等级竟然达到了最高峰，这种天赋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塔内西亚在台下看得很欣慰，真不愧是她最骄傲的妹妹。不过天才的表演刚结束，压力就全给到了下一个人，轮到莱安娜上场了。全场的氛围瞬间变得有点微妙，大家都在等着看她能不能接住这泼天的富贵。莱安娜一步步走向测试台，每走一步都显得格外沉重。就在她靠近的那一刻，测试时再次发出了光芒。莱安娜的测试结果平平无奇，跟小说里的剧情一模一样。塔内西亚还没来得及多想，测试官就喊到了他的名字。这种万众瞩目的时刻，确实让人感到不小的压力。他正准备走向测试台，身后却传来了阵阵讥笑。莱安娜正带着一群人指指点点，在他们眼里，塔内西亚根本没资格站在这里，一个连元素能力都没有的人，测试魔力纯粹是自取其辱。周围的冷言冷语越来越过分，全都在等着看他怎么收场。面对这些刺耳的嘲讽，塔内西亚只是平静地走上前。莱安娜还在那阴阳怪气，说塔内西亚来参加研讨会纯粹是凑数的。诺克西亚实在听不下去了，当场站出来替姐姐说话，质问对方为什么要这么针对。面对这种当众挑衅，塔内西亚反而表现得很淡定，他轻声安抚住担心的妹妹，然后独自走向了测试台。既然大家都想看他的笑话，那就干脆让他们看个够。随着他站上测试位，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可测试10半天都没动静，莱安娜这下可逮着机会了，直接笑出了声，嘲讽他果然一点魔力都没有。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丢尽了脸时，塔内西亚却突然回过头，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莱安娜完全搞不懂为什么塔内西亚还能笑得这么从容，这种反常的反应让他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塔内西亚看着还在强撑的莱安娜，趁现在还能笑就多笑一会儿吧，等真正压轴的东西亮出来，莱安娜恐怕连哭都找不到地方。
测完魔力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元素展示才是重头戏，能不能翻身就看这一回了。诺克西亚站到了台前，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看他比起上次到底有没有进步。控水对他来说已经驾轻就熟，他直接把全场的气氛推向了最高点，这股力量确实让人没法小看。这一招确实漂亮，全场都被诺克西亚的表现惊艳到了，看来他这次是有备而来，直接拿下了开门红。压力现在全给到了莱安娜这边，前面表现的这么完美，他要是接不住，那可就真成了全场的笑话。轮到他上场了，虽然动作看起来挺像回事，但比起刚才那种游刃有余，他这一下显然使得非常吃力。莱安娜总算松了一口气，好在最后还是稳住了。听听这全场的欢呼声，他这关算是勉强闯过来了。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才是重量级，塔奈西亚可不是来比拼传统魔法的。作为魔法工程领域的天才，他带来的东西绝对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他从腰间掏出了一个奇怪的小玩意，这东西叫 K01，是他亲手研发的新型武器，银色的金属质感看着确实挺精致。可底下的人全都在小声嘀咕，这么个巴掌大的东西也能叫武器？台下的议论声越来越难听，有人觉得这东西就是浪费钱，甚至怀疑布雷洛夫家在以权谋私，把一个没本事的人塞进这种场合。这些话全传进了当事人的耳朵里。作为父亲，他怎么可能容忍别人这样诋毁自己的女儿？他直接叫来了身边的泽恩，把刚才乱说话的人全都记下来。等这场活动一结束，他要让这些人知道乱说话的代价。刚才还聊得起劲的那几个人，现在连大气都不敢喘，这下是真的踢到硬骨头了。瓦尔南老师这眼神也太热切了，隔着这么远都能感觉到他的期待。看来他对塔纳西亚的新发明那是相当有信心啊。侍从指了指远处的靶子，让塔内西亚往那个方向展示一下。可塔内西亚回头一看，心里顿时冒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就用这种薄木板当靶子，他觉得这简直是在开玩笑。这种程度的防御根本配不上他手里这把武器。他直接走到了那块厚重的铁板前，只有这种强度的东西才够资格测试他的火力。莱安娜现在整个人都懵了，他显然没看懂这是什么操作，放着好好的木靶子不打，非要去挑战那块实心铁板。塔内西亚可没打算解释，他只是冷静地举起了手里的武器，没有冗长的咒语，也没有复杂的魔法阵，全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那个小玩意。就在他扣下扳机的那一刻，空气仿佛都凝固了，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狂暴的火焰瞬间吞噬了前方的一切。这哪里是什么精致的小玩具，这简直就是一台移动的战争机器。这一击的威力简直不讲道理，那块厚重的铁板在火焰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瞬间崩碎，整个会场都被这股能量震得生疼。瓦尔南老师倒是淡定得很，他甚至还露出了那种一切都在掌握中的微笑，看来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诺克西亚已经看呆了，这种级别的破坏力完全超出了在场所有人的认知，大家甚至都忘了该怎么反应。最精彩的还是莱安娜，她刚才那股傲气现在全没了，盯着眼前的废墟半天说不出话。硝烟还没散尽，塔内西亚已经收手了，他这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跟刚才那场大爆炸简直判若两人。他正式向全场宣布，这就是他亲手研发的秘密武器，代号 K01。名字听起来挺简单，但刚才那一击的威力已经让所有人死死记住了这个名字。诺克西亚现在满眼都是崇拜，直夸这武器简直是神作。塔内西亚倒是挺谦虚，觉得这不过是随手搞的小玩意。瓦尔南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在那儿显摆个没完。正热闹着呢，泽恩突然出现，说是侯爵大人有请，而且指名道姓，只要见塔内西亚一个人。诺克西亚被留在了原地，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塔奈西亚察觉到了异样，这气氛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诡异？塔纳西亚被单独叫到了书房，奥兰德开门见山问那个威力惊人的武器是不是他做的。塔纳西亚没有否认，直接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虽然早就听说了女儿有才华，但亲眼看到那股破坏力，奥兰德还是被吓了一跳。他说自己很高兴，但更多的是担心，这种杀伤性武器一旦造出来，就意味着战争和流血，总有人会盯上这份才华去干坏事。塔内西亚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哪是在夸他啊，这是在提醒他，他已经成了别人眼里的香饽饽，也是最危险的目标。塔内西亚心里其实早有打算，造出这种大杀器确实会让其他国家感到威胁，但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这次公开展示武器，就是为了给那些蠢蠢欲动的人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知道阿文帝国可不是好惹的。他甚至还给武器加了保险，防止被坏人利用，还承诺以后所有的生产计划都会先跟父亲商量。看着女儿考虑的这么周全，奥兰德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他意识到塔奈西亚比他想象的要成熟得多，这种掌握全局的自信让奥兰德只能感叹，自己的女儿真的已经长大了。塔内西亚倒是挺淡定，觉得武器能让人害怕，说明他的威力确实够强。奥兰德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眼里全是藏不住的骄傲。他亲昵地摸了摸女儿的头，说真的为她感到自豪。塔内西亚轻声向父亲道谢，这一刻的父女温情让他暂时放下了那些算计。果然一回到宴会厅，周围全是窃窃私语的声音，大家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说这就是那个展示大杀器的女人，连那些大人物都被他吓得够呛。塔纳西亚把这些话听得清清楚楚，他能感觉到周围人的眼神彻底变了。以前那些人看他全是嫌弃和鄙视，现在却只剩下敬畏和好奇。这种地位的翻转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看实力的世界，只有掌握了绝对的力量，才能让那些看不起他的人闭嘴。
本来正清静着呢，结果一颗石子突然滚到了脚边。塔纳西亚还没反应过来，就发现自己被人盯上了。他顺着石子滚过来的方向找过去，发现树影底下站着个男人，对方正一脸悠闲地靠在那，显然是故意引起他的注意。最让塔纳西亚纳闷的是，这人居然还戴着个面具，只露出一双红得发亮的眼睛，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危险气息。男人一开口就叫出了他的名字，还直接提到了那件刚出名的武器。塔纳西亚虽然心里犯嘀咕，但面上还是挺淡定的回了一句：“你想干什么？”结果对方自报家门，说他叫德凯恩。听到这3个字，塔内西亚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这人不就是原著里的深情男二吗？按照小说里的剧情，他这会儿应该正忙着跟圣女偶遇呢，怎么会莫名其妙跑来找他？最让他觉得不对劲的是，刚才那颗石子的套路，明明是德凯恩用来搭讪圣女的招数，现在居然原封不动的用在了自己身上，这剧情走向彻底乱套了。放着好好的圣女不去追，这个危险的男人到底盯上他什么了？德凯恩在那不紧不慢地说：“没亲眼看到武器的威力，真是太遗憾了。”这话听着像是在夸奖，其实全是试探。塔内西亚一下子全想通了，在原著小说里，这家伙之所以接近圣女，就是看中了人家的控水能力。毕竟他可不是什么普通人，表面上是商人的养子，背地里却是帝国的私生子，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抢皇位，谁有利用价值，他就去狩猎谁。现在他显然是盯上了威力更恐怖的秘密武器。还没等塔内西亚想出对策，德凯恩突然凑了过来，低声问他在想什么。塔纳西亚心里很清楚，现在的局势非常糟糕，自家帝国夹在2个大国中间，随时都可能被战火吞掉。既然躲不掉，那不如干脆利用这个男人。他主动伸手摸了摸对方的面具，笑着说：“只是觉得这面具挺特别。”其实他心里想的是，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既然毒蛇主动送上门，那就看谁能笑到最后了。德凯恩戴着面具，说是为了隐藏身份，保护安全。毕竟出门在外，总得留点神秘感。塔纳西亚心里清楚得很，这套说辞他早就听腻了。可对方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有点措手不及。他说面具只会在爱人面前摘下，因为那是要成为家人的人。他这是在明着撩拨啊！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攻势，塔内西亚接不住招了。这个男人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塔纳西亚本想客套2句，夸他这套面具理论挺浪漫，谁知这男人竟然不按套路出牌，直接夸他笑起来很可爱。这下可把塔内西亚给整不会了。这种夸奖他还是头一回听。正当他想随便找个借口敷衍时，对方却突然凑了过来。他说比起可爱，其实他更像是……眼看气氛就要变得不对劲，救星终于出现了。阿尔斯坎及时赶到，直接打断了这暧昧的对话。这下塔奈西亚总算能松口气了。阿尔斯坎，这哪里是来寻人的，这分明是来宣示主权的。面对塔内西亚的询问，他盯着那个戴面具的男人，一字一句的承认自己确实担心了。这眼神里的火药味，隔着屏幕都能闻到。为了赶紧带走塔纳西亚，他随便找了个借口，说有人在房间里等他。可德凯恩也不是省油的灯，临走前竟然还得寸进尺，问下次能不能直接叫他的名字。这简直是在阿尔斯坎的雷区上蹦迪啊！塔内西亚道是没想那么多，随口应了一句就转身离开，只留下阿尔斯坎在那死盯着对方。看着2人离去的背影，德凯恩突然低声呢喃了一句，他说比起可爱，塔纳西亚更像是那种会让男人产生征服欲的女人。阿尔斯坎刚才撒的那个谎，一回到房间就被当场拆穿了。泽林一脸无辜的表示，今天根本就没人来找过小姐。这下气氛可就尴尬了，一向办事稳重的阿尔斯坎竟然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塔内西亚虽然觉得有点奇怪，但他现在实在没精力去深究。他直接瘫在沙发上，刚才应付那个叫德凯恩的男人，简直比打一场仗还要累。谁能想到那家伙竟然会那么难缠？泽林的肚子突然不争气的叫了，他尴尬的解释说自己还没顾上吃饭。塔内西亚道是一点架子都没有，直接问餐厅在哪，打算带大家去大吃一顿。这顿饭吃的那叫一个香。泽林感慨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塔内西亚也没忘了旁边的阿尔斯坎，让他也赶紧动筷子。正吃着呢，突然有人找上门来。这位粉头发的赛琳泽小姐开口就提到了塔奈西亚研发的武器，还说自己是从拉根特帝国来的。拉根特帝国的人竟然主动示好，多一个那边的朋友确实没坏处。于是塔内西亚爽快地答应了对方的邀请。塔内西亚打算出去透透气，结果刚走没几步就撞见了一群老熟人。莱安娜正带着她那帮小姐妹在餐厅里聊得正欢呢。塔内西亚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几个人之前在研讨会上可是没少跟着莱安娜一起嘲笑她，真是冤家路窄呀。换做别人可能就绕道走了，但塔纳西亚反而停下了脚步，看着这群自以为是的女人，她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玩味的笑。塔内西亚这步子迈得可真准，直接踩在了别人的裙摆上。面对质问，她连头都没回，只是轻飘飘地丢下一句：“这料子插得像地毯一样，我还以为踩在路上了呢。顺便提醒你一句，挡着别人的路真的很没教养。”莱安内刚想跳出来装好人，话还没说完，塔内西亚手里的酒就一滴不剩地全泼在了他身上。既然你觉得我是故意的，那我就做给你看。莱安内气得当场尖叫，塔奈西亚却只是淡定地收回手，随口编了个手滑的烂借口，甚至还反咬一口，说是对方突然说话吓到了他。面对莱安娜苍白无力的威胁，塔内西亚直接贴到对方耳边，语气冰冷的提醒：“比起你以前对我做的那些烂事，我现在已经够温柔了。既然这件便宜货弄脏了，你正好有理由把它换掉，不用谢我，祝你用餐愉快。”塔奈西亚
这一走倒是潇洒，可身后的议论声却炸开了锅。大家觉得他不过是运气好，搞出了个上不了台面的小发明，就开始目中无人，甚至有人怂恿莱安娜去报复。最咽不下这口气的还是莱安娜，那句便宜货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既然塔纳西亚想玩大的，那他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莱安娜已经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既然正主不好对付，那就从他最在乎的人下手。毕竟在这个世界，弄死一个奴隶只需要赔点钱就行。塔内西亚曾经放过狠话，说谁敢动他的人，绝对不只是扇个巴掌那么简单。可这种护短的行为，在莱安内眼里反而是致命的弱点。他一边摆弄着手里的餐刀，一边露出了残忍的笑。既然塔纳西亚让他不痛快，那他就要让那个侍从拿命来抵。第二天一早，塔内西亚准时出现在考场，他现在简直成了社交场上的香饽饽，走到哪儿都有人想跟他聊聊。说白了，全是盯着他手里那款新式武器的代理权。面对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他连客套话都懒得说，直接冷脸拒绝。毕竟他根本没打算把这种杀气随便卖掉。可这帮人就像闻到肉味的疯狗，一个接一个的扑上来。塔内西亚心里烦透了，他终于明白父亲当初为什么那么担心。这种被合同和利益包围的日子，简直比打仗还累。要是换成以前那个年轻冲动的自己，说不定真会被这些天价合同给唬住。但现在的他只想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眼看又有人凑过来搭讪，塔纳西亚二话不说，拎起裙摆转身就跑。塔纳西亚这回是真的失算了，他低估了这帮商人的疯狂程度。为了拿到武器代理权，这群人简直像饿狼一样在后面狂追，甚至连基本的社交礼仪都不要了。就在他快被这股人潮淹没的时候，一只手突然伸出来，猛地把他拽进了旁边的阴影里。那帮追债式的商人还没反应过来，眼前的人影就凭空消失了。他们面面相觑，完全不知道塔纳西亚躲到了哪儿。此时的塔纳西亚正被德凯恩搂在怀里，对方示意他不要出声。塔奈西亚刚想开口向救命恩人道谢，对方却表现的比他想象中还要熟络。德凯恩直接喊出了他的名字，甚至还提醒他是他自己允许这么称呼的。这种突如其来的亲近感让塔内西亚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可德凯恩显然不是为了酗酒才来的，他救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那个代号 K01的秘密武器。眼看塔内西亚想转身离开，他直接伸手拦住了去路。德凯恩接下来的话直接戳中了塔内西亚最想隐瞒的真相。他说：“你之所以死活不肯把代理权交出来，是因为那个武器根本就是个半成品吧？”这下麻烦大了，对方不仅知道他的底细，甚至连他最后的底牌都看穿了。德凯恩一眼就看出了 K01的死穴，成本太高，还没法大规模普及。但这只是他抛出来的诱饵，他真正盯上的是塔内西亚脑子里还没成型的下一件武器。为了抢占先机，他甚至搬出了整个家族的财力来做担保。虽然身为侯爵千金不差钱，但搞这种顶尖的魔法工程确实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谁会嫌手里的研发资金多呢？塔内西亚直接把话挑明了，问他是不是只为了赚钱才投资。德凯恩道也坦诚，毕竟商人眼里永远只有利益。塔内西亚根本不吃这一套，钱他有的是，投资和销量他也完全不在乎，他要的是德凯恩背后的真实目的。这种杀伤性武器一旦失控，后果谁也担不起，他必须搞清楚这些东西会被用在哪，甚至会不会反过来威胁到他的命。德凯恩终于抛出了重磅消息，邻国最近人口接连失踪，甚至有传闻说有人正在秘密制造恐怖的人形兵器。这种传言已经让帝国高层坐不住了。德凯恩要的不是利润，而是能对抗那种怪物的力量。这个理由足够让他点头了吗？既然拉根特帝国要对卡鲁亚开战，那双方的立场就一致了，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塔内西亚终于松了口，表示会认真考虑这次合作。不过这种大事他还得先回去跟家里那位侯爵大人通个气。德凯恩倒也不急，只要能达成目的，多等几天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就在两人准备告别时，阿尔斯坎突然现身，原本轻松的气氛一下子变了味。德凯恩盯着这个男人的眼神里写满了怀疑和警觉，他总觉得在哪见过这张脸，甚至直接开口试探。塔内西亚大方承认了阿尔斯坎的身份，可德凯恩显然没那么好糊弄。一次见面可能是巧合，但接连2次撞见，这事儿绝对没那么简单。还没等他继续试探，瓦尔南突然闯了进来，张口闭口就是亲爱的学生，直接把原本紧绷的气氛给搅黄了。原来是老师找上门了，还要带他去见自家老爹，说是要趁着 K01发布的这股热度，好好聊聊未来的研究计划。塔内西亚正愁没机会跟父亲商量，自然是满口答应。可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德凯恩却凑到阿尔斯坎耳边低语了一句。德凯恩走的倒是干脆，但他刚才留下的那句耳语，显然在阿尔斯坎心里激起了不小的水花。塔纳西亚立刻开口追问，想知道这2个男人到底聊了什么。可阿尔斯坎却表现得支支吾吾，只说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甚至还找了个马生病的烂借口，急匆匆的想要先行离开。这副欲盖弥彰的样子，明摆着就是有什么事情在瞒着。塔纳西亚虽然看出了不对劲，但并没有当场拆穿，只是约他办完事来房间一起吃饭。德凯恩刚才那番话简直就像一把尖刀，直接戳中了阿尔斯坎最隐秘的痛处。别去肖想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这句警告听起来既刺耳又现实，其实这种道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高高在上的贵族大小姐和卑微到尘埃里的奴隶，中间隔着的是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就算真的产生了感情，这世上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送上祝福。这种身份带来的绝望感，每天都在疯狂折磨着他的神经。可感情这种事，要是能靠理智控制住就好了。即便知道前面是万丈深渊，他心里的那份执念，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重。既然已经清醒的沉沦了，那接下来的每一步，他都只能在刀尖上行走。阿尔斯坎本想低调行事，可麻烦还是主动找上了门。莱安娜带着一群人拦住了去路，开口就叫出了他的名字。他只是礼貌地问了一句有什么事，却直接捅了马蜂窝。在这些高傲的贵族眼里，奴隶只需要随叫随到，根本没资格开口提问。莱安娜的话说得极其难听，字里行间全是赤裸裸的羞辱，仿佛在他面前，阿尔斯坎连个活人都算不上。还没等阿尔斯坎反应过来，身后的黑影已经举起了木棒。这根本不是什么口头训诫，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暴力。奥兰德突然提到，伊格西昂企业想投资魔法研究，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塔内西亚看得很透彻，拉根特帝国早就盯上了魔法武器，这块肥肉谁都想咬一口。原来父亲早就察觉到了，各方势力都在暗中较劲，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既然有人愿意出钱，那就先把这笔支持拿下来。瓦尔南看得很明白，生意人最擅长未雨绸缪，毕竟塔内西亚做出的武器，只要不瞎都能看出他的潜力。奥兰德也在权衡利弊，光有钱造出来还不够，还得有个靠谱的渠道卖出去，省得那些杂七杂八的人天天来烦。他觉得伊格西昂是个不错的选择，能提供最稳妥的支持。可就在准备拍板的时候，他却突然话锋一转，万一这技术泄露给拉根特帝国，那麻烦可就大了。现在的盟友，谁敢保证以后不会变成敌人？既然要合作，奥兰德就没打算吃亏，他想在合同里加点硬条件。塔奈西亚一眼就看穿了重点，核心技术绝对不能转让，这可是保命的底牌，绝对不能落到别人手里。奥兰德对女儿的表现非常满意，甚至还想给她加点担子。他打算把后续的资金管理也全都交给塔纳西亚。这下轮到塔奈西亚没反应过来了，管钱可不是开玩笑的，这等于把整个项目地命脉全都交到了他一个人手里。父亲，这是要彻底放权了吗？塔奈西亚心里感触挺深的，原本以为父亲只是口头支持，没想到竟然给了他这么大的权利。这种被家人认可的感觉，让他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现在心情好的想哼歌，恨不得立刻把这事分享出去。尤其是那个总是默默干活的阿尔斯坎，不知道他这会儿回去了没有。他打算过去碰碰运气，可还没等他走出多远，迎面就撞上了赛琳泽小姐。对方这一脸热情的模样，显然是打算拉着他聊上一阵。这下想去见阿尔斯坎，恐怕得先应付完这场社交了。赛琳泽小姐话锋一转，突然打听起那个黑发金眼的随从。塔纳西亚心里清楚，他说的是阿尔斯坎，可接下来的话却让人心里咯噔一下。赛琳泽一副担心的样子，劝塔内西亚待会儿别太责怪他，说他可能闯了大祸。塔内西亚听得一头雾水，阿尔斯坎平时那么稳重，能出什么事？结果赛琳泽压低声音说，有人看见他被打得满脸是血，还被人强行拖走了。这哪是犯错，这分明是出大事了。塔内西亚再也坐不住了，一把抓住赛琳泽的胳膊，必须把这件事问个明白。塔内西亚这下真的急疯了，追问到底是在哪出的事。而此时的阿尔斯坎正被一群人围着毒打，那一棍子下去，听着都让人觉得疼。可那帮打手不仅没停手，反而还在一边看戏一边嘲笑，觉得他这副身体硬得离谱。阿尔斯坎已经快站不起来了，声音微弱的求他们放手，结果却引来了一阵哄笑。在那些自命清高的贵女眼里，他连开口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莱安娜语气冰冷地问了一句，还记得我之前是怎么警告你的吗？莱安娜一把捏住阿尔斯坎的下巴，语气里全是让人发毛的恶意。他说最喜欢看这种长得帅的仆人在自己面前哭着求饶。可阿尔斯坎是个硬骨头，哪怕被打得满脸是伤，也只是沉默地擦掉嘴角的血，一个字都不肯多说。这种无声的反抗彻底激怒了莱安娜，她冷哼一声，显然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既然拳脚没用，那就换点更狠的手段。他随手一挥，几道寒光直逼阿尔斯坎的喉咙，看他这次还能撑多久。塔内西亚终于赶到了，他根本没打算走正门，直接撞开了挡路的人。旁边围观的贵女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这股气势吓了一跳，甚至有人在背后尖叫着让他停下。可塔内西亚哪里管得了这么多，眼看莱安娜就要下死手，他一个箭步直接冲了上去，只听见唰的一声，鲜血瞬间溅满了地面。谁也没想到塔纳西亚竟然直接扑了过去，用自己的后背硬生生挡下了那道致命的攻击，大片的鲜血瞬间染红了礼服。莱安娜愣在原地，她完全没料到这个高贵的女人会为了一个仆人做到这一步。塔内西亚死死抱住阿尔斯坎，哪怕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也绝不肯松手。莱安娜和众人都被吓傻了，谁也没想到会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在问塔内西亚是不是已经没命了。阿尔斯坎现在什么都听不见，他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让塔内西亚出事。阿尔斯坎体内的力量彻底爆发了，这股蓝色的火焰让周围的人全吓坏了，谁也没见过这种场面。塔纳西亚拼命喊着他的名字，他心里很清楚，绝对不能让阿尔斯坎就这样失控，哪怕自己已经快撑不住了，他也必须把这个男人拉回来。现在的阿尔斯坎简直是个定时炸弹，如果不让他停下来，这里的所有人都要跟着陪葬。塔纳西亚必须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绝不能让他继续攻击下去。感觉到脸上的温度，阿尔斯坎终于找回了一点理智，他试探着问是不是塔内西亚。塔内西亚轻声回答
没错是我。可阿尔斯坎心里的火还没消，他恨那些伤害他的人。塔内西亚只能一遍遍告诉他自己已经没事了。看着阿尔斯坎眼里的光慢慢平复，塔奈西亚轻声问了一句：“现在冷静下来了吗？”阿尔斯坎二话不说抱起塔纳西亚，他现在只想赶紧带他去找医生，哪怕自己身上也全是伤，他也根本不在乎。塔内西亚让他先顾好自己，可这个男人固执的要命。走之前，塔内西亚冷冷地看向那群围观的人，他直接放话：谁要是敢把今天的事说出去，就说是他们用异能袭击了自己。莱安娜当场就懵了，她拼命解释自己不是故意的，可塔内西亚只是亮出了背后的伤口，满身的血迹就是最好的证据。现在谁还会相信莱安娜的鬼话？塔内西亚看着阿尔斯坎脸上的伤，心里全是愧疚，觉得都是因为自己他才受了罪。可阿尔斯坎却表现得非常平静，这点伤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听到这话，塔内西亚心里更不是滋味了。这个男人以前到底受过多少委屈，才会觉得这种伤根本不算事？他突然冒出一句：“就算阿尔斯坎不肯原谅自己也没关系。”阿尔斯坎听得一头雾水，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塔奈西亚轻轻碰了碰阿尔斯坎的脸，想起自己以前对他做的那些错事，也许正是因为那些过去，才让他变得这么卑微。除了道歉，他现在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塔奈西亚特意交代阿尔斯坎，待会儿就说他是自己摔下楼梯的，至于他身上的伤，也得撇清关系，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这是和他失控的力量有关。诺克西亚急着向父亲打听情况，奥兰德说塔纳西亚已经脱离危险，只是需要时间静养，他还让女儿明天再去探望。诺克西亚还是觉得不对劲，奥兰德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塔内西亚和那个随从都坚持这只是一场意外摔伤。奥兰德一眼就看穿了谎言，因为塔纳西亚背上的伤口分明是被某种猛兽的利爪抓伤的。诺克西亚听到这里彻底懵了，摔下楼梯怎么可能留下这种痕迹？奥兰德还是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他叮嘱女儿明天再去问问，毕竟塔内西亚对他这个长辈有防备，但对同龄人或许会说出真相。房间里，阿尔斯坎正沉默地缠着绷带，身上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可更让他混乱的是脑子里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曾经的塔奈西亚冷酷无情，只会把他当成发泄痛苦的工具，可现在的他却像变了个人，甚至会挡在他身前，说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这种极端的反差让阿尔斯坎无所适从，一会儿骂他是连水都端不稳的废物，一会儿又温柔地夸他今天真好看，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他？他已经彻底分不清了。塔内西亚笑得非常灿烂，还不停地夸他是难得的天才。可阿尔斯坎表现得很平静，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只要他能平安无事，自己受再多的伤也值得。”看着他脸上的淤青，塔内西亚心里全是愧疚，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道歉，小心翼翼地碰着那些伤口，想把以前欠他的都补回来。夜深人静的时候，阿尔斯坎独自站在窗边看着远方，心里已经做好了决定，等伤好了就立刻逃走。不仅要逃离这个帝国，更要逃离现在的塔内西亚。他必须尽快离开这里，趁着自己还没习惯这种生活，趁着还没弄丢对自由的渴望。诺克西亚正心事重重地走在走廊里，他很清楚塔内西亚在撒谎，受伤的真相绝对没那么简单，可他更希望对方能亲口告诉他。就在这时，一阵花香扑面来，诺克西亚猛地停下脚步，眼前这个抱着大捧鲜花的男人，竟然是皇太子罗赫尔。罗赫尔也停在了原地，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位尊贵的皇太子突然出现，到底是为了探病，还是另有目的？罗赫尔这副要吃人的样子，到底是在给谁看？诺克西亚可不吃这一套，他凭什么在这摆脸色？两人谁也不肯退让，这气氛简直降到了冰点。旁边的泽林动都不敢动，生怕这火烧到自己身上。这两个人真是够了，为了谁先进门也能吵起来。罗赫尔拿着花飞说自己快了1秒，这胜负欲也是没谁了。诺克西亚更是不甘示弱，亲妹妹见姐姐天经地义，凭什么让一个外人抢先？哪怕你是皇太子也不行。一个拿身份说事，一个拿亲情回怼，这走廊都要被吵翻天了。你们到底是来探病的，还是来拆房子的？塔奈西亚在屋里听着，估计病都要加重了。诺克西亚这嘴是真的毒，直接戳穿罗赫尔，就是个被惯坏的皇太子，根本不懂什么叫让步。罗赫尔哪受过这种气，当场就要拿身份压人，眼看这走廊就要变成战场了。结果泽林这时候探出头来说，塔内西亚让他们两个一起进去，这下好了，谁也别想抢先。两个冤家只能强行同框，这气氛尴尬的都能抠出3房1厅。塔奈西亚这一招真是治得他们没脾气。刚才门口那场大戏，塔奈西亚在屋里听得一清二楚，这尴尬简直要溢出屏幕了。他还得客客气气的打圆场，当个病人也太不容易了。罗赫尔这变脸速度也是没谁了，刚才还吵得不可开交，现在就开始装大度，说自己压根没往心里去。诺克西亚在旁边直接拆台，小声吐槽他就是个撒谎精，这皇太子的面子算是彻底掉在地上了。为了找回场子，罗赫尔又是送花又是送名贵药材，甚至还要把皇宫最好的医生请来，这阵仗是打算把病房变成百货商场吗？塔奈西亚一眼就看穿了，这堆名贵药材后面肯定有猫腻，他直接把话挑明，既然有求于人，就别在这儿绕弯子了。罗赫尔果然没憋好屁，他根本不是来探病的，而是盯上了那项核心技术，生怕这宝贝被卖给敌国。原来这才是他屈尊降贵的真相，在国家利益面前，那点虚伪的关心根本不值钱，这算盘珠子都崩到脸上了。
塔内西亚当场立下保证，绝不会做出损害帝国的事。听到塔内西亚的保证，罗赫尔这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他立马换上一副大方的面孔，许诺了一堆皇室的资源和支持。这变脸速度真是教科书级别的政客。临走前，他还不忘装个绅士，祝塔纳西亚早日康复。可以转头看向诺克西亚，那股子傲慢劲儿又上来了，阴阳怪气的让他好好享受家庭时光。这一声冷哼，简直把嫌弃写在了脸上。罗赫尔前脚刚走，诺克西亚就忍不住吐槽了：“这门摔得震天响，摆明了就是在那儿记仇呢。”他气得直跳脚，觉得这位皇太子简直比小孩还幼稚。塔内西亚在一旁看着，心里却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俩人吵架的样子，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一个比一个爱记仇，一个比一个不服输。诺克西亚还没听清他在嘀咕什么，塔内西亚赶紧打个哈哈糊弄过去。诺克西亚突然一脸严肃，他盯着塔纳西亚身上的伤，问出了那个憋了很久的问题：这伤是不是那个莱安娜弄的？还没等塔内西亚反应过来，诺克西亚就揭开了更残酷的真相。那些像野兽抓痕一样的伤口，他小时候也经历过一模一样的。原来这个莱安娜远比想象中还要危险。诺克西亚的直觉敏锐的让人害怕。塔内西亚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平时看起来柔弱的妹妹，竟然能一眼看穿真相。诺克西亚特意交代要瞒着父亲，看来他也有不想让人碰的伤疤。可塔纳西亚接下来的话，直接让气氛变得不一样了。他不仅承认了莱安娜的事，甚至还要主动找诺克西亚帮忙。这姐妹俩要是真连起手来，那个莱安娜怕是要倒大霉了。塔内西亚终于能离开医院了，简单交代了几句，他正准备上车回府，却在人群中看到了阿尔斯坎。看着他脸上还没痊愈的伤口，塔内西亚心里很不是滋味，毕竟这些伤痕都是为了保护他才留下的。塔内西亚一开口就下了死命令，让阿尔斯坎回府后必须休息，哪怕对方嘴硬说没事，他也完全不听。甚至为了让他彻底放松，塔内西亚特意安排了另一辆马车。这重发自内心的体贴，让阿尔斯坎整个人都愣住了。看着塔内西亚毫不犹豫离开的背影，阿尔斯坎的眼神彻底变了。研讨会总算结束了，塔纳西亚本想趁着休息摆弄下花草，可刚一伸手，背上的伤口就疼得他不得不停下来。这种钻心的感觉让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痛苦如果不亲身经历一次，永远没法真正感同身受。他不由得想起了阿尔斯坎，那个满脸是伤却始终沉默的男人，明明受了那么重的伤，他当时到底是怎么忍下来的？一想到这，塔奈西亚心里比伤口还要难受。原来最折磨人的不是身体上的疼，而是对那个人的愧疚和心疼。以前的塔内西亚简直不是人，竟然拿阿尔斯坎做那种残酷的实验，再加上最近受的这些伤，这个男人真的为他承受了太多，比起自己还有家人陪伴。阿尔斯坎在这个世界上孤身一人，什么都没有，这让塔内西亚心里越发不是滋味。他开始琢磨着怎么补偿对方，是送个特别的礼物，还是干脆带他出去旅行放松一下。就在他想得出神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这么晚了，到底会是谁在这个时候找上门？门外站着的竟然是阿尔斯坎。塔内西亚还没来得及开口，就注意到他手里拎着个袋子，那是他之前给他的全部宝石。大半夜带着这些东西出现，这气氛显然不太对劲。塔内西亚心里一下子乱了，看着他这副准备远行的样子，他终于问出了那个最怕听到的话：“你这是打算现在就离开吗？”面对塔内西亚的询问，阿尔斯坎没有回答，他突然伸手拉住了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把手里的东西递了回来，直截了当地说自己不再需要了，这让塔内西亚完全摸不着头脑。明明这是他逃走的唯一机会，他却平静地宣布自己已经决定不走了。我想留在你身边，既然你之前保护了我，那就请继续把我留在身边吧。这一次换我来保护你。这突如其来的承诺完全超出了塔纳西亚的预料。莱安娜终于发现了不对劲，那个奴隶绝对不是普通人，受了重伤，不仅没死，竟然还拥有操控火焰的能力。塔内西亚到底在隐瞒什么？自从把珠宝还回来之后，阿尔斯坎就像变了个人，明明房间已经打扫过了，他却还是固执的不肯休息，甚至连主人的话都不听了。看到桌上那束漂亮的花，他随口问了一句，得知是皇太子送来的礼物，他整个人突然停住了动作。这气氛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冷？阿尔斯坎正在整理那束花，突然啪的一声，花瓶碎了一地。这突如其来的动静让塔内西亚吓了一跳。阿尔斯坎赶紧道歉说是在擦花瓶，比起自己有没有受伤，他竟然更在意那些弄坏的花，因为他发现他很喜欢这束花，所以一定要去换一束新的回来。塔内西亚看着他的背影，心里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以前的阿尔斯坎只会听命行事，现在却总是主动为他考虑，甚至做的比要求的还要多。回想起这段时间，无论他处理公务到多晚，他都会寸步不离的守在旁边，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这是打算彻底沾上他了吗？阿尔斯坎每天都会送来鲜花，把房间装饰得漂漂亮亮。就在这种平静的日子里，筹备已久的研究所终于完工了。看着眼前这座宏伟的建筑，马泰拉和老师兴奋得像个孩子。这里的设备全都是顶级的，看来这次真是下了血本。趁着大家都在参观实验室，旁边的罗宾悄悄凑了过来，提议带塔内西亚去看看地堡。塔内西亚没多想就点头答应了。他转头叮嘱阿尔斯坎在原地等待，可就在转身离开的一瞬间，身后的气氛突然变得异常压抑。难道是因为被单独留下，他的力量又要失控了吗？
研究所终于顺利落成了。塔内西亚向建筑师们表达了感谢，送走了马泰拉和老师。本以为今天的工作已经圆满结束，可身后的阿尔斯坎却突然开口了。他语气生硬地问他，刚才和那个建筑师单独去了哪里？这扑面而来的醋意是怎么回事？塔纳西亚一言不发地拽着他往前走，最后停在了一处隐秘的地堡前。他指着周围厚实的墙壁说，这里的材质非常特殊，而且具备极强的防火性能。阿尔斯坎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这里阴暗厚实的石墙根本不像是什么实验室。塔内西亚这才说出了实情，这里是他为了应对意外专门准备的秘密地堡。他甚至打算把逃生暗道也告诉阿尔斯坎，因为这里还有另一个用途，那就是让他练习那股危险的力量。只有躲在这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才不用担心失控会被人发现。没想到他竟然为自己考虑了这么多。阿尔斯坎低声给出了承诺，他会拼尽全力掌控这股力量，从此以后他就是他最坚实的护盾，绝不让任何人再伤他分毫。看来那次意外真的吓到他了。塔奈西亚温柔地安慰阿尔斯坎，说他没必要非要保护自己，就算躲在他身后也没关系。阿尔斯坎关心的却是另一件事，他低声确认道，这里是不是只有他们2个人会来？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的语气里透出一丝莫名的愉悦。他突然提起了之前的约定，只要他能掌控那股力量，他就会给他一份奖励，而且当时还亲口承诺过，无论他想要什么都会答应。看着他步步逼近的动作，塔奈西亚心里突然警铃大作，这种危险的压迫感是怎么回事？暂时把阿尔斯坎的释放一边，塔奈西亚全身心投入到新研究里。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磨石，成本太高，必须得想办法降下来。是用低纯度的代替，还是把武器做小一点？管他呢，先试了再说。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低纯度磨石根本带不动武器，做小的吧，又被大家当成了小玩具。虽然研究没进展，但地堡总算完工了。塔内西亚已经连着熬了1个星期，整个人都快累垮了。他告诉阿尔斯坎，以后可以在这里自由使用力量。可看着他这副样子，阿尔斯坎眼里全是担心，这地堡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哪怕已经累到了极点，塔内西亚也要亲眼守着他练习，因为阿尔斯坎的火一旦烧起来，就永远不会熄灭，除非他能彻底掌控这股力量。为了这一天，地堡全身都换成了最耐火的材料，这是他们第一次正式尝试，他必须寸步不离，就怕阿尔斯坎会伤到自己。训练正式开始，蓝色的火焰瞬间吞噬了整个空间，这股力量比想象中还要狂暴。阿尔斯坎真的能撑住吗？蓝色火焰渐渐熄灭，阿尔斯坎整个人摇摇欲坠，看来这次爆发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塔内西亚再也坐不住了，推开门就冲了过去。阿尔斯坎却还在担心他的安全，让他下次别进来这么快。他想把这个男人扶起来，可刚一搭手，塔内西亚就发现了不对劲，太轻了。阿尔斯坎几乎没往他身上使劲，就像一团没有重量的影子。塔内西亚扶着他往回走，可走着走着，他发现不对劲了，这家伙脚步稳得很，哪有一点虚弱的样子？就在他犯嘀咕的时候，脚下一滑，整个人直接往前栽去。结果阿尔斯坎反应比谁都快，一把就把他稳稳接住。这下彻底露馅了。他盯着阿尔斯坎问：“你刚才是不是在装弱？”没想到他居然直接承认了，还反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塔纳西亚这下真有点生气了，既然没受伤，为什么要演戏骗人？知不知道刚才别人有多担心？阿尔斯坎找了个蹩脚的借口，非要抱着塔内西亚走，还说这是轮到他依靠自己了。这种姿势哪是依靠，分明就是想趁机占便宜。塔纳西亚正想反驳，却盯着他脖子上的纹路出了神。既然这种魔力公式能让人类拥有超自然的力量，那是不是也能用在别的地方？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如果把公式刻在普通的石头上，是不是也能制造出魔法道具？这个发现让他瞬间开了窍，他顾不上现在的尴尬气氛，直接开口叫住了阿尔斯坎。他有个非常重要的实验，需要这个男人帮的大忙。塔内西亚一开口，就让阿尔斯坎把衣服脱了。虽然这要求听起来有点离谱，但为了搞清楚魔力的秘密，他现在顾不上那么多。阿尔斯坎最后还是照做了。随着衬衫滑落，那些密密麻麻的黑色公式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塔内西亚赶紧动笔记录，他想把这些公式刻在普通石头上，如果真的能成功，那他就能人工制造魔石了。这简直是要颠覆整个魔法界。这些公式的功能强得离谱，有的能凭空点火，有的能瞬间把火熄灭，甚至还有能让身体变硬的秘密。只要能把这些研究透，他的实验就算成了一大半。塔内西亚正盯着那些细小的文字出神，想看清这些公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结果一抬头，正好撞上阿尔斯坎的目光，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注视吓了一跳，手里的笔直接掉在了地上。他小声抱怨了一句，赶紧弯腰去捡，没想到阿尔斯坎也伸手过来，两人的指尖就这么撞在了一起。这种接触让空气都凝固了。阿尔斯坎凑得很近，低声叫了他一句，这气氛好像有点不对劲了。阿尔斯坎觉得很奇怪，自己只是看着他而已，怎么就把他吓成这样？塔内西亚小声解释说，是因为他刚才盯得太用力了，这种直球一样的眼神让他根本就招架不住。阿尔斯坎没有退缩，反而凑得更近了。他低声试探着问，是不是自己的行为冒犯了他？这根本不是冒犯的问题，这种距离下的对视，谁能受得了啊？两人就这样僵在原地，谁也没有再开口，气氛变得比刚才还要微妙。阿尔斯坎以为自己过火了，赶紧道歉说以后不会再这样，这下误会可闹大了。
塔奈西亚刚想开口解释，门外突然传来的敲门声，直接把这暧昧的气氛给撞碎了。管家在门外汇报，说是有生意上的客人到了，而且还是那位不请自来的主。谁能想到德凯恩会突然出现，连个招呼都不打？这下事情变得更复杂了。看着眼前这个戴面具的男人，塔奈西亚心里满是疑惑，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来的？德凯恩一开口就没个正经，说是因为想他才特意跑这一趟。塔纳西亚心里清楚，这家伙绝对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果然他是带着合同来的，而且竟然答应了所有条件，哪怕这笔买卖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划算。为了确认合同细节，塔纳西亚只能先离开一会儿去拿原件，可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把这两个死对头单独留在屋里，真的没问题吗？他前脚刚走，屋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德凯恩慢悠悠地喝着茶，直接挑明了让阿尔斯坎别再用那种眼神盯着他。阿尔斯坎根本没打算退让，直接回绝了对方的要求。在他眼里，德凯恩根本没资格命令自己。德凯恩冷笑一声，开始拿身份说事，嘲讽他一个小小的随从竟然敢这么没礼貌。阿尔斯坎反唇相讥，警告他别对大小姐动歪心思。这话显然戳到了德凯恩的痛处，让他离塔内西亚远一点。这已经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解决的了。德凯恩猛地伸手拽住他的衣领，语气里全是高高在上的轻蔑，说他根本没搞清楚自己的位置。阿尔斯坎突然反应过来，这家伙是在故意找茬，甚至还主动把脸凑上来，叫嚣着让他动手。德凯恩笑得一脸得意，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只要现在挥拳头，在塔奈西亚眼里，他就会变成一个暴躁易怒的疯子。他冷冷地回了一句：“我可没打算如你的愿，既然已经撕破了脸，也没必要再装什么客气。”阿尔斯坎整理了一下领带，直截了当地告诉对方，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这张脸。只要有他在，就绝对不会让这种阴险的小人靠近塔纳西亚半步。德凯恩的话越来越难听，直接戳中了阿尔斯坎最隐秘的痛处，说他根本就是自作多情，竟然把主人的怜悯当成了爱慕。德凯恩看穿了他的自卑，觉得他之所以讨厌自己，仅仅是因为嫉妒这种身份上的差距。他步步紧逼，猛地按住阿尔斯坎的肩膀，语气里满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警告他别把大小姐的善良当成别的，这只是对他这种可怜虫的施舍罢了。就在气氛快要彻底失控的时候，门突然被推开了，塔奈西亚终于回到了房间，这场危险的对峙暂时被强行按下了暂停键。德凯恩立刻换了一副面孔，笑着说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还想继续之前的谈话。阿尔斯坎站在一旁沉默不语，刚才那些恶毒的羞辱他只能暂时压在心底。塔纳西亚解释说文件还需要几天时间处理。德凯恩倒是表现得很耐心，甚至提出要直接住在实验室里。面对这种无理的要求，他甚至搬出了商人的身份，说自己什么苦都能吃，其实就是想找机会赖着不走。德凯恩趁热打铁，想让塔内西亚带他四处转转。眼看塔内西亚就要答应，阿尔斯坎突然开口拦住了他，语气生硬地表示：“大小姐现在很忙，带路这种事由他来负责就行。”看到阿尔斯坎那要吃人的眼神，德凯恩最后还是改了主意，说要先回房间休息。塔内西亚总算能清静一会儿了，这两个男人凑在一起，简直比搞研究还要让人头大。深夜的树林里，塔内西亚正忙着寻找实验材料，想要找块合适的石头刻魔法阵，可忙活了半天也没什么收获。看来想成大事确实没那么容易。他一边摆弄着手里的矿石，心里还在盘算着，确实该找个机会跟阿尔斯坎好好谈谈了。就在他想得出神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塔奈西亚猛地回过头，竟然在湖边撞见了一个没穿上衣的男人。塔内西亚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撞见德凯恩，而且对方竟然还在水里，这冲击力也太强了。德凯恩倒是表现得很淡定，直接问他大半夜来这干什么。塔纳西亚根本不敢多看，解释自己只是来找实验材料的。可谁能想到，德凯恩放着实验室的浴缸不用，非要跑来野外洗澡。德凯恩的理由也很简单，他只是单纯喜欢大自然。这下塔内西亚彻底没话说了，只能尴尬的先走一步。塔内西亚本想赶紧溜走，结果德凯恩竟然直接跟了上来，还一脸淡定的说自己洗完了，吓得塔内西亚赶紧把衣服甩过去，让他赶紧穿好。等他穿戴整齐，就开始嘲笑塔纳西亚太见外。塔内西亚赶紧搬出大道理，说他不是只给爱人看真容吗？自己看了实在是不太合适。没想到德凯恩根本不在乎，反而觉得这种顾虑挺可爱。这突如其来的调侃让塔内西亚简直没法接话，直呼太肉麻了。德凯恩也没再继续纠缠，问他为什么非要大半夜亲自动手。原来是因为实验材料要求太高，交给别人根本不放心，只能自己出来受这份罪了。德凯恩觉得这种杂事直接交给女仆去办就行了，可塔纳西亚却完全不同意。在他看来，身份再低微也是人，谁也不想在大半夜加班。这话让德凯恩有些意外，他忍不住追问，那他在对方心里又算什么？塔内西亚的回答很简单，你就是德凯恩，不是什么头衔的附属品。这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却像重锤一样砸在德凯恩心上，让他瞬间想起了窒息的童年。那时候仅仅因为打翻了茶杯，就要遭受非人的责骂和毒打。在那些所谓的长辈眼里，他不过是个被收养的工具，根本没有人真正在乎他。这种被当作独立个体来看待的感觉，他还是第一次体会到。德凯恩的过去充满了屈辱，在那些自命不凡的贵族眼里，他不过是个长得好看的玩物，可以随意调戏，也可以随时丢弃。当他想要守住最后的尊严时，换来的
却是变本加厉的践踏。对方甚至命令他当场跪下，像对待牲口一样，把他的自尊踩在脚底。更讽刺的是，那些人一边利用他的能力，一边又在背后冷嘲热讽，说他只是个女仆生的杂种，永远上不了台面。可谁能想到，这个被所有人瞧不起的男人，竟然流着皇室的血脉。他是皇帝亲生的孩子，却过着连狗都不如的生活。这种极度的不公平，彻底扭曲了他的内心。既然这个世界对他如此残忍，那他就要亲手毁掉这一切，夺回那个本该属于他的王座。德凯恩反复咀嚼着那句话，原来在对方眼里，他只是他自己。他忍不住感叹，塔内西亚真的很擅长收服人心，难怪那个像野猫一样的阿尔斯坎会对他如此忠诚。可一提到阿尔斯坎，塔纳西亚的语气立刻严肃了起来。他直接质问德凯恩，到底背地里跟人家说了什么？为什么每次聊完天，阿尔斯坎都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他警告德凯恩立刻收手，不要再故意找人麻烦。这种毫不掩饰的维护，让德凯恩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他停下动作，反问道：“你是不是每次都要这样护着他？”德凯恩的话里酸溜溜的，他觉得塔内西亚对手下太好了，这种毫无保留的关照，只会让对方产生不该有的错觉，甚至觉得自己是个特殊的存在。面对这种近乎质问的语气，塔纳西亚陷入了沉默。可德凯恩显然不想轻易罢休，他非要问出一个明确的答案。难道那个男人在他心里真的很特别？虽然嘴上给了否定的回答，但塔纳西亚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为了安抚德凯恩的谎言。最初他只是为了能活下去，才不得不表现得平易近人。可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原本带有目的性的善意，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同情。他开始发自内心的在意那个少年，这种情感的失控，才是最让他头疼的地方。看着阿尔斯坎脸上的伤痕，塔内西亚总能想到曾经的自己，那种同病相怜的感觉，让他最近的心情乱成一团，甚至只能躲进繁重的工作里，试图以此来逃避这种复杂的情绪。可就在他被阳光晃得心烦时，那个男人又准时出现了。阿尔斯坎总是这样，总能在他最混乱的时候守在身边。他轻声提醒他该吃点东西了，甚至连他又没按时吃饭这种小事都记得清清楚楚。看着他忙着去挂窗帘的背影，塔内西亚突然意识到，这个男人似乎比他想象中还要了解自己。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塔内西亚才发现阿尔斯坎对他的照顾简直无微不至，那些连他自己都忽略的细节，原来一直被他默默守着。看着他疲惫地趴在桌上，阿尔斯坎轻声劝他回房间休息，动作温柔的不像话，还细心地为他披上外衣。可就在这时，阿尔斯坎却突然凑到了耳边，那双金色的眼睛紧紧盯着他，语气里带着一丝试探：“大小姐，你真的睡熟了吗？”确定塔纳西亚真的睡熟了，阿尔斯坎才终于松了口气，悄悄转身离开。可门刚一关上，塔内西亚就睁开了眼，这种让人不知所措的温柔，简直比搞研究还要头疼。他现在还没想好怎么开口，只能先躲进研究里寻找答案，等一切有了结果再和他谈谈。阿尔斯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独自转身离开。送走的凯恩后，塔纳西亚开始尝试把普通石子转化成火山岩。因为根据之前的研究记录，阿尔斯坎的身体非常特殊，他是唯一一个能完美吸收元素力量的人。但也正因如此，他才会被卷入那场残酷的实验。虽然这些火山岩确实能产生共鸣，但离真正的魔石还差得远。看来想彻底解决问题，还没那么简单。想要人工移植魔法能力，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需要极其复杂的公式组合。塔内西亚把自己埋在成堆的文献里，没日没夜地尝试了几百种方案，终于做出了这颗完美的魔力石。万事俱备，他把核心组件装进武器，成败就在这一瞬间。推开窗户，他瞄准了远处的靶心，这东西的威力到底有多大？一声巨响把阿尔斯坎吓了一跳，他赶紧推门冲了进去。只见塔纳西亚瘫坐在地上，嘴里还一直念叨着成功了。等烟雾散去，他兴奋地摘下头盔，这东西的威力竟然完全不输魔石，最致命的弱点终于被他解决了。看他累得站都站不稳，阿尔斯坎赶紧上前扶住他，结果一问才知道，他竟然已经把自己关在屋里1个月了。时间过得比想象中还要快。塔纳西亚沉默了片刻，突然抬头看向阿尔斯坎，提议一起去外面散散步。走出实验室，呼吸着夜晚清凉的空气，塔纳西亚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阿尔斯坎还是老样子，一开口就是叮嘱他散完步赶紧吃饭。看着满天的繁星，塔纳西亚突然心血来潮，问了一个问题：是更喜欢在宅邸看星星，还是更喜欢在实验室看？阿尔斯坎沉默了片刻，给出了一个让他完全没想到的答案：只要是和他在一起，在哪里看对他来说都一样。这突如其来的直球让原本平静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塔内西亚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难道这家伙是认真的？既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决定不再兜圈子，直接停下脚步问他：你是不是喜欢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直球，阿尔斯坎没有否认，他轻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承认了那份藏不住的心意。果然和预想的一样，塔纳西亚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意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可阿尔斯坎却突然低头道歉，他说自己从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如果这份感情让他感到困扰，他以后会把心意彻底藏起来。面对阿尔斯坎的卑微，塔纳西亚竟然点头承认了，这份感情确实让他感到困扰，但原因却并不是因为讨厌他。他说自己根本不配得到这份爱。这种突如其来的自我否定让阿尔斯坎完全没反应过来。塔内西亚
终于说出了藏在心里的秘密。其实坠马后的失忆只是个谎言，这段时间他一直能梦到以前发生的事情，那些记忆里全都是他曾经犯下的错，刻薄的对待朋友，粗鲁的使唤下人，曾经的那个他简直坏得让人无法原谅。他亲口撕开了最血淋淋的伤口，提醒阿尔斯坎自己曾是那个冷酷的实验者，这就是他无法抹去的过去。所以他觉得这份感情根本不该存在，现在的依赖不过是因为他正处于最虚弱的时候，等他以后见识了外面的世界，肯定会后悔现在的选择。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阿尔斯坎就突然伸手拦住了他。他语气坚定地反驳，事情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他也曾被那些实验室的噩梦纠缠，梦里全是没完没了的追捕。可自从留在了他身边，那些可怕的阴影就再也没出现过。对他来说，他从来都不是什么噩梦。阿尔斯坎并没有否认过去，他坦白说自己以前确实恨过他，甚至每天都想着要怎么报复。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他觉得自己就像掉进了一个美梦里，真实的让他根本不想醒过来。哪怕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他确实已经深陷其中。在他眼里，现在的他和以前那个冷酷的女人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人，而他真正喜欢的就是现在这个站在他面前的他。塔纳西亚彻底没反应过来，他喜欢的是改变后的我，这意味着他爱上的不是原本的那个大小姐，而是现在的这个灵魂。阿尔斯坎也觉得这话听起来有点怪，可对于借尸还魂的塔奈西亚来说，这句告白的分量实在太重了。塔奈西亚虽然理解他的心意，但还是没有改变主意。阿尔斯坎只能沉默地接受，这种被推开的滋味确实不好受。走在寂静的林间，塔内西亚突然提议去旅行，他希望阿尔斯坎能去见见世面，多接触一些别的人和事，而不是一直困在这一方天地。可对他来说，只要能守在塔纳西亚身边就足够了。塔内西亚却不想让他的人生只围着自己一个人转，他的世界不该只有这么小。既然这样，阿尔斯坎提出了一个约定，如果走遍世界后他的心意还没变，那到时候他是不是可以索要更多？原本以为阿尔斯坎的感情只是一时兴起，就像那种烧得快灭得也快的火苗，只要不给他回应，他迟早会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可比起儿女情长，塔内西亚手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这种力量竟然不是来自天然魔石，而是通过普通石头注入魔力实现的。瓦尔南看着眼前的成品半天没说话，仅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搞出了这种违背常理的东西，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发明料，这简直是在挑战整个世界的认知。塔纳西亚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可紧接着传来的消息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原本谈好的生意必须立刻暂停，毕竟魔法工程的核心就是魔石，而他竟然找到了替代品。面对老师和父亲的质问，塔内西亚只能实话实说，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彻底取代天然魔石也不是难事。魔石可不只是燃料，它是维持这个世界运转的命脉，从取暖到照明，全都要靠它。塔内西亚手里握着的是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力量。现在的局势太复杂了，如果处理不好，不仅生意会黄，连他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为了稳妥起见，他决定先按老师和父亲说的办。可就在他妥协的时候，门缝后面竟然有一双眼睛在死死盯着这一切。本以为一切都在掌握中，可塔奈西亚的一封回信却让所有的计划都停摆了。他竟然听从了那些老家伙的建议，打算把合作无限期推迟。这反倒让德凯恩看清了一件事，如果不是研究成果太惊人，那些保守的势力绝不会这么紧张。既然他们想把他藏起来，那他就更不能放手了。德凯恩立刻写下密信，吩咐手下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布雷洛夫侯爵府上，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要把这个女人抢到手。窗外雷声大作，原本安静的房间里突然多了一把冰冷的匕首。莱安娜还没来得及反应，刀刃已经抵在了他的脖子上。深夜潜入的刺客根本不是为了求财，他手里那张皱巴巴的纸正是莱安娜亲手写下的秘密，那是他为了对付阿尔斯坎故意泄露给黑帮的情报。黑发金眼，拥有火焰能力的奴隶，每一个字都指向了那个人的身份。坦带的声音冷得像冰，他只想知道这个人的下落。莱安娜还想谈条件，让他先把刀放下，可他显然低估了对方的手段。他可不是什么讲礼貌的绅士，更不会因为他是女人就手软。刀刃又往前半寸，这是最后的警告，如果不说实话，今晚就是他的死期。为了活命，莱安娜把知道的全招了。那个拥有火焰能力的男人现在就在布雷洛夫侯爵府，而且他还有个新名字，阿尔斯坎。他现在的身份是塔内西亚身边的随从。坦代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临走前丢下最后通牒，闭上眼数到10，如果敢偷看，就立刻要了他的命。等莱安娜数完10个数，房间里已经空无一人。死里逃生的莱安娜竟然坐在床上狂笑起来，这种劫后余生的快感让她整个人都陷入了癫狂。女仆埃拉急忙冲进房间，还以为自家小姐出了什么事，可莱安娜却笑得停不下来。他巴不得那些人赶紧动手，只要阿尔斯坎一死，他心里的这口恶气就算出了。那个卑贱的奴隶这次绝对活不成。可他万万没想到，埃拉听到了这一切，虽然听不懂具体的计划，但埃拉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必须立刻把消息传出去。原来早在之前的聚会上，塔内西亚就私下找过了埃拉，他早就看穿了这个小女仆一直活在莱安娜的打骂之下，甚至连离开的推荐信都被扣着。塔内西亚给出了一个埃拉根本无法拒绝的条件，只要离开莱安娜，他就能得到更好的归宿，而代价只有一个，就是盯着莱安娜的一举一动，哪怕只有一点点反常，也要立刻汇报。偏偏在这个时候下起大雨，埃拉看着飞入雨幕的信鸽，心里全是担忧，这封信能不能平安送到布雷洛夫家？塔内西亚正准备出发去度假，洛克西亚突然叫住了他，还拿出一枚亮闪闪的戒指。
这可不是普通的饰品，里面镶嵌着珍贵的碧水魔石，就怕他在水边玩耍出意外。这份心意让塔内西亚非常感动，她笑着答应会带回最好的礼物。姐妹俩的感情真让人羡慕。马车在颠簸中出发了，看着手上的戒指，塔内西亚笑得合不拢嘴，毕竟这可是妹妹的一片心意。她调侃阿尔斯坎是不是也想要，对方嘴上说着不要，心里却在盘算着以后也要亲手给她做一个。结果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微妙，塔内西亚还以为他是在失望，干脆提前拿出了准备好的礼物。阿尔斯坎本来还挺好奇，谁能想到他递过来的竟然是奴隶契约，这哪是普通的礼物，这是要还他自由啊！塔内西亚说要带他看更大的世界，这趟旅程的意义从这一刻起完全不一样了。为了从父亲手里拿回这份契约，塔内西亚可是费了老大的劲。他甚至已经帮阿尔斯坎规划好了未来，只要有了公民身份，他就能像普通人一样自由生活。可阿尔斯坎听完这些，一点开心的样子都没有。他沉默了很久，甚至连看都不敢看那份契约一眼，气氛一下子变得特别压抑。塔内西亚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阿尔斯坎却突然开口了。他声音低沉地问：“大小姐，你是不是想赶我走？”这话把塔纳西亚问得哑口无言。谁能想到，阿尔斯坎根本不想要什么自由，他只想一辈子守在他身边，哪怕永远当个奴隶也心甘情愿。塔内西亚主动坐近了一些，他问阿尔斯坎还记不记得当初他想离开布雷洛夫家的时候，那时候他只觉得有点可惜，可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塔奈西亚看着他的眼睛坦白，如果阿尔斯坎现在选择离开，他不只是会失望，而是会感到真正的难过，因为这段时间的相处让他比任何人都了解眼前的男人。他从来没想过要赶他走，更不想用契约来束缚他，不管是留下还是离开，甚至是离开了再回来。塔内西亚只希望一件事，那就是所有的决定都必须是阿尔斯坎自己真心想要的。听到这些话，阿尔斯坎的情绪有了明显的波动，他缓缓抬起手，似乎终于明白了这份礼物的重量。塔内西亚本来只是想安慰他，结果礼物刚递过去，阿尔斯坎竟然直接抱了上来，这一下可把他给整懵了。阿尔斯坎的声音听着特别委屈，他说：“大小姐真的太残忍了，给了他这么多温柔，却又在关键时刻想要推开他，现在他只想求一个拥抱。”塔内西亚哪见过他这副模样，平时那个冷静的男人，现在竟然变得这么感性，这让他心里那道防线一下子就彻底塌了。为了不让气氛太尴尬，他赶紧转移话题，聊起了祭典。阿尔斯坎也终于恢复了温柔，只要能跟他在一起，去哪儿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了。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塔奈西亚轻轻拍了拍他的背，看来这趟旅程注定会发生点不寻常的故事。被阿尔斯坎这么紧紧抱着，塔奈西亚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这小子的肩膀居然这么宽了，靠上去还挺有安全感。可他马上就清醒了过来，自己在胡思乱想什么呢？阿尔斯坎现在才15岁啊，这种念头也太离谱了。眼看气氛越来越微妙，塔纳西亚赶紧让他松手，再这么抱下去，他真的要喘不过气了。与此同时，诺克西亚正趴在窗边发呆，他心里一直记挂着塔内西亚到底有没有平安到达。就在这时，一只信鸽落在了窗台，那是从莱安娜府邸寄来的急信。诺克西亚虽然也很想知道信里的秘密，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情报送出去。与此同时，德凯恩那边也察觉到了不对劲，面对父亲路亿万那番意味深长的话，他意识到家里的风向似乎真的要变了。塔内西亚今天已经动身出发了，而且他身边只带了几个随从，防守力量薄弱的不像话。听到这番暗示，德凯恩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这是要让他现在就动手，直接把塔内西亚绑回来啊。时间回到不久前，德凯恩刚进屋，父亲路亿万就甩出一封信，直接点破了他和塔纳西亚的关系。这封信本该送到塔纳西亚手里，是德凯恩特意叮嘱要快点送达的秘密，谁能想到竟然落到了父亲手中。面对儿子的质问，路亿万表现得理所当然，他早就盯上那个女孩了，甚至不惜监视自己的亲儿子。原来塔内西亚弄出了能替代魔石的东西，这种才华让路亿万感到了威胁。更可怕的是，府邸里到处都是盯着他的眼睛，有人因为嫉妒，轻而易举就出卖了塔纳西亚。德凯恩根本不敢相信，身边的人竟然全是眼线。路亿万甚至算准了时间，趁着塔纳西亚出门没带多少守卫，打算直接动手绑人。这可是绑架贵族，一旦失手，全家都要跟着陪葬。就在德凯恩犹豫不决的时候，路亿万语气冰冷地开口了：“如果不打算帮忙，就滚远点。”看来这件事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路亿万直接摊牌了，原来这件事背后竟然有皇帝的默许。这下兴致完全变了，他命令儿子必须把人带回来，因为派出的追兵已经出发了。此时的塔内西亚还什么都不知道，他正拉着阿尔斯坎在街上闲逛，满大街的花香让他心情大好，甚至还想挑一个漂亮的花环。阿尔斯坎在一旁小心护着他，两人完全沉浸在节日的欢快里。塔内西亚挑中了最漂亮的花环，还不忘问问阿尔斯坎想要哪个。可阿尔斯坎实在太死板了，总觉得这种漂亮东西只属于大小姐，自己这种身份根本不配戴。既然他不肯选，塔奈西亚干脆亲自动手，直接把一朵兰花戴在了他头上。这下阿尔斯坎彻底没话说了，只能乖乖听从他的安排。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塔内西亚还想给他放个假，让他明天自己去村子里逛逛，不管是买东西还是找点爱好都行，总不能一直围着他转吧。可阿尔斯坎心里只有一件事，要是身边没有塔纳西亚，这外面的世界再精彩，对他来说也没什么意义。阿尔斯坎简直是个工作狂，问他
有什么爱好？他竟然说是帮大小姐打扫实验室。塔奈西亚听完直接无语了，赶紧让他打住这个话题。阿尔斯坎顺势问起塔纳西亚以后的打算。其实塔纳西亚的愿望特别简单，就是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躲起来。因为像他这样的人，想要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实在太难了。到底什么才算普通人呢？在塔奈西亚心里，普通人就是有家可以回，有家人在时刻等着自己。这种最平凡的幸福，对他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梦。看着眼前的阿尔斯坎，塔奈西亚突然变得非常温柔。他说：“这种普通人的生活，阿尔斯坎以后一定可以拥有，因为他会亲手帮他找到那个真正属于他的家。”听到塔内西亚的承诺，阿尔斯坎终于露出了笑容。他说：“只要是大小姐说的话，他就相信一定会实现。”塔奈西亚却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原来他笑起来的时候会皱眉头。他忍不住伸手去碰了碰，这让阿尔斯坎有点不知所措，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太不习惯笑了。塔内西亚看着他认真的说：“以后一定要找更多理由让他开心，因为他笑起来的样子比他想象中还要好看得多。”这番话让阿尔斯坎彻底沉默了，他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低声对塔纳西亚说：“其实今天还有个地方想带他去，那里有他最想让他看到的东西。”就在塔纳西亚休息的时候，外面已经乱成了一锅粥，首都的即兴和商会的客人都到了，管家急着要找大小姐汇报，可谁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其实塔纳西亚早就打过招呼，现在谁都不许进来打扰，因为他正单独和阿尔斯坎待在一起。他也很好奇阿尔斯坎到底要给他看什么秘密。阿尔斯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缓缓伸出了手，一团幽蓝色的火焰瞬间腾起。塔纳西亚简直不敢相信，原来趁着自己忙于研究的时候，他一直在偷偷练习掌控这份力量。虽然还不完美，但已经足够让人惊喜了。塔纳西亚这下可高兴坏了，像奖励小朋友一样摸着阿尔斯坎的头，不停地夸他做得好。这种发自内心的认可让阿尔斯坎一时间没有说话。可就在气氛最温馨的时候，阿尔斯坎突然提起了另一件事。他问塔内西亚还记不记得那个约定，只要他能控制住力量，就可以向他讨要一份奖励。塔奈西亚当然没忘，还大方的让他随便提要求。可阿尔斯坎接下来的话却变了味，他问：如果自己想要的是最珍贵的东西，大小姐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准备？还没等塔内西亚反应过来，阿尔斯坎已经一步步逼近了，他越靠越近，几乎要把塔奈西亚整个人圈进怀里。他低声问了一句：现在是不是可以兑现奖励了？原来他想要的根本不是什么宝物，而是一个吻。阿尔斯坎坦白了真心，原来他从一开始就动了情，但他又体贴地表示，如果这让大小姐感到为难，他可以收回刚才那个吻的要求。虽然嘴上说着没关系，可他那副委屈的样子让塔内西亚根本没办法狠下心。他原本划清的界限正在一点点崩塌，他本想装作若无其事，却发现自己竟然一点也不反感。那次谈话就像个火苗，彻底点燃了他心里的异样。难道是因为这副年轻的身体，连带着心也跟着变得敏感了？每当他靠近并说出那些真心话，他就再也没法保持冷静了。这种紧张感像火一样蔓延，塔内西亚觉得自己快要被点燃了。虽然还没准备好献出初吻，但他还是鼓起勇气。既然他喜欢的是现在的自己，那这就是两人最接近的时刻了。塔内西亚终于下定了决心，既然是为了回应这份心意，那就顺着这种感觉走下去吧。两人的距离只剩下最后一点点。可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门外突然传来了杀风景的敲门声。管家瓦隆竟然在这个时候闯了进来，明明早就吩咐过不要打扰，这下暧昧的气氛全毁了。虽然心里有100个不情愿，但听到是有紧急消息，还是只能让人进来。原来是首都那边送来了信件，而且还是诺克西亚亲手写的。拆开信件的那一刻，原本的轻松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信上说有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正在到处打听阿尔斯坎的消息。塔内西亚顾不上解释太多，直接要求阿尔斯坎立刻离开这里，走得越远越好。当他口中吐出卡鲁亚这个名字时，阿尔斯坎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深埋心底的秘密竟然会被大小姐随口说出来。可现在根本不是追问的时候，必须马上收拾东西走人。管家瓦隆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又带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伊格西昂企业发来了紧急警告，那个叫德凯恩的男人已经快到别庄门口了。话音刚落，大门就被一股蛮力猛然推开，德凯恩已经闯进了房间，直接喊出了塔纳西亚的名字。他带来的消息简直是个重磅炸弹，拉根特帝国的刺客已经盯上了这里，他们的目标竟然是绑架塔纳西亚，逼他去制造那些危险的魔石。塔纳西亚整个人都懵了，这个秘密到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但德凯恩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拉着他就往外冲。现在解释什么都晚了，先逃命才是最重要的。趁着夜色，几个人骑马飞奔出了别庄。塔纳西亚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吩咐管家带上所有仆人去大城市躲避，绝不能让他们受牵连。虽然暂时甩掉了追兵，但他心里却乱成了一团。为什么这些麻烦事全都在同一时间找上门了？德凯恩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伊格西昂企业早就盯上了塔纳西亚，甚至连府里的仆人都被收买了。更麻烦的是，连拉根特帝国也参与了这次行动。塔纳西亚原本还想跟帝国建立交情，没想到对方竟然打算直接绑架。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脱离了控制。还没等他想明白，德凯恩突然察觉到附近有人，难道追兵已经绕到前面去了？还没来得及反应，一支暗箭就贴着脸颊飞了过去。德凯恩示意大家赶紧停下。原来那些刺客之所以动作慢，并不是因为追不上，而是在前面忙着布置陷阱。
森林里的空气冷得刺骨，但这正好给了塔纳西亚机会。他发动了指尖上的魔力戒指，浓重的白雾瞬间开始在林间蔓延。这下刺客想找人可就难了。阿尔斯坎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枚戒指真正的威力，虽然暂时有了遮掩，但塔纳西亚心里清楚，如果不是被逼到绝境，他根本不想动用这份力量。德凯恩突然停下脚步，提议由阿尔斯坎去前面探路，毕竟大家聚在一起目标太大，很容易被那些杀手一锅端了。可阿尔斯坎根本不放心，他坚持要守在大小姐身边，寸步不离。德凯恩却冷笑了一声，直接凑到他耳边说了句狠话。这两个男人之间的火药味一下子就上来了。德凯恩刚走，塔内西亚就叫住了阿尔斯坎。他总觉得这两个男人刚才有事瞒着他，为了以防万一，他把随身的武器塞进他手里。塔奈西亚想让他赶紧走，毕竟刺客的目标只有他一个人，没必要让阿尔斯坎跟着送命。可阿尔斯坎根本不领情，反而揭穿了那些人的真面目，他们是想要玩魔石的研究就杀人灭口。阿尔斯坎态度非常坚决，他要一个人留下来挡住追兵，让塔内西亚跟着德凯恩逃命。虽然他还没法完全控制那股力量，但他心里很清楚，只要他展现出真正的实力，那些刺客一个都别想活。塔内西亚一把拽住阿尔斯坎，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男人竟然想拿命去赌，就为了给他争取那一点点逃跑的时间。他的语气里全是愤怒和不甘，明明说好要一起离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选择牺牲？塔纳西亚当场拆穿了对方的谎言，连力量都还没法完全控制，就想拿命去赌吗？他死死盯着眼前的阿尔斯坎，大声提醒他，别以为有异能就能随便挥霍，你的命同样很重要。阿尔斯坎彻底沉默了，他似乎从没想过，竟然真的有人会这样在意他的安危。气氛在这一刻彻底变了，他轻声唤着大小姐，手不由自主地伸了过去。在这生死关头，有些情感再也藏不住了。阿尔斯坎突然开口要奖励，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他已经慢慢靠了过去。这一刻空气都安静了，这个吻来的毫无预兆，却又像是积压了许久的爆发。在漫天花瓣的见证下，两人彻底沉沦在这一刻。可塔纳西亚却觉得不对劲，这根本不像是表白，反而更像是一场最后的告别。难道他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打算？阿尔斯坎低声道歉，说刚才只是情不自禁，因为他怕现在不做就没机会了。阿尔斯坎突然有了动作，在他心里，塔内西亚的命比什么都重要。为了让他活下去，他已经顾不上被原谅了。他低声许下承诺，说自己很快就会赶过去。可这种时候说这种话，谁都知道这只是个安慰。还没等塔内西亚问个明白，他整个人就被直接带到了马背上。面对塔内西亚的惊呼，德凯恩根本没时间解释，只是大声提醒他抓稳了，要是这时候掉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塔纳西亚急得大喊，阿尔斯坎还在后面，难道要把他一个人丢下吗？可对方接下来的话让他心凉了半截。原来这两个男人早就达成了协议，阿尔斯坎负责留下来拼命，而德凯恩的任务就是带他逃命。这场撤退从一开始就是计划好的。阿尔斯坎决定独自去引开杀手，他让德凯恩带人先走。面对对方的质疑，他直接亮出了最后的底牌，他竟然藏着一手元素异能。德凯恩整个人都愣住了，一个身份卑微的奴隶，怎么可能拥有这种顶级的力量？可眼前的蓝色火焰骗不了人，这分明是在拿命换时间。被带走的塔纳西亚拼命挣扎，他大喊着让德凯恩停下，因为只有他知道那个致命的秘密。阿尔斯坎的力量根本就不完整，这样强行爆发简直就是自寻死路。阿尔斯坎独自站在火光中，他已经做好了回不去的打算，只要能换塔内西亚平安，这一切就都值了。这股力量虽然强大，却也在不断吞噬他的生命，但他现在根本没得选，只要能再多撑1秒钟，塔内西亚就能离危险更远一点。哪怕这火焰已经快要失控，他也必须硬扛下去。杀手的攻击比预想中更疯狂，刀刃划破空气的声音就在耳边，他根本没打算活着回去，每一招都是在跟对方换命。鲜血已经染红了衣袖，身体的沉重感越来越明显，可他还是死守在原地。只要他还没倒下，谁也别想从这里过去。哪怕身体已经快要散架，阿尔斯坎还是不敢停下脚步，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让那些人追上塔内西亚。可就在这时，一个阴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对方显然已经等候多时了。阿尔斯坎还没来得及反击，就发现自己已经掉进了陷阱。浓郁的紫色烟雾瞬间炸开，对方竟然叫他13号实验体，这个尘封已久的代号，揭开了阿尔斯坎最不想面对的过去。看来对方是有备而来，这种特质的毒气让他意识开始涣散，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安德罗冲上来就是一脚，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阿尔斯坎身上，这显然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报复。安德罗根本不打算停手，他恨透了阿尔斯坎，因为当年阿尔斯坎的逃走让他们的同伴损失惨重，这家伙现在只想把所有的账都算清楚，要不是坦代及时拦着，安德罗可能会直接把人打死。这里的动静已经引起了其他势力的注意，安德罗最后狠狠踩在阿尔斯坎头上，威胁说回去之后有的是时间慢慢折磨。阿尔斯坎只是沉默地忍受着一切，他现在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死活，只要塔内西亚能平安逃走就够了。阿尔斯坎被那些人像拖货物一样拽走，地上留下一道长长的血迹。他曾经答应过会去追塔纳西亚，可现在这个承诺恐怕要落空了。森林里只剩下一块染血的手帕，还有散落一地的蓝色花瓣。塔内西亚终于见到了父亲奥兰德，他顾不上自己现在的样子，死死抓住父亲的衣襟，哀求着。现在只有奥兰德能救阿尔斯坎了。他提到了卡鲁亚帝国，那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必须立刻派人过去救命。在这种时候，
他竟然要告别。阿尔斯坎低声说自己必须走了，这语气听着根本不像是在开玩笑。还没等塔内西亚问清楚去向，他身上就燃起了诡异的蓝色火焰，这火光看着就让人脊背发凉。无论塔纳西亚怎么大声呼喊，甚至拼命想要伸手拉住他，都没法阻止这一切发生。塔内西亚猛地惊醒，发现自己竟然已经回到了房间。刚才发生的一切难道只是个梦？德凯恩低声解释说，塔内西亚在回来的路上突然晕倒了，所以才强行把他带了回来。可塔纳西亚心里只惦记着那个人的安危，明明在马背上还在拼命挣扎，求对方掉头回去救人，结果最后还是没能成功。塔纳西亚顾不上休息，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打听消息：阿尔斯坎回来了吗？他安全吗？得到的回答却让人心凉了大半截。德凯恩说他后来确实回去找过，可那个地方空荡荡的，根本没有阿尔斯坎的身影。德凯恩递过来一个沉甸甸的黑盒子，说只在现场带回了这些东西，这简直是最后的一点念想了。塔内西亚看着盒子里破碎的挂件，还有那块沾满血迹的手帕，这些东西看着就让人揪心，仿佛能闻到那股惨烈的气息。手帕里竟然还包着一朵蓝色玫瑰，那是阿尔斯坎最宝贝的东西。既然现场根本没有发现尸体，是不是说明他还活着？只要没亲眼看到最后那一幕，就一定还有希望。如果他真的安全逃脱了，绝对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丢在现场。塔奈西亚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阿尔斯坎很可能已经落入了那群雇佣兵手里。他顾不上身体还没恢复，直接冲到父亲奥兰德面前，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求他救命，必须立刻派人去卡鲁亚帝国。奥兰德心疼的想让他先冷静下来，还提到那个商人说是他随身带的那张书页救了他的命，可他现在根本听不进去这些。那些人的目标从头到尾都是阿尔斯坎，现在情况已经完全失控了。他抓着父亲的手不肯放开，说以后会解释清楚所有细节，但现在每一秒钟都至关重要，必须马上派人出发。塔内西亚想亲自去森林里找人，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父亲奥兰德一口回绝了。他态度非常强硬，甚至直接下了禁足令。塔内西亚还想再争取一下，说阿尔斯坎可能就在回来的路上，可奥兰德根本不松口，坚持要自己派人去查，让他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看着父亲严肃的样子，塔纳西亚彻底定在了原地。奥兰德提醒他，一旦卷进这件事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随后强行让他回房间休息。这种只能坐着干等的感觉最折磨人，一天2天时间就这么慢慢耗着，他只能守在窗边盼着消息。原来身边早就被安插了眼线，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算计里，如果不是中了这种低级的圈套，那些杀手根本没机会追上来。阿尔斯坎也不用为了救人去拼命，要是当初没去那趟旅行就好了，全是因为那些轻率的决定，才一步步把阿尔斯坎推向了绝路。这种悔恨简直要把人淹没。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里，阿尔斯坎脸上全是淤青，他到底经历了什么？阿尔斯坎被强行叫醒，面对研究员的逼问，他费了很大劲才报出自己的名字，问他在哪，问他多大，他除了摇头什么都答不上来，大脑里就像被强行清空了一样，什么线索都找不到了。旁边的研究员观察了很久，最后确定他确实是彻底失忆了。现在的他没有任何反抗的念头，就像一个弄丢了灵魂的空壳。随着铁门重重关上的声音，他被粗鲁地扔回了牢房。研究员警告他老实待着，别想耍什么花招。还没等他站稳，黑暗中就传出了一个声音，说他这次回来的有点晚，看来这间牢房里早就有人在等着他了。阿尔斯坎看着眼前的陌生人，开口问对方到底是谁。对面的男人无奈地叹了口气，说这已经是第7次自我介绍了，他在外面叫比尔，在这里只是个编号164的囚犯。比尔一脸后怕地看着他，只求这次别再莫名其妙挨他的揍了。阿尔斯坎听得一头雾水，完全不记得自己还动手打过人，更不记得两人之间有什么过节。看到他这副失忆的样子，比尔气得直接嚷了起来，指着脸上的淤青控诉，说这全是阿尔斯坎之前的杰作，就因为比尔嫌他一直念叨某个女人，两人才打了起来。听到那个女人，阿尔斯坎整个人都定住了。比尔接着说，他之前疯了一样想回到那个人身边，结果被守卫拖出去教训了好几次，才被折磨成现在这副样子。看来即使大脑被清空了，那个女人的影子依然刻在他的本能里。比尔无奈地看着阿尔斯坎，说他以前就算忘了全世界，至少心里还给那个女人留了个位置，可现在看这反应，他是真的把对方忘得干干净净了。阿尔斯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曾经拼了命也要守护的记忆，现在只剩下一片空白。如果连唯一的执念都丢了，他还能拿什么撑下去？听完比尔的解释，阿尔斯坎才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处境。这里是卡鲁亚帝国的人体武器实验室，在这里他没有名字，只是一个被称为13号的试验品。当初逃跑失败被抓回来后，为了让阿尔斯坎彻底老实下来，研究员不停地给他注射药物，直到他的记忆彻底变成一片浆糊。那个一直挂在嘴边的女人到底是谁？虽然脑子里什么都想不起来，但身体的本能却骗不了人。这种感觉就像刻在骨子里一样，吃饭睡觉还有没完没了的实验，这种地狱般的日子竟然成了习惯。在这里命最不值钱，看着同伴的尸体被一车车拉走，他已经彻底麻木了。比尔凑过来低声念叨说，最近外面的局势不太稳，帝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阿尔斯坎只是随口应了一声，这些事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研究员在走廊里小声嘀咕说，因为人体实验的事，其他国家都不跟他们做生意了，再这样下去实验只能被迫停止。比尔和阿尔斯坎在暗处听得清清楚楚，如果实验真的停了，他们这些试验品会怎么样？
阿尔斯坎语气冷淡，说大概率会被直接处理掉。这种任人宰割的滋味简直让人发疯，怪不得最近死掉的人越来越多，原来是实验室连饭都供不起了。比尔恨得不行，凭什么他们要遭这种罪？真想让外面那些混蛋也尝尝这种滋味。阿尔斯坎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说现在抱怨根本没用，既然对方想通过减员来省粮食，那这饭就绝对不能再吃了。他决定带头绝食，看看这帮人到底还有什么手段。到了深夜，守卫看着牢房里原封不动的食物，心里纳闷的不行，明明已经动了手脚，为什么这间屋子里的试验品还没死？研究员看着那碗没动过的饭，语气里全是嫌弃，说这帮人简直像蟑螂一样命硬，宁愿喝雨水也不肯吃加了料的饭。但这有什么用呢？反正实验室马上就要关门了，等焚化炉那边腾出空来，所有人都会被当成垃圾处理掉。阿尔斯坎在暗处听得一清二楚，原来躲过了毒药，也躲不过被烧成灰的命运吗？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走廊里突然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赫尔辛带着一群黑衣人闯了进来，他披得华贵的毛领大衣，眼神里透着一股让人胆寒的杀气。研究员还没来得及问对方是谁，一道寒光就直接抹了脖子，惨叫声瞬间传遍了整个走廊。赫尔辛踩着血迹走过，下达了最残忍的命令，拿走所有数据，然后放火烧了这里。为了不走漏风声，所有的研究员一个都别想活。蓝色火焰瞬间吞噬了一切，惨叫声在走廊里回荡。手下突然发现还有活着的试验品，赶紧拦住赫尔辛，说这种地方太脏，请殿下千万别过去。赫尔辛根本没理会劝阻，直接一把将人推开。他径直走到牢房深处，死死盯着那个缩在角落里的少年。对方胸前那个13号标签在火光下显得格外刺眼。阿尔斯坎虚弱地抬起头，看着眼前这群不速之客，沙哑着嗓子问了一句：“你们是谁？”赫尔辛看到阿尔斯坎还活着，表现得比谁都高兴。他主动伸出手想要靠近，可阿尔斯坎却本能地往后躲。赫尔辛赶紧停下动作，语气温柔的不像话，说自己绝对没有恶意，只是看到他平安无事太好了。他还吩咐随从去拿食物和毯子，看起来就像个大善人。可阿尔斯坎一眼就瞄到了随从腰间挂着的麻醉剂，这根本不是救人的装备。他立刻警觉起来，大声质问对方到底是谁，来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随从刚想呵斥他的无礼，就被赫尔辛拦住了。他坦白了自己的皇子身份，说自己是专门来救人的，因为皇室原本下达的命令是把这里所有的试验品全部清理掉。听到清理这2个字，阿尔斯坎和比尔都愣住了。原来在那些大人物眼里，他们的命连垃圾都不如。阿尔斯坎盯着眼前的皇子，直接问出了心里的疑问：既然皇室下令要清理掉所有人，你为什么要冒着风险救我们？赫尔辛摆出一副正义的样子，说这是他作为皇子的责任，他要还给这些受害者应有的生活。除了吃穿住行，赫尔辛甚至还承诺提供教育。更诱人的是，他答应会帮他们完成复仇，只要等到时机成熟，他要成为这个帝国唯一的太阳。说白了，这就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阿尔斯坎立刻反应过来，这位皇子是想利用他们的力量去造反。赫尔辛也没有隐瞒，他给出了2个选择，要么离开这里去当一辈子逃犯，要么跟着他建功立业，甚至能重新拿回贵族的身份。其他的幸存者都拿不定主意，他们互相看了看，最后把目光都投向了阿尔斯坎。对他们来说，只要是阿尔斯坎做的决定，他们都会无条件跟随。所有的压力瞬间都压在了阿尔斯坎身上。赫尔辛耐心地等待着答案，问他到底想怎么做。奥兰德还在为寻找线索的事发愁，塔纳西亚虽然嘴上说着没关系，但这种被动等待的滋味并不好受。哪怕身体已经好转，奥兰德还是下了禁足令，在查清刺客的幕后主使之前，塔纳西亚哪儿也去不了。这种只能躲在别人羽翼下的感觉，让他觉得无比压抑。现在的自己除了寻求保护，竟然什么都做不了。看着盒子里破碎的残骸，那种无力感再次袭来。这里不再是虚构的小说世界，而是他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一旦走错一步，就再也没有回头路。阿尔斯坎留下那句承诺，就消失在林间，只剩下他在原地声嘶力竭的呼喊。万一他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如果刚才那一面就是2人的永别，这种恐惧就像深渊一样要把他吞没，他绝不能让这种悲剧发生。与其沉溺在无用的担心里，不如想办法掌握主动权。他重新开始了关于魔石的研究，试图把效率提升到极限。瓦尔南老师对他的回归感到欣慰，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如果不变得更强大，他根本护不住想要守护的人。瓦尔南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疲惫，他知道这姑娘嘴上说着没事，其实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如果真的放下了，又怎么会像现在这样拼命折磨自己？如果不变得更强大，他拿什么去保护身后的子民，又拿什么去守护那个远方的阿尔斯坎？这种紧迫感让他一刻也不敢停下。他甚至向瓦尔南提出了一个自私的请求，如果哪天因为他而陷入险境，请一定要优先选择自己活下去。他真的再也承受不起任何人的离去了。瓦尔南并没有直接答应，反而说起了自己那段尘封的往事。原来这位看似平凡的魔导技师，竟然曾是显赫家族的继承人。只因为没有觉醒家族传承的异能，他就被亲生父亲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在这个看重天赋的世界里，他只能把命都赌在魔导工程上。看着老师决绝的样子，塔纳西亚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当一个人手里只剩下最后一点东西时，真的会为了他去拼命。那阿尔斯坎呢？对他来说，自己是不是也是那个唯一的依靠？所以他才愿意为了保护他，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推向险境。
夜晚的林间静得让人心慌，远处那个模糊的身影让塔内西亚一下子停住了脚步。那是阿尔斯坎吗？他满心欢喜地追了过去，可看清之后才发现那不过是树影交错产生的幻觉。原来这种思念早就让他变得草木皆兵了。阿尔斯坎曾亲口告诉他，他更喜欢现在这个不一样的他。在这个虚伪的世界里，只有这个男人真正看透了他的灵魂，成了他内心唯一的依靠。那座像堡垒一样坚固的实验室，转眼间就成了幽蓝色的火海。曾经以为永远不会倒下的地方，在烈火中竟然显得这么脆弱。比尔坐在逃离的马车上，听着同伴们议论纷纷。虽然三皇子的意图还不明朗，但亲手烧掉那个压抑的牢笼，确实让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痛快。只是看着远处逐渐崩塌的废墟，他心里却并没有多少胜利的喜悦。原来那些看似不可战胜的权威，崩塌起来竟然这么容易。看着同伴满脸期待的样子，阿尔斯坎心里却只有虚无。只要皇子遵守诺言，他们就能过上好日子吗？这种出卖灵魂换来的自由，到底能维持多久？赫尔辛的笑容至今让他脊背发凉。所谓的开启新生活，代价是成为他手里的杀人武器。当时他们根本没得选，如果不答应，所有人都会死在那个地狱里。阿尔斯坎已经到了极限，为了活下去，他只能亲手把自己卖掉。同伴感激地叫他兄弟，觉得是他在绝境中救了大家。可他只是疲惫地应了一声。这种用命换来的交情，听起来多少有些讽刺。阿尔斯坎盯着那片星空，同伴正忙着去前面领吃的，还特意让他留在车上休息。可他现在什么也吃不下。随着马车一阵阵晃动，他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好像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被他弄丢在了原地。那种感觉让他坐立难安。到底忘了什么呢？是还没来得及交代的事，还是那个本该守护的人？而此时的塔内西亚正独自站在漆黑的树林里，他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对这空荡荡的四周不停张望。可那个熟悉的身影早就已经消失在夜色深处了。他用力揪住胸口的衣服，那种抓不住的感觉让他心慌。远方的阿尔斯坎也没好到哪去，他明明已经重获自由，可心里却空落落的。这种莫名的难过让他不知所措。我到底忘记了什么？谁能想到这一等就是好几年，从青涩少女到独当一面，塔内西亚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了变强上。如今终于成年，他郑重地向父亲道谢，但寻找阿尔斯坎的念头从来没有动摇过。在领地待了整整10年，是时候该离开了。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卡鲁亚帝国。为了找到那个消失的少年，他秘密派人潜入帝国，甚至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画像。只要能找到他的下落，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按照原著的剧情走向，阿尔斯坎成年后应该会成为帝国护卫。可派出去的人翻遍了整个皇宫，竟然连个影子都没捞着。更诡异的是，那个标志性的蓝色火焰能力，在所有骑士团里都没出现过，这完全不符合逻辑。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难道阿尔斯坎已经不在人世了？原著的剧情已经彻底乱套了，在卡鲁亚帝国根本找不到他的影子。看来这个世界的发展早就脱离了原本的轨道。既然一个地方找不到，那就翻遍所有的帝国，哪怕派出去的特工接连失踪，塔内西亚也绝对不会收手。谁能想到，当年的落难少女，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大陆最强的军火商，连最凶悍的佣兵都要看他的脸色。这次提供的强力武器让客户非常满意。为了表达谢意，对方带来了一个足以炸裂的情报，关于那个神秘的人体武器实验室，终于有了新的线索。卡鲁亚帝国现在乱成了一锅粥，三皇子为了争夺皇位，竟然秘密招揽了一群怪物。据说他们都是从实验室里爬出来的，被称为最危险的人体武器。最关键的一点是，这群秘密护卫使用的力量，竟然是极其罕见的蓝色火焰。听到这儿，塔纳西亚心里那个模糊的猜想终于坐实了。难怪这些年动用了所有势力都找不到阿尔斯坎的半点踪迹，难怪派出去的精锐特工全都会莫名其妙的人间蒸发。如果他真的成了皇室的秘密武器，为了守住这个禁忌的身份，那些特工肯定早就被灭口了。这一切的疑点终于串成了一条线。可如果阿尔斯坎真的在那儿，他一定知道这些年他从未放弃。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一次都没有出现过？难道他真的变了吗？卡鲁亚帝国的内战终于落幕了，三皇子赫尔辛成功夺权登基。那些曾经见不得光的秘密护卫，现在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帝国功臣，还被封为了高高在上的贵族。这对塔内西亚来说是绝佳的机会。既然这些人已经走到了阳光下，那就一定能顺藤摸瓜找到线索。他立刻派出了手里最后的特工，毕竟为了这一天，他已经整整等了10年。就在他紧锣密鼓布局的时候，女仆泽林看着他背后的伤疤，忍不住提起了那段往事。虽然他对外宣称那是意外摔伤，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那道狰狞的痕迹到底是谁留下的。转眼10年过去了，背上的伤疤依然清晰可见。泽林总担心这会影响他的婚事，可他根本不在乎，反正这辈子他就没打算嫁人。现在的塔内西亚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任人宰割的小女孩。作为帝国最顶尖的军火供应商，他手里掌握的财富和权力，足以让任何一个贵族感到胆寒。想要追求他的人能从城头排到城尾，但这些家伙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他比谁都清楚。不是看中了他的美貌，就是盯着他背后的庞大势力。这不，又有一个不怕死的想翻墙进来，结果直接触发了院子里的机关，被关在笼子里，吊在半空中，还在那儿声嘶力竭地喊着求婚。看着这个被吊起来的倒霉蛋，他心里没有半点波澜。明明门口写着禁止入内，怎么总有人觉得自己会是那个例外呢？塔内西亚无奈地摆了摆手，让泽林赶紧把人放了送走。这些追求者简直像苍蝇一样，逼得他只能在自家院子里装机关。
本以为拒绝了所有求婚信就能换来片刻的清静，谁知道这群人反而变本加厉，甚至开始翻墙私闯民宅。这种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就在他烦躁到极点的时候，门缝里又被塞进了一封红色的信。他本以为又是哪个死缠烂打的追求者，正准备随手扔掉，却在看清信封的那一刻彻底愣住了。这根本不是什么求婚信，而是来自卡鲁亚帝国的正式邀请函。那个他苦苦搜寻了10年的地方，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主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更让他脊背发凉的是，这封信就像凭空出现的一样，没有任何人察觉到送信人的踪迹。守卫森严的布雷洛夫庄园，在送信人眼里简直就像自家后花园，来去自如，完全没惊动任何人。塔内西亚怎么也没想到，卡鲁亚帝国的皇帝竟然会亲自下帖，而且语气强硬的根本不容拒绝，说是2天后就要直接把人接走。这哪是邀请，简直就是明晃晃的绑架。当初内战打得最凶的时候，两边都求着他提供魔法武器，可他谁的面子都没给。现在仗打完了，这位新皇帝赫尔辛突然找上门，难道还是为了那些杀伤力巨大的武器？虽然心里100个不情愿，但现在的塔内西亚根本没有说不的权利。不过这趟皇宫之行或许也是个机会，他已经派人去搜寻阿尔斯坎的下落，只要有一丝线索，他就绝不会放手。塔内西亚正盘算着怎么去找那个人，甚至做好了抛下一切的准备。可计划赶不上变化，还没等他出门，新的麻烦就直接撞到了脸上。纳森王国的芬尼尔公爵突然登门，开口就要借用他研发的杀气 K39。原来这个夹在2大帝国缝隙里的小国，现在已经因为战乱彻底失控了，到处都是趁火打劫的流民和暴徒。这位公爵显然是急疯了，竟然想靠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来翻盘。面对芬尼尔公爵的要求，塔纳西亚拒绝得很干脆，杀伤力太大的 K39绝对不能借，他只愿意提供用来镇压的轻型武器。可公爵根本看不上这种小玩意，甚至觉得他是在拿玩具糊弄人。既然双方的底线谈不拢，那就没必要再浪费时间了。塔内西亚直接下了逐客令，让公爵去别家碰碰运气。谁知对方竟然想玩硬的，公爵的侍卫直接拔剑挡住去路，还骂他是个傲慢的小丫头，说公爵没点头就不准走。这已经不是在谈生意了，这是明晃晃的威胁。塔内西亚看着眼前的剑锋，语气冷得让人脊背发凉。你们这是打算跟我撕破脸吗？刚才还气势汹汹的侍卫，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就被一道电光直接放倒了，连手里的剑都拿不稳。塔内西亚不紧不慢地解释，这就是他口中的玩具 X 系列，专门用来对付不听话的人。只要一点点魔法电能，再强壮的男人也得当场瘫痪。比起那些非死即伤的重武器，这玩意儿显然更实用。他看着眼前的公爵，语气里满是调侃：怎么样，这个玩具公爵大人还满意吗？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芬尼尔公爵，现在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只能尴尬地咳嗽2声。塔内西亚早就习惯了刀尖舔血的日子，就算被人用剑指着，他也连眼都不会眨一下。这种过分的冷静甚至让父亲感到不安。可他必须在军火商的位置上坐稳，因为只有掌握了最顶尖的情报网，他才能查清阿尔斯坎的生死。就在这时，女仆泽林提着信鸽急匆匆赶来，那是来自卡鲁亚帝国的秘密回信。信上的消息原本让人失望，情报员翻遍了整个禁卫队，也没找到那个黑发金眼的男人。可就在塔纳西亚准备放弃时，信的末尾却提到了一个关键线索。虽然禁卫队里没有这个人，但其他线人确实见过符合描述的目标。阿尔斯坎不仅活着，还被皇帝赐予了伯爵的姓氏，甚至成了秘密护卫队的队长。只是最近他刚好离开了帝国。塔内西亚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就被窗外一阵嘈杂声打断了。他有些不耐烦地看向庭院，以为又是哪个不长眼的求婚者，大白天的跑来闹事。可当他看清窗外那个身影时，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找了这么久的阿尔斯坎，竟然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出现了，这绝对不可能。塔内西亚甚至觉得是自己产生了幻觉，不然那个消失了这么久的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他不顾一切地冲向露台，只想亲眼确认那个身影。守卫拔出长剑挡在前面，语气异常紧张，说外面那个男人是危险的入侵者，让大小姐千万别靠近。但在塔内西亚眼里，那哪里是什么入侵者，真的是他。塔内西亚试探着喊出那个名字，记忆里的阿尔斯坎和眼前这个冷峻的男人重叠在了一起。塔内西亚一步步走下台阶，声音里满是不敢置信，想确认这一切到底是不是梦。可对方并没有露出重逢的喜悦，反而语气冰冷地喊出了他的全名：塔奈西亚·布雷洛夫。阿尔斯坎缓缓拉下面罩，那双金色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温度，他盯着塔奈西亚，就像在确认一个早已标记好的猎物。看来你就是塔奈西亚了。这一句简单的确认，却让原本温情的重逢瞬间降到了冰点。塔奈西亚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慌，站在面前的这个男人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阿尔斯坎明明就站在对面，语气却像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他说自己当然知道他是塔内西亚，可除了这个身份，他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曾经最亲密的人，现在只剩下一个冰冷的头衔。难道这几年的时间真的能让他把一切都忘干净吗？连旁边的骑士都看出了不对劲，既然人没找错，为什么他会表现得这么冷淡？面对骑士的阻拦，阿尔斯坎表现得异常冷静。原来那封神秘的红色信件竟然就是他亲手留下的。他今天出现在这里，就是为了信里提到的那个约定。阿尔斯坎根本不想叙旧，他开口就是催促离开的时间，仿佛眼前的塔纳西亚只是个任务目标。这种公事公办的态度让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为了处理家里的事，塔内西亚
只能争取最后一天的缓冲。骑士完全没料到，他竟然真的要去见那位卡鲁亚皇帝。阿尔斯坎虽然勉强答应等一天，却连多待1秒的意思都没有。看着他转身就要走，塔奈西亚终于忍不住追了上去。他找了这个人好几年，怎么可能让他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离开？你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吗？面对这声嘶力竭的质问，阿尔斯坎的眼神里却没有任何波动。他留下明天再见的约定就走了。直到这一刻，塔奈西亚才感觉到那种脱力感。要不是骑士在旁边扶着，他恐怕连站稳的力气都没有了。原来阿尔斯坎真的还活着，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反复回想。找了这么多年，所有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既然人已经找到了，那就一刻也不能再等。他吩咐泽林简单收拾行李，准备出发。哪怕骑士担心家里那位大人会反对，他也完全顾不上了。可还没等他走出房门，诺克西亚就突然闯了进来，开口就问是不是真的见到了阿尔斯坎。消息居然传得这么快。诺克西亚原本还在替姐姐高兴，毕竟找了这么多年的人终于出现了。可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塔内西亚脸上一点喜悦都没有，因为那个男人竟然把他忘得干干净净。听到这个消息，诺克西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既然阿尔斯凯是带着皇命来的，塔奈西亚就必须跟着他去卡鲁亚。虽然担心妹妹一个人在家，但诺克西亚表现得比想象中更坚强。他只希望姐姐这次去能把所有的事情都问个清楚，毕竟为了这一天，塔内西亚已经等待了太久太久。为了能顺利出发，塔奈西亚开始没日没夜地处理手头的烂摊子，写信向父亲说明情况，推掉所有重要的商业会议，甚至还要处理武器外界的公文。为了那个不记得自己的男人，他已经赌上了自己拥有的一切。虽然累得够呛，但只要想到天亮就能再见到他，塔奈西亚就一点睡意都没有。他有太多话想问阿尔斯坎了，关于这几年的经历，还有他那消失的无影无踪的记忆。信哥带回来的消息更让他心惊。如果阿尔斯坎真的成了禁卫队长，甚至还被封为了伯爵，那就意味着他这几年一直都在赫尔辛的眼皮子底下生活。这事儿越想越不对劲。在原本的故事线里，赫尔辛根本就没有当上皇帝，现在的局势已经完全脱离了掌控。阿尔斯坎在他身边真的安全吗？既然非去不可，那就必须亲自去会会那个赫尔辛，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天刚蒙蒙亮，塔奈西亚就已经准备好要出发了。可看着眼前这一大堆行李，他还是愣了一下。泽林这些东西全都要带走吗？看着这一地像小山一样的行李，泽林还觉得带少了，毕竟这一走就是半个月，恨不得把整个衣柜都给搬走。塔内西亚看着都觉得头大。就在这时，阿尔斯坎准时出现在了马车旁，看着这夸张的阵仗，他倒是没多说什么，只是催促着赶紧出发。可塔内西亚哪里坐得住，他一把拉住阿尔斯坎，有些话如果不现在问清楚，这一路上他恐怕连觉都睡不着。马车缓缓开动，狭小的空间里只剩下他们2个人。塔内西亚盯着那双熟悉的眼睛，终于还是问出了那个最让他揪心的问题：阿尔斯坎，关于我，你真的哪怕一点点妒忌不起来了吗？面对塔内西亚的质问，阿尔斯坎只是沉默地坐着。这种死一般的寂静让塔内西亚彻底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眼前的这个男人真的把关于他的一切都忘了。可即便如此，只要能看到他平安无事地活着，塔内西亚就已经觉得是奇迹了。他想知道他这几年是怎么过的，想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哪怕现在的自己对他来说只是个陌生人，他也想一点点找回曾经的影子。哪怕他不急着现在就开口，可阿尔斯坎接下来的话却像一盆冷水当头浇下。他冷冷地看着塔纳西亚说：“你这种自来熟的态度让我觉得很不舒服。10年的执着和等待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嫌弃。曾经那个温柔的阿尔斯坎，难道真的再也回不来了吗？”阿尔斯坎的话说得很重，他甚至没打算给塔奈西亚留面子，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以后不要再随便叫他的名字。现在的他有皇帝赐予的姓氏和爵位，是高高在上的阿特雷斯伯爵。在他看来，塔内西亚只是个没礼貌的陌生女人。塔奈西亚只能把所有的委屈都压心底，低声向这位伯爵大人道歉。毕竟在一个完全忘了你的人面前，再多的深情都像是在纠缠。可就在气氛降到冰点的时候，阿尔斯坎却突然盯着他问了一句：“塔奈西亚小姐，我们以前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塔奈西亚没有打算隐瞒，直接揭开了那个卑微的真相：“你曾经是我的侍从，也是布雷洛夫家族的一个奴隶。”听到奴隶这2个字，阿尔斯坎自嘲地笑了笑。那看来我们以前的关系肯定好不到哪去吧？塔内西亚看着他认真说道：“事实恰恰相反，我当时非常在意你，而你也对我百依百顺，甚至连我这条命都是你救回来的。”本以为这番话能唤起一点温情，谁知阿尔斯坎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那真是太遗憾了。”这种反应到底是什么意思？阿尔斯坎的话简直冷到了骨子里。他不仅记不起眼前的女人，甚至觉得他这10年的寻找纯粹是在浪费生命。曾经那个一眼就能看穿的少年，现在却像是一团迷雾，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桥梁意外坍塌，他们今晚只能在野外扎营。骑士神色匆匆地赶来汇报，可除了行程安排，他还留下了一个诡异的警告：“小姐，请千万不要和那个男人单独相处。现在的他不仅记不起你，还带着满身的敌意，你必须时刻提防这个男人。”是啊，这10年的空白足以让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会跟在自己身后的少年了。如果真的按照原著剧情发展，一旦自己被帝国列为敌人，他或许真的会拔剑相向。曾经的救命之恩，在他眼里竟然只是浪费时间。这种冷漠简直比刀锋还要伤人。看来在他心里，我真的已经没有任何分量了。
还没等赶上结束，密集的箭雨就打破了黑夜的宁静，是前任皇帝的残余势力。骑士反应迅速，立刻护送塔纳西亚往密林深处撤离。这些疯子为了夺权，竟然想把无辜的人也卷进内战。就在这时，阿尔斯坎再次出现，他让大家先躲起来，剩下的交给他处理。毕竟内战刚结束，这种偷袭对他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骑士并没有打算帮忙，对他来说，保护小姐的安全才是第一位。阿尔斯坎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那是自然。”看着阿尔斯坎独自走向黑暗的背影，那种陌生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他似乎习惯了这种刀尖舔血的日子，但现在的局势已经由不得我继续当个旁观者了。既然已经成了别人的目标，那就要准备点像样的回礼。谁说柔弱的大小姐就只能躲在车里等死？这把枪就是我最后的底牌。外面的惨叫声越来越近，看来今晚注定是个流血之夜。这些家伙全躲在暗处，根本分不清到底有多少人。阿尔斯坎正准备动手，远处却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金色的光芒瞬间贯穿了黑夜。还没等潜伏的刺客反应过来，就已经被这股力量彻底击倒。这根本不是普通的魔法。阿尔斯坎停下了动作，他显然没料到那个本该躲在车里的女人竟然还有这种手段。部下急忙赶来汇报，说多亏了林子里那道奇怪的闪光，他们才顺利锁定了残余势力。阿尔斯坎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他把剩下的烂摊子丢给手下，转身就往森林深处走去。他现在只想确认一件事：塔内西亚到底在搞什么鬼？此时的塔内西亚正打算悄悄溜回马车，刚才那一枪虽然解了围，但也彻底暴露了他的位置。更糟糕的是，他的脚在撤退时受了伤，每走一步都变得异常艰难。阿尔斯坎冰冷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原来刚才那道光真的是你弄出来的？”塔内西亚怎么也想不通，他到底是怎么在黑夜里精准定位的。阿尔斯坎却只是冷冷的回答：“他是故意在林子里绕圈子，就是为了引出那个放冷枪的人。看他这副严肃的样子，肯定是在心里责怪我太鲁莽了。但我一点都不后悔，毕竟那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躲在车里当缩头乌龟？”还没等塔内西亚开口解释，他竟然直接把他横抱了起来。这种突如其来的亲近让塔内西亚措手不及。阿尔斯坎却根本没打算松手，只是冷冷的回了一句：“你的脚受伤了，根本没法自己走路。”塔纳西亚整个人都定住了，明明自己一直都在咬牙强撑，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刚才为了帮守卫解围，我偷偷溜出马车，躲在树丛里，本想换个更隐蔽的地方，结果忙中出错，不小心在乱石堆里崴了脚。他现在的语气冷冰冰的，说他的任务是把我平安送回去，让我别再做这种危险的事。我不服气的反驳：“要不是我帮忙，他哪能这么快占上风？”可他根本不领情，说就算没我他也应付得来。他接下来的话简直冷到了骨子里，他说那些过去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只是警告我绝对不要再有下次。阿尔斯坎的话说得很绝，他说那些过去他早就忘了，如果我的伤拖了后腿，只会让他觉得麻烦。看着他的侧脸，我一下子想起了10年前，他也是这样一个人挡在前面，说是为了保护我，其实是想把我推开。这10年来我立过誓，绝对不会再让他一个人面对，哪怕他现在变得这么冷漠。我一把拽住他的衣服，大声告诉他我不接受，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要跟着，因为我再也不会让他孤军奋战了。就这样，我们终于来到了卡鲁亚帝国皇宫，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卡特急匆匆赶来汇报，说阿尔斯坎正带着塔奈西亚往回赶。赫尔辛听了只是笑了笑，说那个男人办事从来没出过错，这正是他最欣赏的地方。卡特心里却有点不安，觉得皇帝对他实在太偏爱了，甚至怀疑塔纳西亚是被绑架回来的。赫尔辛倒是一点也不意外，反而觉得这很有可能，打算等人到了再亲自问个清楚。但这风光的皇位背后，其实藏着一个血色的交易。当初为了登基，赫尔辛曾亲口许下诺言，只要能帮他夺权，他就会给那些人复仇的机会。阿尔斯坎始终记着这笔账，他帮皇帝拿到了想要的一切，现在该轮到皇帝兑现承诺了，因为留给那些同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赫尔辛下达了最后的通牒，只要把塔内西亚带回来，他就会兑现那个血色的诺言。这对他来说，更像是一场胜券在握的游戏。窗外大雨倾盆，骑士骑马护送着马车，他一直守在塔纳西亚身边，提醒他阵子就在前面了，让他再坚持一下。明明自己脚上还有伤，塔内西亚却还在担心别人淋雨。骑士听了直摇头，语气里全是无奈，让他以后绝对不许再乱来了。塔内西亚只能乖乖点头，虽然伤口已经处理过了，但一想到回去要面对父亲的唠叨，他就觉得一阵头大，这下真的要被说惨了。脚踝的伤口疼得越来越钻心，为了躲避随时可能出现的袭击，众人冒着大雨赶了一整夜的路。阿尔斯坎带队走在最前面，整支队伍都已经精疲力竭，终于在村子里安顿了下来。泽林还在为没能立刻找医生而自责，甚至担心塔纳西亚洗澡会滑倒，非要留下来照顾他。塔内西亚只能笑着把对方劝走，毕竟他早就不是小孩子了。独自泡进温热的水里，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这一路走来实在太不容易了，我忍不住长长的叹了口气。接下来的路又该怎么走？最让人心塞的是，阿尔斯坎竟然把我忘得干干净净。他现在成了高高在上的贵族，想要彻底抹掉那段当奴隶的过去。其实我也能理解，可他看我的眼神里全是防备，这到底是为了什么？还没等我想明白，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这么晚了，谁会过来？佣人们早就被我打发去休息了，我只能披上衣服自己去开门。谁知道脚下一滑，这下真的要摔惨了。听到屋里传来的惨叫声，阿尔斯坎想都没想就冲了进来，结果正好看见塔内西亚摔在地上，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得到允许后，他才敢走近。可一看到塔内西亚现在的样子，他整个人直接定在了原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塔内西亚赶紧解释是地板太滑，顺便问他这么晚过来干什么。可阿尔斯坎根本没接话，只是死死地盯着他，这眼神到底是什么意思？阿尔斯坎二话不说就把人抱了起来。塔内西亚整个人都懵了，心里还在犯嘀咕，怎么每次帮忙非要用这种姿势？他刚想提醒地板太滑要小心，结果话还没说完，阿尔斯坎脚下一歪，两个人直接栽进了浴缸里。阿尔斯坎赶紧开口道歉，生怕塔内西亚受了伤，这种时候还要维持体面，真是难为他了。塔内西亚摇了摇头，说自己没什么大碍，可现在这副样子，谁看了不觉得尴尬？偏偏这时候骑士泽恩找了过来，听着门外的询问声，塔内西亚只能硬着头皮撒谎，说自己刚才不小心扭了脚，可对方实在太负责了，非要留下来帮忙不可，眼看就要瞒不住了。塔内西亚干脆心一横，直说自己现在没穿衣服。这招果然管用，泽恩道个歉就赶紧离开了。危机虽然暂时解除，可撒了这种谎之后，桶里的气氛反而更不对劲了。塔内西亚试探着叫了一声，身后的阿尔斯坎却没回应。这种距离下，连空气都快要凝固了。两人在水里僵持了半天，塔内西亚终于忍不住开口，让他赶紧松手。阿尔斯坎这才回过神来，提议先上去把衣服弄干。可就在起身的瞬间，他却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那件湿透的衣服下面竟然满是触目惊心的伤痕。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整个人变得异常沉默。等回到房间坐定，塔内西亚还是觉得奇怪，堂堂伯爵大人怎么会为了这点小伤特意跑一趟？而且他手里那个沉甸甸的箱子，显然不是为了看脚踝准备的。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阿尔斯坎根本不听劝，非要亲自动手帮他处理伤口，还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是怕耽误了行程。塔内西亚刚想拒绝，就被他一把按住了。这个男人像是变了个人，语气里全是让人无法拒绝的强硬。其实阿尔斯坎心里想的全是刚才看到的那些伤痕，只要一闭上眼，那些画面就挥之不去。看着他低头忙碌的样子，塔纳西亚心里乱成了一团。他竟然鬼使神差地伸出了手，这一刻他好像从他身上看到了过去的影子。可还没等他收回手，阿尔斯坎就猛地抬起头，一把扣住了他的手腕。刚才那点温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冷冷地问他在干什么，语气里全是防备。塔内西亚只能尴尬地道歉，看来有些界限真的不能随便跨过去。阿尔斯坎的话说得很绝，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塔纳西亚自己对过去没兴趣，更警告他别再自作多情，这分明是要把两人的关系彻底切断。手腕上的力道越来越重，塔内西亚只能忍着难受让他松手，这种冷漠比身体上的疼痛更折磨人。阿尔斯坎猛地甩开手，连看都不再看他一眼，只丢下一句明天会带医生过来，就冷冰冰地转身离开。房间里一下子安静得让人难受。塔内西亚看着脚上的绷带，那些带刺的话确实伤到他了，可他心里很清楚，如果真的不在乎，刚才又何必那么小心地帮他处理伤口？他这种故意推开他的样子，反而说明背后一定有隐情。既然他不想说，那塔纳西亚就自己去查个明白。这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他一秒钟都不想再忍受了。而此时在另一个房间，阿尔斯坎缓缓脱下外衣，后颈上那个诡异的黑色符文终于暴露在了空气中。只是看了一眼，阿尔斯坎就发现塔纳西亚在硬撑，这种本能反应快得惊人，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好像身体比大脑更先认出了他的痛苦。湿透的衣服丢在一旁，他看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符文，那些想不起来的过去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难道他曾经无数次这样注视着他，才会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可在那段被抹去的时光里，他究竟为他做过什么，又为了他失去过什么？阿尔斯坎心里很清楚，他身上背负着沉重的使命，绝不能把对方卷进这场危险里。庄园里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女仆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说有人指名道姓要见塔纳西亚。诺克西亚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立刻赶去会客室。站在窗边的男人气场不凡，他就是凯恩商会的老板德凯恩。德凯恩转过身，露出礼貌的微笑，似乎对这次见面早有准备。他表现得非常绅士，但显然不是来叙旧的。寒暄过后，他直接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塔纳西亚在哪里？诺克西亚没打算隐瞒，直接甩出了一个重磅消息：阿尔斯坎回来了。德凯恩整个人都愣住了，那个本该消失的人竟然还活着。更让他没料到的是，塔内西亚已经跟着对方走了。诺克西亚特意过来道谢，多亏了德凯恩的帮忙，塔内西亚才找到了阿尔斯坎。德凯恩表面上表现得很大度，说这只是在帮朋友达成心愿，其实他心里一直有个结。当年没能救下阿尔斯坎，他甚至被父亲赶出了家门，白手起家创立了现在的商会，只为了能继续帮塔内西亚寻人。可他内心深处却有个阴暗的想法，他一直觉得阿尔斯坎早就没命了，甚至希望塔纳西亚能慢慢忘掉，彻底对那个死人死心。谁能想到那家伙竟然真的活着？诺克西亚问他有没有话要带给对方，德凯恩直接拒绝了。既然大家都要去卡鲁亚，那就到时候当面见个分晓吧。另一边，塔内西亚的伤势总算稳住了，医生一大早就赶了过来。其实这都是阿尔斯坎的功劳，天还没亮他就去把人请来了，这份细心确实让人没法不动容。就在这时，泽恩急匆匆地送来一封信，是塔内西亚的父亲寄来的回信。父亲在信里显得很无奈，既然他已经找到了找了那么久的人，那去卡鲁亚这件事，当爹的恐怕是拦不住了。父亲在信里交代，他暂时还不能离开阿文帝国，因为他找到了关于那种毒药的线索，还特意叮嘱塔内西亚要多加小心。毒药？塔内西亚
立刻想到了母亲的死。难道父亲终于抓到了当年的蛛丝马迹？当年的那场意外一直是个谜，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者，证据也全都是乱成一团。母亲身上不仅有致命伤，还有好几处乱七八糟的刺痕，甚至在别墅里还发现了没用完的毒药。唯一的线索就是凶手的力气很大，而且个头比母亲高出不少。如果父亲真的查到了毒药的来源，那真相恐怕真的要水落石出了。就在这时，泽恩又带来了一个新消息，关于那些卡鲁亚雇佣兵的调查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当年在别墅附近出没的人，一个都跑不掉。泽恩办事一向靠谱，只要锁定嫌疑人就会立刻汇报。塔纳西亚这次去卡鲁亚，明面上是去找阿尔斯坎，背地里其实是在帮父亲抓真凶。既然在阿文帝国查不到线索，那凶手很有可能就躲在卡鲁亚。他打算利用寻找阿尔斯坎的眼线，来个一石二鸟。真相说不定就藏在这次旅程中。马车终于驶入了卡鲁亚帝国，这里的氛围和老家完全不一样。塔内西亚看着窗外，心里还在盘算接下来的计划，可还没等他安顿好，马车就被一群人强行拦住了。对方指名道姓要找塔纳西亚，带头的骑士直接亮出了皇帝的旨意，要立刻带他进宫面圣。这脚跟还没站稳呢，怎么就被卡鲁亚的皇室盯上了？说话的人是卡特，他可是第一骑士团的团长，一上来就摆出公事公办的架势，说接下来的护卫工作全归他管。可阿尔斯坎根本不买账，直接挡在了马车前，哪怕卡特搬出皇帝的命令，他也丝毫不退让，甚至打算亲自去向皇帝核实。这种当众打脸的行为让卡特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他怎么也没想到阿尔斯坎竟然敢当面怀疑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卡特是想趁机把人劫走。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两个男人谁也不肯让步。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塔内西亚终于走下了马车。塔内西亚可不是好惹的，他当场拒绝了卡特的护送，还把阿尔斯坎搬出来当挡箭牌，直截了当的放话，如果不让阿尔斯坎陪同，他现在就打道回府。这招以退为进确实厉害，阿尔斯坎也反应极快，顺着话茬就让卡特赶紧让路，还说皇帝那边他会亲自去解释，根本没给卡特留一点面子。卡特这下算是吃了个大瘪，他心里恨得牙痒痒，觉得阿尔斯坎就是仗着皇帝撑腰才敢这么目中无人，这笔账他算是彻底记下了。等走远了之后，塔内西亚还有点担心，问阿尔斯坎这样做会不会坏了他的交情。阿尔斯坎倒是表现得很淡定，说他们两个本来就是死对头，就算没有今天这档子事，也迟早要撕破脸。看着卡克离开的背影，塔内西亚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虽然刚才在博弈中赢了，但这个男人身上似乎藏着什么，让他莫名的有些在意。跟着阿尔斯坎走进皇宫深处，还没等他仔细观察周围，一个温和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对方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身份。坐在花园里喝茶的男人正是卡鲁亚帝国的皇帝赫尔辛。他不仅没有责怪刚才的混乱，反而主动提起了宫门口的小风波，语气里听不出半点不悦。塔内西亚赶紧低头道歉，心里却在暗暗吃惊，眼前的皇帝比想象中要年轻得多，而且说话做事非常体面，完全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压迫感。赫尔辛甚至还站起身来，反倒责怪起自己考虑不周，说不该让初来乍到的他在宫门口遇到那种麻烦事。赫尔辛主动挑起了话题，问塔内西亚想不想知道为什么非要请他来卡鲁亚。塔内西亚也没打算绕弯子，直截了当的说肯定是为了他手里那些魔法武器吧。听到这个回答，赫尔辛忍不住笑出了声，说他这性格还真是够急的。既然这样，那他也就不卖关子了。他轻轻牵起塔纳西亚的手，动作优雅的让人挑不出毛病。可接下来的话却像是一枚重磅炸弹，直接在塔纳西亚耳边炸开。他注视着眼前的女人，缓缓开口问了一句：塔纳西亚小姐，你愿意成为我的皇妃吗？这突如其来的表白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甚至连一直冷静的塔纳西亚都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他只能勉强找个借口，说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可谁能想到赫尔辛接下来的话更让人心惊，求婚信竟然早就送到了他的家族，而他这个当事人竟然从头到尾都被蒙在鼓里。原来父亲一直在背后搞鬼，那些求婚信全被他私自处理了，甚至连皇帝的亲笔信他都敢瞒着我付之一炬。赫尔辛的目的再明显不过，他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感情，而是盯上了我手里的魔法武器，想通过婚姻把这些力量占为己有。更可笑的是，他竟然只给了一个皇妃的位置，因为那个正宫皇后的宝座早就被塞露娜坐稳了。马诺科家族为了扶持皇帝上位，手上沾满了鲜血，在他们眼里，权力才是唯一的信仰。赫尔辛缓缓开口，仅仅是一个皇妃的位置，恐怕还满足不了你的胃口吧。他直接抛出了重磅筹码，只要塔纳西亚愿意点头，未来的皇位继承权就全在他未来的孩子手里。这简直是把整个帝国都送到了他面前，听起来确实是个完美的诱惑。可塔纳西亚心里很清楚，马诺科家族那群贪婪的家伙绝不会让他安稳地享受这一切。他礼貌地拒绝了这份厚礼，直言自己追求的是唯一的真爱，而不是在异国他乡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妃。赫尔辛并没有打算就此罢手，他提出用2周时间来赢取他的心，甚至还提到了那些被无视的信件。这个男人比想象中还要难缠。塔纳西亚找了一堆借口想赶紧离开，又是领地工作太忙，又是带的护卫不够。可赫尔辛根本不吃这一套，他顺水推舟的提议，既然你觉得护卫不够，那就直接住进阿尔斯坎的府邸吧，毕竟这一路上你表现的只信任他一个人的保护，这本该是个让人无法拒绝的安排。可阿尔斯坎接下来的话却像一盆冷水当头泼下，他说自己的任务只是把人送到，除此之外的一切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塔纳西亚
整个人都定住了。没关系，这个男人竟然当众撇清得这么干净。为了不让场面太尴尬，他只能强撑着笑脸附和，说对方确实已经帮了很大的忙，可心里的那份失落，恐怕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了。赫尔辛直接站在了道德制高点，指责阿尔斯坎未免也太狠心了。明知道皇后已经盯上了塔纳西亚，现在除了这位伯爵大人，谁还能保住他的命？原来两人背后藏着更深的秘密。当初为了帮赫尔辛夺得皇位，他们曾达成过关于复仇的协议，而现在皇帝竟然动用了最后一次命令权。他重申自己绝不会背弃誓言，只要再守着他度过这2周，阿尔斯坎就能彻底重获自由，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塔奈西亚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这2个男人到底在谋划什么？那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真的让人很不爽啊。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后塞露娜耳中，塔内西亚竟然要进宫当皇妃了。更让他坐立难安的是，皇帝还答应让那个女人的孩子继承皇位，这不明摆着要动摇他的根基吗？他气冲冲地跑去讨个说法，质问赫尔辛为什么要瞒着自己，可对方却表现得云淡风轻，甚至觉得他是在无理取闹。在他看来，这场婚姻从头到尾就是场生意，既然已经给了他皇后的名分，剩下的那些琐事他根本懒得去管。塞露娜终于说出了真心话，她之所以拼命想要皇后的位子，全是因为坐在这皇位上的人是她。如果能先和她有个孩子，她绝不会反对立别人为继承人。她直勾勾地盯着赫尔辛，问出了那个最让她在意的问题：你对塔内西亚难道真的不是真心的吗？赫尔辛只是露出一抹玩味的笑，他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顺势提出了条件：如果我说是呢，那你是不是就绝对不能动他了？塞露娜被堵得哑口无言，只能找个借口匆匆离开。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这位皇后真是极度的发狂。既然注定要闹出点动静，那就千万别让他失望啊！这时侍卫进来提醒，该动身去别宫了。看来这场权力的游戏才刚刚拉开序幕，到头来还是得在阿尔斯坎家住2周。塔内西亚心里别提多郁闷了，偏偏这男人还一副公事公办的臭脸，直言自己的任务只是把人带回来，剩下的麻烦他一概不管。这种冷冰冰的态度真的让人抓狂。塔纳西亚干脆提议先去酒馆喝个痛快，反正现在心情差到了极点，不如借酒消愁。可阿尔斯坎想都没想就拒绝了，理由是皇后的眼线到处都是，现在乱跑简直就是送人头。塔内西亚直接反问：既然这样，你身为伯爵难道不该保护我吗？见他还是那副油盐不进的样子，塔内西亚也懒得再废话，大不了回去吃点药强行冷静。可就在他提到那个药名时，阿尔斯坎的反应明显不对劲了。他直言那个护卫根本不称职，甚至翻出了旧账，说当初前皇势力袭击的时候，那个人根本没能护他周全。这话显然踩到了塔奈西亚的底线，他立刻冷声警告对方，说话最好放尊重一点，绝不允许有人当面贬低泽恩。看着他反应这么大，阿尔斯坎心里也有了数，看来那个护卫在他心里的分量比想象中还要重得多。阿尔斯坎试探着开口，看来你真的很在意那个骑士。塔纳西亚并没有否认，他说自己这些年遇到过无数危险，每次都是泽恩守在他身边，就算上次被袭击，那个男人也一定会找到他。面对阿尔斯坎的质疑，塔内西亚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信他，因为这整整10年，他从未让这种信任落空过。看着他如此坚定的样子，阿尔斯坎沉默了，尤其是想到皇帝求婚时的场景，阿尔斯坎到了生堑就转身离开。看着塔纳西亚那么信任那个骑士，他心里莫名觉得很堵，这种从未有过的烦躁感让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与此同时，皇宫的角落里正转着恐怖的流言。女仆们压低声音说，曾在先皇的床底下发现过毒蛇，而且那是皇帝亲手放进去的宠物，谁也不敢乱动。就在这一片窃窃私语中，沉重的大门被推开，传令官的声音响彻大殿：皇帝驾到，赫尔辛来看望。被他亲手囚禁的父亲。贝尔萨的语气里全是嘲讽，把他关在这种阴暗的鬼地方，居然还有脸来问好。赫尔辛表现得很平静，他只是责怪父亲又袭击了守卫，劝他别再做这些没意义的反抗。可贝尔萨却给出了一个疯狂的提议，既然觉得这些事很麻烦，为什么不干脆杀了他？赫尔辛笑着反问，我怎么舍得杀你呢？父亲。这话彻底激怒了贝尔萨，他猛地一拍桌子，质问这个儿子到底还想要什么。贝尔萨觉得自己受尽了屈辱，不仅被骂无能，还被毒蛇废了身体，像个活死人一样被关在这里，连皇太子都死在了赫尔辛手里，他已经一无所有了，为什么还不让他死？赫尔辛终于给出了答案，他要让父亲亲眼看着他如何让帝国变得更强大，他要证明自己才是最优秀的那个，无论是父亲还是那些死去的哥哥，谁都比不上他。赫尔辛一脸自信，觉得自己才是最配得上皇位的人。贝尔萨听完直接笑出了声，他嘲讽道，你以为坐上这个位置是靠你自己的本事吗？真正把你送上王位的其实是那个13号实验体，既然那个人能捧你上去，迟早也会亲手把你拉下来。贝尔萨突然改了主意，他决定要活下去，亲眼看看这个儿子到底有多无能。还没等赫尔辛回应，黑暗中突然传来了毒蛇撕咬的声音。赫尔辛看着虚弱的贝尔萨，只留下一句让他好好休息，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临走前放下了狂言，下次再见面的时候，这地图上就只会剩下卡鲁亚一个帝国。夜色降临，塔纳西亚本想邀请护卫喝一杯，可对方却坚持要守在门口。这时阿尔斯坎推门而入，直接坐到了他对面。既然护卫不肯陪，那就由他这位伯爵来代劳。可当塔纳西亚递过酒杯时，阿尔斯坎却冷冰冰地拒绝了。这男人到底在想什么？阿尔斯坎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说自己执勤期间滴酒不沾。塔内西亚
听完倒也干脆，既然你不喝，那我就按自己的喜好来点。没一会，桌上就摆满了酒瓶。阿尔斯坎看着这一大桌子，忍不住问他点这么多干什么。塔内西亚却说自己酒量好，就喜欢这种微醺的感觉。阿尔斯坎好心提醒他这酒后劲大，可他完全没当回事，还自信满满的表示这点程度根本醉不了。谁能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才刚过了一会，他就已经彻底喝断片了，甚至对着空杯子在那不停的灌，还奇怪酒都去哪了。阿尔斯坎在旁边看得一脸无奈，这哪是酒量好，分明是高估了自己。阿尔斯坎看他醉得不轻，想带他回去休息，塔纳西亚却摆摆手，非说自己清醒得很，还能再喝。他开始说起那些藏在心里的往事，以前每到母亲的忌日，只有靠酒精才能让心里好受点，日子久了，酒量也就这么练出来了。阿尔斯坎听着这些话，语气也变得温柔了许多。塔奈西亚借着酒劲，终于说出了那个一直藏着的秘密。其实那些让他想买醉的瞬间，全是因为阿尔斯坎，不管是突然想起他的时候，还是迟迟等不到他消息的时候，甚至有人说他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他只能靠喝酒来撑过去。塔纳西亚从宿醉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华丽的陌生大床上，完全想不起昨晚是怎么回来的。直到记忆深处浮现出阿尔斯坎那张近在咫尺的脸，还有他那句充满侵略性的质问：难道昨晚真的发生了什么？侍女端着醒酒茶推门而入，虽然身体的疲惫缓解了不少，但塔纳西亚环顾四周，这根本不是他熟悉的地方，这里到底是哪？这里竟然是阿尔斯坎的家。侍女说昨晚是他亲自把人带回来的。塔内西亚还在小心试探自己昨晚没出什么丑吧，结果侍女接下来的话让他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昨晚竟然差点用魔法武器把整座伯爵府都给炸平了。看着窗外那片惨不忍睹的废墟，断断续续的记忆终于连上了。昨晚那个发疯的女人竟然真的是他。还没等他想好怎么谢罪，一个陌生的老者突然出现在面前。这又是哪位？老管家毕小普礼貌的打了个招呼。塔奈西亚现在只想赶紧赔钱了事，可对方却把球踢回给了阿尔斯坎，说这种大事必须由主人亲自定夺。听说阿尔斯坎一大早就出门了，塔纳西亚反而松了一口气，毕竟昨晚闹出那么大的动静，现在见面简直就是公开处刑。为了死个明白，他特意找来侍从打听细节，烧掉院子这种事他还能勉强接受，可接下来的真相却让他彻底崩溃。原来昨晚他不仅发了酒疯，还因为肠胃不舒服，直接在阿尔斯坎面前吐了个昏天黑地，而那位伯爵竟然还一直在旁边照顾他，这下是真的彻底完蛋了。在人家面前丢脸丢到这个份上，塔内西亚现在只想原地消失，这以后还怎么抬头见人啊？侍从一边伺候他吃醒酒餐，一边抛出了个重磅炸弹。原来昨晚不仅是喝醉那么简单，竟然还有刺客在暗中盯着他。幸好阿尔斯坎及时出手，把那些家伙全给抓住了。塔纳西亚立刻想到了背后的主使，除了那位怕他进宫抢宠爱的皇后，还能有谁？只是没想到对方这么沉不住气，才第一天就想要他的命。阿尔斯坎一大早就出门了，估计就是去审问那些刺客，但他心里还是打了个问号。毕竟阿尔斯坎是皇帝的人，他真的会把真相毫无保留地告诉自己吗？就在他盘算着接下来的对策时，侍从又开口了。在阿尔斯坎的手下里，竟然有人带着猫头鹰刺青，那可是臭名昭著的暗杀工会法鲁萨的标志。这群人是卡鲁亚最顶尖的职业杀手，只要给钱，连皇室成员都敢暗杀。阿尔斯坎身为帝国的伯爵，为什么会和这种黑暗势力扯上关系？夜深了，阿尔斯坎带着一身寒气回到府邸，却发现塔奈西亚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子里，显然已经等了他很久。阿尔斯坎有些意外地停下脚步，询问他为什么这么晚还不休息。可此时的塔奈西亚心里装的全是那个致命的纹身，他该如何开口试探这个深不可测的男人？塔奈西亚赶紧为昨晚烧掉院子的事道歉，毕竟自从脚踝受伤住进来，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麻烦精。可阿尔斯坎只是沉默地盯着他，一句话也不说，这让塔内西亚心里直打鼓。难道他又变回了那个冷冰冰的样子？还是说这次真的把他惹毛了？没想到憋了半天，阿尔斯坎开口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问他感觉怎么样。原来他特意叮嘱厨房准备了养胃的餐点，就是怕他宿醉之后身体不舒服。这份突如其来的关心让原本紧绷的塔纳西亚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既然身体没大碍，阿尔斯坎便示意他进屋说话，还神秘地提到有一件东西要亲手交给他。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屋里，塔内西亚总觉得今天的阿尔斯坎有点不一样，好像没平时那么冷冰冰了，甚至还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温柔。走在他身后，一阵清爽的味道扑面而来，这股气息让他觉得莫名熟悉，好像就在不久前才刚刚闻过。记忆的闸门一下子被撞开了，昨晚喝断片后的那些荒唐事竟然全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不仅凑在人家身上闻个不停，还大言不惭地夸他的嘴唇长得好看。阿尔斯坎当时还特意提醒他说明天早上起来肯定会后悔，可那时候的他简直胆大包天，直接硬气地回了一句我才不会。看着走在前面的阿尔斯坎，塔内西亚现在只想原地消失。这种社死现场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他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昨晚那个胆大包天的疯女人真的是自己吗？还没等塔内西亚从昨晚的混乱中缓过神，一份大礼就直接摆在了面前。阿尔斯坎
语气平淡，说这是皇帝陛下特意送给他的。原来皇宫马上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为了向世人展示那把传说中的圣剑，皇帝不仅亲自发出了邀请，甚至连参加宴会的红裙子都准备好了。在那种场合穿红色是雷打不动的规矩，可塔纳西亚却敏锐地察觉到，这场突如其来的邀请背后绝对没那么简单。毕竟那把叫卡尔斯帕里波的圣剑可是整个帝国力量的源泉，它本身就拥有无穷无尽的魔力。在原本的故事线里，这把圣剑本该属于阿尔斯坎，可现在的走向完全脱离了掌控。更离谱的是，阿尔斯坎说穿上这件红裙子，就等于答应了皇帝的求婚。虽然他说可以自由选择，但皇帝亲自送礼，还发了邀请，这分明就是个躲不掉的坑。为了搞清楚圣剑上的古代咒语，塔内西亚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正式谈完了，塔纳西亚突然提起了昨晚，他不仅要赔偿花园的损失，还一脸正经地道起欠来，说要为昨晚的事理负责。阿尔斯坎问他是不是真把昨晚的事全忘了，塔内西亚只能实话实说，自己确实只记得一些零碎的片段，反正肯定丢人丢到家了。可阿尔斯坎的反应却让人捉摸不透，他说昨晚发生的一切在他眼里都不算是什么错误。这话听者像是在安慰，可他的神情里分明藏着一丝失望。既然不是错误，难道他打算就这样翻篇吗？可脑海中那些模糊的画面分明是两人最亲近的时刻，昨晚那个彻底失控的自己到底对他做了什么过分的事，竟然让他露出这种表情。阿尔斯坎独自走在深夜的走廊里，脑子里全是塔内西亚的影子。对他来说，昨晚发生的一切，他绝不希望那只是一场意外。时间回到昨晚，塔内西亚已经醉得完全失去了意识，连站都站不稳了。阿尔斯坎没有把他交给侍从，而是选择亲自带他离开。面对侍从的疑问，他的态度强硬的不容置疑。他要带他回自己的住处。马车里摇摇晃晃，醉醺醺的塔内西亚靠在他肩上。塔内西亚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他想知道之前那些绝情的话，难道真的都是他的真心话吗？阿尔斯坎反问：这重要吗？可对塔内西亚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他宁愿相信他是受了什么威胁，才故意表现得这么冷淡，这样他心里还能好受一点。他开始试探那个最敏感的话题，问阿尔斯坎是不是跟皇帝达成了某种协议。提到皇帝这两个字，阿尔斯坎一下子没话说了。塔奈西亚死死盯着他的反应，他断定这两人之间肯定有秘密交易，否则他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狠心？阿尔斯坎开口问道：为什么不当场拒绝皇帝？塔内西亚只能无奈地解释，自己之前已经无视过皇帝很多次了，如果这次再当众让对方难堪，后果根本不是他能承担的。可这种解释在阿尔斯坎听来简直就是在玩火，他警告这种模棱两可的礼貌只会让皇帝觉得还有机会，到时候对方更有借口把他强行留下。难道他真的不懂这其中的危险吗？马车在夜色中不停颠簸，狭窄的空间让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塔内西亚的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轻轻搭在了阿尔斯坎的肩上，这种距离早就超过了正常的社交范围。塔内西亚迷迷糊糊地抬起头，问他到底想干什么。两人的距离已经近在咫尺，昨晚那个彻底失控的瞬间，原来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塔内西亚的手指轻轻划过阿尔斯坎的嘴唇，嘴里还嘟囔着他的嘴唇真好看。阿尔斯坎努力保持着最后的理智，他低声提醒他真的喝多了，现在做的这些出格举动，等明天酒醒了肯定会后悔的。可塔内西亚却固执地摇了摇头，说自己绝不会后悔，因为这就是他现在最想做的事。他甚至主动凑得更近了。阿尔斯坎在心里不停地警告自己，必须推开他，必须清醒地拒绝这份诱惑。可他的身体却像被定住了一样，根本无法挪动分毫。塔内西亚看着眼前这张脸，感叹他长高了，连声音也变得比以前深沉了。他差点以为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但只要离得足够近，他就能认出这副面孔。这就是他努力了整整10年，也想要死死记住的那个人。阿尔斯坎轻声问他，为什么要找他这么久？难道他就没想过，他可能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吗？塔纳西亚看着他的眼睛，语气坚定得让人心疼。他说，就算他真的死了，他也会一直找下去，直到让他的灵魂得到安息。但他心里最渴望的，还是能看到他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他低声说着对不起，怪自己没能早点找到他。最后他紧紧抱住他，谢谢他还能平安地活着。阿尔斯坎整个人都愣住了，这10年来他经历过无数次生死，却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在帝国卫队里，他是唯一能掌控那种危险能力的人，所以那些九死一生的任务理所当然全都落在了他头上，从来没人在乎他的死活，甚至连他自己也觉得这条命根本就无所谓，死在哪个角落都一样。可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真的会有人为了他还能活着而道谢。塔内西亚的这个拥抱让他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并不是一件冰冷的工具，他的生命也是有意义的。之前的冷漠确实有点过头了。对塔纳西亚，阿尔斯坎心里其实全是愧疚。比尔这时候突然找了过来，看样子是有急事要商量。皇后家族那边已经察觉到了动静，马诺科家族甚至打算亲自出马去盯着圣剑的运输。这个马诺科侯爵可不是省油的灯，他不仅是皇后的亲生父亲，更是个为了权力能背叛救主的狠角色。比尔心里很清楚，只要这老狐狸亲自坐镇，防守绝对会比平时严密1倍以上。这圣剑到底还怎么拿？另一边的花园里，泽林正高兴地看着一切慢慢恢复，可塔奈西亚却始终一言不发。他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好像之前对阿尔斯坎做了什么过分的事，可偏偏又记不清楚。泽林提议说，不如送杯茶过去当做赔罪，正好手里有带回来的上好花茶。这主意听起来
确实不错。塔奈西亚决定试一试，看看能不能缓和一下两人的关系。不过他心里还有一个疑问，阿尔斯坎现在的身份突然变得这么高贵，泽林难道一点都不觉得别扭吗？泽林倒是看得很开，虽然这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但一个人的本性可不是那么容易就会改变的。在泽林眼里，阿尔斯坎虽然话不多，但其实是个既靠得住又温暖的人。他劝塔内西亚别太担心，只要拿出诚意，对方一定能感受得到。塔内西亚端着茶点，心里也渐渐踏实了。不管阿尔斯坎现在变成了什么样，他终究还是那个他，只要当面把话说清楚，好好道个歉就行了。可等他走到门口，却发现周围安静的有些诡异，简直就像是被人提前清场了一样。难道是马诺科侯爵发现了计划？这绝不可能，大概是因为有禁卫兵在守着吧。塔奈西亚刚走到门口，就听到里面在商量一个惊天计划，他们竟然打算在庆典上用一把假剑把圣剑给调包了。这可是夺取圣剑唯一的计划，只要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再也碰不到他了。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比尔竟然提议直接把皇后给灭口。好在阿尔斯坎还算冷静，毕竟现在留着帝国还有用处。塔内西亚终于想起来了，比尔在原本的故事里就是阿尔斯坎最得力的助手，他被这些话震得不轻，手里的茶杯竟然发出了响声，这点动静根本瞒不过比尔。他反应极快，猛地推开大门，正好撞见了还没来得及躲开的塔奈西亚。你是谁？比尔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一把拽住他的胳膊，精心准备的茶点摔了一地，这下全完了。竟敢像老鼠一样躲在门口偷听，比尔显然把他当成了间谍，正打算强行把他带走。塔奈西亚根本没法挣脱。就在这最危险的时刻，阿尔斯坎终于站了出来，他的语气不容置疑：比尔，放开他。比尔显然没料到阿尔斯坎竟然会护着这个女人，他虽然暂时收了手，但眼神里的怀疑一点都没少。比尔根本不信什么送茶的借口，毕竟刚才他们聊的可是调包圣剑的大事。塔内西亚这下彻底慌了，偷换圣剑可是掉脑袋的重罪，一旦这个秘密泄露出去，所有人都要跟着陪葬。他只能硬着头皮撒谎，说自己什么都没听到。可比尔这种老江湖一眼就看穿了他在演戏，既然秘密已经守不住了，为了保险起见，他提议直接把这个女人给灭口。阿尔斯坎直接叫停了比尔，比尔心里100个不服气，明明这个女人听到了机密，为什么还要一直护着她？阿尔斯坎根本没理会比尔的质问，他死死盯着塔纳西亚，语气冷淡的让人害怕。他说不管刚才听到了多少，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塔内西亚索性把话挑明了，直接问他是不是打算对自己动手。没想到阿尔斯坎回答得很干脆，他并没打算伤害他，但这并不代表他会放过他。阿尔斯坎话锋一转，想要让你彻底闭嘴，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动一个帝国名人麻烦太大，所以阿尔斯坎打算换个思路，用别人的命来抵他的命。塔奈西亚还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意思，阿尔斯坎早就盯上了他带的人，不管是骑士还是女仆，甚至是那个叫泽恩的护卫，只要他不听话，这些人随时都会变成他的替死鬼。塔奈西亚直接摊牌了，他说可以用自己的命来换，甚至愿意当他的棋子，只要他别动自己身边的人。阿尔斯坎听完反而笑了，他意识到自己抓住了最稳的把柄，既然这些手下这么好使，那他就要变本加厉，从现在起他必须活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只要能保住那些人的命，塔内西亚什么都答应，他保证自己会守口如瓶，绝不泄露半个字。塔内西亚最后警告他，要是敢动他身边的人，他绝对不会坐以待毙，这不仅是底线，更是他最后的反击。回到房间后，塔内西亚看着那张宴会邀请函，原本他根本不想去凑热闹，但现在局势变了，他必须亲眼去看看情况。比起那些家族的阴谋，他更担心阿尔斯坎的状态。在原本的故事里，他应该已经拿到了那把圣剑，可现在圣剑根本不在他手里，难道他为了抢走圣剑，已经打算彻底黑化了吗？如果他真的要发动战争，不仅无辜的人会遭殃，连他自己也保不住命了。塔内西亚还在纠结怎么阻止他，甚至天真的想去说服对方，可他很快就反应过来，自己明明才是被威胁的那一个，哪来的资格去谈条件？而阿尔斯坎也没想到，这个大小姐竟然会为了几个仆人直接跟他翻脸。他甚至说可以把命交出来，只要他不碰那些人。在阿尔斯坎的认知里，贵族根本不会把仆人当人看，可塔纳西亚口中那句我的家人却说的那么理所当然，甚至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他开始意识到，眼前这个女人跟他见过的所有贵族都完全不同。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透她了。塔纳西亚表现得越特别，他就越想弄清楚这个女人的底细。比尔不明白阿尔斯坎为什么要护着这个女人，这根本不像他平时的作风。按理说，这种麻烦早就该被清理干净了。比尔意识到情况已经失控，如果对方继续这么犹豫下去，他们的计划迟早要出大问题。万一那个女人到处乱说话，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既然阿尔斯砍下不了手，那他就必须亲自出面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毁掉这一切。塞路内正坐在房间里等待，他的父亲马诺科侯爵推门而入。这场专门为塔纳西亚准备的宴会已经彻底布置好了。侯爵表现得志在必得，他已经在宴会厅安插了所有人手，只要塔内西亚敢吃下一口东西，里面的迷药就会让他立刻失去知觉。塞路那还是有些不放心，他知道那个女人没那么好对付，
万一对方察觉到不对劲怎么办？侯爵冷笑了一声，就算塔奈西亚什么都不吃，在这重重包围之下，他也根本没有逃走的可能。唯一让他们感到棘手的是守在塔奈西亚身边的阿尔斯坎，只要有这个男人在，计划就还存在变数，他们必须找个机会把两人分开。谁能想到塞露娜父女的秘密竟然被女仆撞个正着，他吓得语无伦次，拼命解释自己什么都没听见。塞露娜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她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是自己放松了警惕，接着就示意父亲处理掉这个麻烦。侯爵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催眠道具，在女仆面前轻轻晃动，直接控制了她的意识。他不仅要这个女仆消失，还要她亲手写下自杀遗书，把死因伪装成工作压力太大。这种杀人于无形的手段简直让人脊背发凉。女仆已经彻底失去了自我，她就像个提线木偶一样走向了那条不归路，撞破了这些人的秘密，代价只有死路一条。侯爵冷冷地叮嘱女儿要小心，塞露娜甚至还有心思开玩笑，说自己刚才还让那个女仆梳过头。在他眼里，这种吓人的命根本不值钱，死一个两个完全没关系，只要能达成目的，牺牲谁都无所谓。与此同时，阿尔斯坎已经在庄园外准备出发，他心里始终放不下塔纳西亚，总觉得这次宴会没那么简单。他特意把手下叫到身边，严肃地交代了一项任务，如果今天他不在场，对方必须寸步不离地盯着那个女人。就在阿尔斯坎还在叮嘱任务时，塔内西亚推门走了出来，他显然为了今晚的宴会精心打扮过，一出场就成了所有人的焦点。塔奈西亚轻声问了一句，是不是让他们等太久了？阿尔斯坎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低声劝塔纳西亚留在府邸，毕竟现在的宴会厅就是个火坑。塔纳西亚反倒笑了起来，既然你说过会寸步不离的守着我，那带我一起去不是更方便吗？他心里很清楚，要是能亲手终结的计划，冒再大的险也值得。马车正朝着宴会厅疾驰，阿尔斯坎带来了审讯的结果。那天酒馆里的刺客果然是皇后派来的，但这只是个开始。皇后这次的目标就是塔纳西亚，她反复叮嘱千万别碰宴会上的任何食物。更可怕的是马诺克家族，他们世世代代都精通催眠术，只要一个眼神就能让人沦为提线木偶。塔纳西亚表面平静，心里却早就一清二楚。当赫尔辛和马诺克联手的那一刻，这场权力的游戏就已经失控了。马诺科家族的催眠术极其诡异，那些反对派就像丢了魂一样，全都莫名其妙的倒戈了。不过塔内西亚也留了后手，这枚戒指里藏着保命的家伙，只要情况不对，他随时准备扣动扳机。两人终于踏进了宴会大厅，全场的目光一下子全聚了过来。谁能想到，平日里戴着面具的禁卫队长竟然长得这么英俊，而他身边的小姐更是美得让人不敢相信。虽然成了全场的焦点，塔纳西亚却觉得这身礼服有点扎眼，他还在担心背上的伤疤，怕这件礼服遮不住秘密。阿尔斯坎却看出了他的不安，他二话没说，直接把自己的斗篷披在了他身上。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塔内西亚有些没反应过来。阿尔斯坎只是轻声问了一句：“穿着这身衣服不舒服吧？”这份体贴确实不在他的预料之中。还没等两人多说几句，大厅里就传来了响亮的通报声，皇帝和皇后正式露面了。皇帝赫尔辛站在高处开始了致辞，先是客套的感谢了所有人，接着话锋一转，专门表扬了禁卫队的功劳。阿尔斯坎却听得一脸严肃。就在这时，幕布后面露出了真容，传说中的帝国神剑竟然现世了。这把剑叫卡尔斯帕里波，是整个帝国的至宝。塔奈西亚一眼就认出了他。皇帝接下来的话让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他竟然要选一个人来拔出神剑，而那个名字正是塔内西亚。塔奈西亚完全没料到会被点名，他赶紧委婉的推辞，说自己一个外人受不起这种荣誉。皇帝却表现得非常大度，非要让他代表帝国拔出这把剑。就在两人交错的时候，皇帝突然凑到他耳边低声说：“这身衣服很适合你。”塔纳西亚立刻反应过来，这家伙是故意在众人面前显摆两人的关系，既然躲不掉，那就干脆借这个机会看个清楚。阿尔斯坎费静心思想，要偷走这把剑，肯定不只是为了让帝国丢脸，这把剑里绝对藏着更大的秘密。塔奈西亚发现这把剑不简单，只要握住它，连普通人都能使用魔法。他趁机记下了剑身上的所有符文，打算回去后再慢慢研究。台下的阿尔斯坎一直盯着他，但他关心的可不只是这把剑。手下悄悄过来汇报，说掉包用的赝品已经准备好了，只等神剑运送时就动手。阿尔斯坎最后还特意交代，一定要盯紧塔奈西亚。还没等塔内西亚走下台，塞露娜皇后就主动凑了过来。她表面上是在询问拔剑的感受，话里话外却在打探塔纳西亚的底细，甚至还提到了她军火商的身份。看着眼前这个优雅的女人，塔奈西亚心里非常清楚，她就是那个曾经想要自己命的人。虽然心里翻江倒海，但表面上还得维持着贵族的礼仪。这时马诺科侯爵也走了过来，塔奈西亚一边礼貌的应对，一边敏锐的观察着这个老狐狸。他发现这个男人的走路姿势很奇怪，似乎在刻意隐藏着什么。就在塔纳西亚准备转身离开时，一股异样的气味扑鼻而来。这味道绝不是普通的香水，而是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诡异气息。马诺科侯爵临走前那个笑容绝对没安好心。果然他刚一转身，塔内西亚就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都快站不稳了。他立刻反应过来，刚才闻到的那股怪味竟然是马诺科家族秘传的催眠术。看来这帮人为了对付他，真是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就在他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一双有力的手突然从背后扶住了他。德凯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提醒他要小心脚下。
德凯恩说是专程来找他的，甚至一路追到了卡鲁亚。虽然嘴上说是顺便参加宴会，但明摆着就是冲他来的。察觉到塔奈西亚的状态不太对劲，他赶紧开口询问。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关心，塔奈西亚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他强撑着说自己没事，只是刚才头晕了一下。德凯恩虽然想陪他去露台休息，但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社交任务。毕竟作为皇帝的私生子，他必须抓住一切机会拉拢贵族，只有这样才能坐稳皇子的位子。可聊着聊着，塔纳西亚突然发现阿尔斯坎不见了，刚才明明还在这儿的，怎么一眨眼人就没了？德凯恩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他心凉。听说阿尔斯坎虽然还活着，却已经把他忘得干干净净，这消息简直比身体不舒服更折磨人。德凯恩留下话就先走开了，但他显然没打算真的放手。躲在暗处的手下原本还在怀疑德凯恩的身份，看到两人认识，反而更纠结要不要继续盯着。就在这时，比尔突然现身，说是队长有急事找他过去。这命令来得也太巧了吧！虽然手下还惦记着监视任务，但既然副队长主动提出接手，他也只能先撤了。只是这个副队长的眼神怎么看都不像是单纯来帮忙的，这下塔纳西亚身边可真是一个能信任的人都没了。他打算去露台透透气，刚好有个侍从过来送酒，虽然嗓子确实有点干，但在这种地方随便喝一口都可能没命。路边突然有个小孩在嚎啕大哭，他刚想过去看看，却发现这孩子哭得太假了，摆明了是想引他上钩，连小孩都利用。马诺科家族真是够阴损的，好不容易甩掉这些麻烦，来到露台，身后却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回头一看，竟然是比尔。比尔一开口就想找他谈谈，可他根本不想搭理这个曾经想要他命的人，这家伙居然还反过来笑他记仇，真是把厚脸皮发挥到了极致。没想到比尔接下来的话更离谱，他竟然邀请他加入那个危险的计划，还拿阿尔斯坎的信任当筹码，说只要他肯帮忙，他们兄弟俩才会真正把他当成自己人。原来皇宫里藏着3处守卫森严的禁地，为了转移那把神剑，他们准备了3个一模一样的箱子，其中2个都是用来打掩护的假货。原本的计划是让禁卫军混进队伍，利用魔法道具来锁定神剑的位置，可谁能想到侯爵会突然横插一杠，这下整个计划全被打乱了。手下这时候居然跑了回来，说是收到了队长的传唤，还说副队长比尔已经接手了监视任务。阿尔斯坎一听就定住了，他根本就没下过这种命令，这摆明了是调虎离山。比尔为什么要撒谎调走守卫？还没等他细想，神剑的运送队伍已经正式出发了，侯爵就在第3支队伍里。阿尔斯坎只能强压下心里的不安，让手下先去顶替比尔的位置。比尔到底想对塔奈西亚做什么？阿尔斯坎看着远处的队伍，知道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塔奈西亚直接开门见山问他到底想要自己做什么，没想到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让他去当诱饵。这个计划听起来简直是在玩命，比尔要他去吸引负责人的注意力，甚至还要他主动走进对方设好的陷阱，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个侯爵彻底分心。与此同时，阿尔斯坎那边也收到了消息，前2支运送队伍拿的果然都是空箱子，真正的神剑肯定就在侯爵手里，只要能成功拖住对方，他们就能趁机用假货把真剑换出来。比尔这时候居然还有脸回来，阿尔斯坎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质问，问他刚才到底干什么去了，塔奈西亚现在又在什么地方。还没等比尔回答，下属就急匆匆跑来汇报，说第3支队伍已经有了动静，连侯爵也中途离开了。比尔一脸得意的邀功，说他已经让那个女人去当诱饵了，只要有他在前面吸引火力，他们的计划就能进行的神不知鬼不觉。更阴险的是，这家伙根本没打算让塔纳西亚活命，他想借敌人的手除掉这个麻烦，这样他们就不用亲自动手了。听到这番话，阿尔斯坎再也压不住心里的火气，他猛地冲上去揪住了比尔的领子，你到底把他送到哪去了？晚宴上到处都是人，可就在这一转眼的功夫，原本该在视线里的塔内西亚竟然彻底消失了。此时的他正穿过长廊，带路的男人指了指前面，说休息室就在那个方向。他礼貌递到了声谢，既然答应了那个叫比尔的男人要亲自出面去当这个诱饵，那他就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危险的准备。为了查清这帮人的真实目的，看他们是不是真想挑起战争，他决定豁出去赌一把，哪怕这本身就是一个陷阱。他故意找来附近的仆人，带自己去那个所谓的休息室，其实手里早就藏好了暗器，只要感觉到意识模糊，就打算靠痛觉强行保持清醒。可推开门的那一刻，屋里竟然只有一座老式摆钟，随着沉闷的钟声响起，那种诡异的感觉瞬间席卷全身，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钟声的影响比预想的还要快，整个人都变得迷迷糊糊。就在他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那语气听起来像是阿尔斯坎。他提议带他从后门离开，可现在的塔内西亚身体完全不听使唤，根本没办法确认对方的身份。如果真的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看着对方那腹部对劲的表情，塔纳西亚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恐怖的念头，身后这个人绝对不是阿尔斯坎。阿尔斯坎现在彻底气疯了，他死死揪住比尔的衣领，质问对方到底把塔内西亚送到了哪。比尔还在那不知死活的辩解，说塔奈西亚是自己主动跳进陷阱的，既然有人愿意出来当诱饵，那对计划来说不是件好事吗？可阿尔斯坎根本不想听这些，他语气冰冷地警告对方，不管牺牲谁都行，唯独塔内西亚小姐绝对不可以。他立刻叫来手下的亲信，下令去抓马诺科侯爵的人，无论用什么手段，都必须立刻查出他的下落，
比尔简直不敢相信，哥哥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要擅离职守。可阿尔斯坎根本不想废话，他只想赶紧去救人，顺便收拾比尔留下的烂摊子。另一边的塔内西亚恢复了理智，他心里很清楚，如果是真正的阿尔斯坎，绝对不会把他一个人丢在这种地方。既然刚才那个人是假的，那他到底是谁？听着身后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一个名字突然浮现在脑海，原来是马诺克侯爵。这个混蛋利用催眠术，故意伪装成了阿尔斯坎的样子，想趁他意识模糊的时候把他带走。马诺克侯爵终于露出了獠牙，他用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命令他走到左边的露台去，然后直接从那里跳下去。这种催眠的力量简直可怕，眼看意识就要被彻底吞没，塔内西亚只能狠狠掐住自己的手心，用剧烈的疼痛强迫自己清醒过来。现在还不是逃跑的时候，他必须保持清醒，哪怕只有几分钟，也要想办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他假装顺从地走向露台，每一步都在和脑海里的声音对抗。既然对方想要他的命，那就看看最后到底是谁掉进陷阱。阿尔斯坎找得快要发疯了。根据抓到的活口交代，塔内西亚确实被送到了这栋建筑里，可这里根本看不见他的影子。就在他心急如焚的时候，树枝上的一抹红色让他停下了脚步，那是他亲手送给他的披风。为什么会孤零零地掉在这种地方？一种不祥的预感让他猛地抬头，塔纳西亚竟然正站在高处的露台边缘，整个人就像失去了灵魂一样，眼看就要从那里跳下去。就在这一刻，气氛突然变得无比诡异，塔内西亚耳边再次响起了那个冰冷的声音，像毒蛇一样钻进他的脑海。跳下去！那道催眠的声音越来越响，每当身后的钟声响起，那个念头就会疯狂折磨塔纳西亚。他已经快要到极限了，既然这钟声是万恶之源，那就干脆让他彻底闭嘴，哪怕要动用武器，他也绝不会乖乖束手就擒。就在他准备扣动扳机的一刻，大门被人猛地撞开，阿尔斯坎竟然在这个时候不顾一切地闯了进来。眼前的景象让塔纳西亚彻底定住，这可能是马诺克侯爵专门为他准备的致命陷阱。阿尔斯坎发了疯一样大喊出声，一声刺耳的枪响就这么毫无预兆地爆发了。火光炸裂的那一刻，这局势还能反转吗？这一枪虽然没打中，但塔纳西亚已经退无可退，眼看就要摔下去，他以为这次真的没救了。幸好阿尔斯坎及时赶到，在最后关头接住了他。塔内西亚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刚才差点以为自己失手伤了对方，可还没等两人缓过神来，他随口提到了那座停下的老时钟。阿尔斯坎整个人都愣住了，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钟。如果时钟是假的，那一直追着他的侯爵又是谁？原来从一开始，塔内西亚就掉进了别人精心布置的幻觉里。要不是阿尔斯坎及时出现，塔纳西亚恐怕永远都醒不过来了。阿尔斯坎严肃地提醒他，马诺克家族的手段远比想象中阴险，拿自己当诱饵实在是太乱来了。可话还没说完，他就发现塔纳西亚的手上全是血。原来为了保持清醒不中幻术，他竟然用针狠狠扎向了自己。看着他这副不要命的样子，阿尔斯坎心里既难受又生气，他根本不给解释的机会，直接带着塔纳西亚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不管接下来的任务有多重要，在他眼里，现在只有他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德凯恩正满世界寻找塔纳西亚，却意外撞见了马诺克侯爵离开的背影。他在地上捡到了一只香水瓶，这东西显然是侯爵匆忙间掉下的。可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要随身带着这种东西？还没等他想明白其中的古怪，手下就急匆匆地跑来汇报，说失踪的塔内西亚已经找到了，但他现在正被医生紧急救治。德凯恩一下子愣住了，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局势显然已经彻底失控了。医生交代伤口扎得很深，短时间内恐怕很难痊愈。阿尔斯坎在一旁默默记下，他现在的样子比受伤的人还要谨慎。可还没等两人多说几句，他就不得不再次离开。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甚至安排了专门的骑士护送。塔内西亚虽然点头答应，但心里显然还有别的打算。就在这气氛最僵的时候，德凯恩突然闯了进来，他显然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一进门就直奔塔内西亚而去。看着那只缠满绷带的手，德凯恩整个人都要炸了。哪怕塔纳西亚极力安抚，说这只是点微不足道的小伤，他也根本听不进去。在他看来，这件事绝对没那么简单。到底是谁敢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动他的人？德凯恩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显然他认出了对方的身份。塔纳西亚顺势介绍，这位就是皇家卫队的队长阿尔斯坎伯爵。他又向阿尔斯坎介绍德凯恩，说他是商会会长，也是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可德凯恩却忍不住冷笑，原来那个传闻中已经死掉的人，竟然真的还活着。面对这种充满火药味的重逢，阿尔斯坎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冷冷地打断了叙旧，直言现在根本没空废话。他细心地为塔纳西亚披上披肩，叮嘱他在领地乖乖等他，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只留下德凯恩站在原地，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冷哼。这两个男人之间到底还有多少没算清的旧账？德凯恩看着阿尔斯坎离开的方向，心里满是不爽，这家伙过了10年还是这么没礼貌。但他现在顾不上这些，他只想知道塔纳西亚到底经历了什么。听完事情的经过，德凯恩意识到情况比预想的更糟，原来是皇后因为婚约的事盯上了他，甚至还联手马诺克家族设下陷阱。难怪刚才他连站都站不稳，这种事为什么要瞒到现在才说？塔内西亚无奈地承认了，可他手里根本没有任何证据，他甚至开始怀疑当时看到的马诺克侯爵是不是自己重伤之下产生的幻觉。
德凯恩却直接打断了他的自我怀疑，他语气坚定地说：“那绝对不是幻觉，因为他在塔纳西亚出事的别馆附近亲眼看到了马诺克侯爵。不仅如此，他还拿出了那只捡到的香水瓶，这就是侯爵在慌乱中留下的铁证。既然对方已经露出了马脚，那接下来的账就该好好算一算了。”德凯恩不仅交出了证据，还承诺必要时可以出面作证。塔奈西亚心里五味杂陈，这些年他欠对方的人情实在是太多了。德凯恩劝他见好就收，赶紧回领的去避避风头。毕竟，要是让他父亲知道自己的宝贝女儿在外面受这种罪，整个帝国恐怕都要变天了。塔纳西亚虽然嘴上答应，但心里却很清楚，现在还不是离开的时候。如果阿尔斯坎偷走圣剑真的是为了挑起战争，那所有人都别想有好日子过。而此时在另一边，调包圣剑的计划已经得手。趁着送葬队伍进入封印室，他们的人带着赝品潜入地道，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成功换走了真正的圣剑。圣剑虽然已经顺利到手，但阿尔斯坎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看着眼前的部下比尔，语气里满是压不住的怒火。他质问比尔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塔奈西亚为了保持清醒，甚至不惜刺伤自己的手，差点就彻底没命了。比尔却觉得自己的做法没错，他直言那个女人知道的太多，只有除掉她，才能确保偷走圣剑的计划万无一失。他甚至当面拆穿了阿尔斯坎，认为自家的队长已经被私人感情冲昏了头脑，这在他们的计划里是大忌。比尔跪在地上请求责罚，但他最后的话却像一把刀。他提醒阿尔斯坎，绝不能忘记大家是为了什么才活到现在，在复仇的大业面前，任何感情都必须被抹杀。逃出实验室并不是终点，帝国的抹杀令依然悬在头顶，在那个谁都不能信的节骨眼上，他们只能像影子一样躲起来。不仅有了像样的衣服和食物，甚至还有了一处真正能被称为家的地方。直到赫尔辛找上门来，他说要弥补犯下的错，不仅承诺给他们安稳的生活，甚至还提到了复仇。阿尔斯坎当时根本不信，毕竟这种空头支票听得太多了。可谁能想到，这一切竟然真的开始了。热腾腾的饭菜、书本还有防身的武器，赫尔辛把答应过的事全做到了，甚至帮大家找回了失散的家人。原本冰冷的心开始松动，大家都觉得终于遇到了救星。可就在这个时候，赫尔辛竟然提前到了。阿尔斯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按理说还没到见面的时间，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赫尔辛这次是亲自登门，说是终于查到了阿尔斯坎父母的消息。可对阿尔斯坎来说，父母这个词早就没有任何温度了。在被抓进实验室之前，他一直都是个没人管的流浪。报告上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在他3岁那年，父母就因为饥荒去世了，最后只是被草草葬在城外的公墓，没有温情，只有冷冰冰的现实。赫尔辛安慰说，至少他们没被随便扔进河里，还承诺等自己登基之后，就给阿尔斯坎真正的自由。这一声谢谢听起来却没那么轻松。赫尔辛的每一步施舍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代价？哪怕这只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也让他第一次觉得活着有意义。比起那个把他们关进地狱的老皇帝，赫尔辛给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住所、饭菜，还有做人的尊严。这些连亲生父母都没给过。为了这份所谓的自由，他发誓要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哪怕那是被诅咒的禁术，也要帮赫尔辛打下江山。可那时候的他根本不知道，这份力量正在一点点吞噬他的命。还没等计划开始，同伴的身体就先撑不住了。摊开手掌一看，满手竟然全是血。阿尔斯坎正好撞见了这一幕，他根本不相信这是什么小毛病，还没开始实验就吐成这样，这身体显然已经快到极限了。同伴终于承认自己瞒了很久，他害怕一旦说出真相，就会因为没用而被踢出任务。他不想在这个时候变成废人，既然横竖都是死，他只想在最后这段时间里继续为赫尔辛效力，哪怕是死，也要死在战场上。他死死攥住拳头，求阿尔斯坎帮他保守这个秘密。临死前，同伴死死抓着阿尔斯坎的手，说阿尔斯坎才是大家的领袖，一定要辅佐殿下完成大业，更要替这些死去的兄弟报仇。话音刚落，那具身体就在他面前碎成了黑灰，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就像从来没在这个世界上活过一样。在那座阴冷的实验室里，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的死去，临终前留下的只有2个词：效忠还有复仇。阿尔斯坎确实守住了当年的承诺，他亲手把赫尔辛送上了皇位。可当大功告成的时候，他心里剩下的却只有恨了。现在最后的抉择摆在了他的面前，是继续当皇室最锋利的刀，还是亲手终结这场噩梦？阿尔斯坎提议赶紧除掉老皇帝，为了那些还在受苦的守卫，这事儿一刻都不能再拖了。可赫尔辛却让他再等等，说现在还不是时候。赫尔辛当上皇帝后确实变了，变得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虽然很想相信他的承诺，但阿尔斯坎实在等不下去了。他决定先去摸清老皇帝的底细。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他趁着守卫换岗的5分钟空隙，潜入了那座阴冷的古堡，终于找到了那个罪魁祸首。眼前这个虚弱的老头就是老皇帝，那个让无数孩子生不如死的罪魁祸首。只要现在轻轻补上一刀，所有的痛苦就都能结束了。但同伴临终前的嘱托还在耳边，现在还不是彻底翻脸的时候。他死死攥住拳头，强迫自己冷静，绝对不能因为冲动毁掉大计。趁着守卫还没赶到，他决定先撤出这个鬼地方。这笔血债先记在账上，等时机成熟了再来亲手了解。可就在他转身要走的一瞬间，身后突然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老皇帝竟然直接叫出了他的编号，还问他为什么不动手。原来这老家伙
一直都在装睡，甚至早就认出了他的身份。这下麻烦大了，他到底该走还是该杀？老皇帝一眼就看穿了真相，这次行动根本不是赫尔辛的命令。他嘲笑阿尔斯坎只是一条狗，一条没经过主人允许就乱咬人的疯狗。老皇帝甚至还反问他，难道还没看清赫尔辛的真面目吗？看着阿尔斯坎一脸疑惑的样子，老皇帝笑得更阴险了，直呼他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可怜虫。就在这时，一条毒蛇突然从暗处窜了出来，直冲着阿尔斯坎的脖子咬过去。可惜这种小把戏根本伤不到他，阿尔斯坎反手就死死掐住了蛇头。可就在他准备解决掉这畜生时，却发现蛇身上刻满了奇怪的符文，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毒蛇，而是被人用魔法操控的眼线。难道赫尔辛一直在暗中监视他？这种符文只有皇室的人才会用，看来老皇帝刚才说的那些话并不是在空穴来风。老皇帝不紧不慢地开口说，这蛇根本不是普通的畜生，而是赫尔辛亲手制造的活体兵器，也是把他囚禁在这里的真凶。他语气里带着一丝挑衅，问阿尔斯坎难道不想知道吗？这些所谓的兵器到底是怎么来的？还有他那位高权重的主人背地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怪物？这番话直接戳中了阿尔斯坎的要害。如果赫尔辛真的在利用这些邪术，那他效忠的究竟是救世主，还是另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魔？老皇帝死到临头还在狡辩，说这些罪孽不该由他一个人背，甚至想把脏水泼到赫尔辛身上。他嘲笑阿尔斯坎不过是皇室的一条狗，还说赫尔辛和他一样烂，这简直是在阿尔斯坎的雷区上蹦迪。阿尔斯坎原本打算放他一马，可听到这些话，他彻底失去了耐心。既然这么急着去投胎，那就没必要再浪费时间了。老皇帝留下了一句恶毒的诅咒，他说阿尔斯坎最终什么都守护不了。紧接着，他拼尽全力拉响了警报。守卫们听到动静，破门而入，可房间里只剩下敞开的窗户。阿尔斯坎早就消失在了夜色中。老皇帝痛苦地抓着领口，他竟然还在疯狂大笑。阿尔斯坎告诉自己，这全是离间计，是那个男人为了让他动摇，故意编出来的谎话。可那些话却像毒蛇一样缠绕在心头。老皇帝揭露了活体武器的真相，甚至直指赫尔辛的真面目，问他难道一点都不好奇吗？如果一切都是谎言，那他这些年的效忠又算什么？老皇帝的诅咒在夜色中回荡。他说阿尔斯坎到头来什么都守不住，阿尔斯坎还是没法彻底死心，他必须亲自去验证那个真相。他原本是那么信任赫尔辛，甚至拼命想找证据证明对方的清白，可结果却完全相反。没处理掉的实验数据，仓库里泄露的镇静剂，还有和敌国来往的秘密报告，甚至还有一间被隐藏起来的实验室，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事实。他最不想看到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简直不敢相信，人体武器实验竟然重启了。明明知道他们曾经受过什么样的苦，那些人竟然又对无辜的孩子下了毒手，说好的负责到底全是谎言。在那些权贵眼里，这些孩子根本就不是人，只是赫尔辛眼中最容易到手的猎物。仅仅为了一口饭和一张床，孩子们就献出了所有的忠诚。可他们哪里知道，自己只是维持那个男人寿命的工具。既然这样，那就把他们全部杀光，不管是赫尔辛还是那些虚伪的贵族，甚至是那些袖手旁观的帮凶，一个都别想活。看着同伴一个个倒下，阿尔斯坎心里比谁都清楚，除了他自己，所有人都在遭受实验副作用的折磨。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早就到了极限，根本没法正面硬碰硬。可他还是想去相信赫尔辛，觉得这一切可能只是个误会。当初开始调查，就是为了给那个人找个清白的理由，可摆在眼前的证据，却把最后的希望彻底掐灭了。为了活下去，阿尔斯坎下令禁止随意动用异能，因为每一次出手都是在透支所剩无几的生命。既然没法正面抗衡，那就只能换一种方式了。既然赫尔辛想要更多的土地，那就利用他的贪婪，制造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机会，让他们互相残杀，把其他帝国也全部卷进来，让他们从内部彻底崩溃。为了这个计划，阿尔斯坎只能暂时放下真相，假装支持这场战争，继续留在赫尔辛身边当卧底。但他真正的目标是那把传说中的圣剑，只有拿到它，才能保住大家最后的希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阿尔斯坎能掌控那把剑的力量。大家已经不再相信赫尔辛了。阿尔斯坎心里很清楚，他这条命早就不是自己的了，肩膀上扛着的是所有同伴血淋淋的怨恨。复仇就是他活着的唯一动力，哪怕1秒钟他都不敢忘。可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那个让他动摇的人出现了。难道他就是自己唯一的牵挂吗？塔内西亚小姐，你怎么还没回去休息？我在等你啊！伯爵大人。看着他那只缠满绷带的手，阿尔斯坎原本冰冷的心竟然在这一刻彻底乱了套。马车在夜色中摇晃，塔奈西亚轻声安慰阿尔斯坎，说自己并没有那么脆弱，而且现在只有他们2个人，有些话终于可以摊开说了。阿尔斯坎看着眼前的塔奈西亚，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恨还有别的活下去的理由，那一定就是他了。你没受伤吧？听到塔奈西亚温柔的询问，阿尔斯坎彻底沉默了。他开始怀疑，面对这种不讲道理的温柔，自己那颗为了复仇而冷掉的心，到底还能坚持多久不心软？比起关心自己，阿尔斯坎更在意他的安危。好在塔内西亚看起来并无大碍，趁着侯爵不在的空档，他们已经顺利拿到了那把剑，计划进行得比预想中还要顺利。但比起那把剑，塔纳西亚拿出的这个香水瓶才是接下来的关键。听到这东西是德凯恩捡到的，阿尔斯坎的重点却完全跑偏了。朋友，他竟然管那个男人叫朋友，
只要查清这东西的成分，就能坐实侯爵的罪名。阿尔斯坎接下政务，接下来的调查才是重头戏。但这把剑实在太扎眼了，如果不改头换面，根本没法带出去用。他本想找禁卫队的人帮忙，塔奈西亚却主动请缨，既然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他才是那个最合适的专家。可阿尔斯坎根本没心思听这些，看着他受伤的手，他只想让他赶紧休息，在离开帝国之前，绝不能再让他冒任何风险。塔纳西亚不想就这样离开，他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能应付父亲，让他继续留在这里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只能由阿尔斯坎亲口告诉他。与此同时，阴谋的另一端却乱了阵脚。马诺克侯爵怎么也没想到，禁卫队长会半路杀出来，不仅催眠没成功，连政务都落到了对方手里。皇后却表现得异常淡定，在他眼里，区区一个小姐根本不足为虑。但他也意识到一个麻烦，只要阿尔斯坎还护着那个女人，他们的计划就永远无法得逞。赫尔辛发出了最后的警告，谁也不准动塔内西亚。他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但皇后更在意另一件事。她当面质问赫尔辛，为什么要选那个女人当王妃？难道真的只是为了爱情？赫尔辛的回答冷酷又现实，因为塔内西亚手里握着足以改变局势的筹码，那是他势在必得的力量。阿尔斯坎才是那个最彻底的失败者。可讽刺的是，阿尔斯坎竟然还在对他道谢，感谢他所做的一切，甚至觉得他是唯一的救赎。他什么都不知道，却把致命的陷阱当成了恩情。这种无知的感激，在赫尔辛眼里简直像个笑话。他转头看向皇后，语气里满是警告：私情这种东西只会把整盘棋局彻底毁掉。阿尔斯坎再次确认了对方的心意，既然塔内西亚已经考虑清楚，他决定把最关键的修改工作交给他。这不仅是一份信任，更是一场豪赌。塔奈西亚承诺会做得天衣无缝，保证没人能看出破绽。阿尔斯坎最后提醒他，凡事都要有个度，千万别做得太过火。塔内西亚虽然满口答应，却在离开前又抛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去偷那把剑？阿尔斯坎没说话，但他心里清楚这背后的代价，整整10年的欺骗和血债。只有拿到这把剑，他们才能在复仇的火焰中活下来。可这些沉重的真相，他现在一个字都没法开口，只能用一句机密来搪塞。塔内西亚却从他的沉默里听出了答案。如果只是想让皇帝难堪，多的是别的手段。费尽心思偷走一件兵器，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打算亲自上阵。他最后给出了自己的态度：既然你要玩命，那我绝对会陪到底。阿尔斯坎突然开口试探，想知道他到底了解自己多少，尤其是关于这具身体的秘密。塔纳西亚没有隐瞒，从他被帝国实验改造到那股操纵火焰的力量，甚至连他刀枪不入的体质，他全都清清楚楚。既然你什么都知道，阿尔斯坎索性把话挑明了，他这种怪物根本不容易受伤，所以为了他去冒险，简直是再愚蠢不过的行为。可塔纳西亚接下来的话却让阿尔斯坎彻底愣住了。身体不会受伤，难道就代表感觉不到疼吗？只要稍微掉以轻心，他一样会陷入危险。难道这从发自内心的担心，在他眼里真的只是愚蠢吗？对阿尔斯坎来说，塔内西亚的安危同样重要，这就是他一直想说的话。看到他坐在栏杆上，手上还带着血迹，他根本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心情。作为小姐，她才是那个最不该受伤的人。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关心，塔纳西亚下意识想往后退，觉得这肯定是因为皇帝的命令，如果他出了意外，他这个负责保护的人会很难办。阿尔斯坎直接打断了他的猜疑，这跟皇帝的命令没关系，也不是为了什么任务，这只是他个人的请求。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塔内西亚松口表示可以考虑。他确实没料到这个男人竟然还有这样的一面。为了表示诚意，阿尔斯坎还主动提到了报酬，甚至直接约他今晚见面，说要带他去一个特别的地方。看着塔奈西亚身上又添了新伤，身边的骑士终于忍不住开始唠叨，说他现在比7岁时还不让人省心。可面对这种严肃的指责，塔奈西亚竟然还想笑嘻嘻的糊弄过去，这下是真的惹火了对方。骑士已经把这里的情况如实上报，只要家里一发话，他就要立刻被强制送回领地。毕竟每次他身陷险境的时候，保护者都不在身边。虽然知道对方是真心担忧，但塔纳西亚现在绝不能离开。他不仅要亲手拒绝皇帝的求婚，还要直接去和皇后对峙。更重要的是，母亲当年的死因至今还是个谜。调查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骑士在别墅附近锁定了目标，那个叫凯恩斯的佣兵就是当年最关键的嫌疑人。虽然时隔多年，但找到他的老巢址是时间问题。塔内西亚一刻也不想多等，他要求只要确认位置，就要亲自去会会这个男人。毕竟母亲的真相就在眼前。行动前夕，手下突然提出了质疑，他问比尔是否真的信任队长。得到的回答虽然是肯定的，但他却并不这么想。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受罚的准备。比尔满脸是伤的恳求阿尔斯坎，要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绝不能忘记复仇的初衷，更不能在关键时刻动摇。可面对这种沉重的期待，阿尔斯坎却选择了回避。他不仅没有给出任何承诺，反而只是冷冷地丢下一句，让比尔先去处理伤口。这种刻意的沉默，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心凉了大半。比尔心里很清楚，这位曾经冷酷的领袖确实变了，他竟然会被一个刚认识不久的女人动摇，甚至为了塔内西亚，连筹谋已久的复仇大计都能抛在脑后。更让人不安的是，阿尔斯坎最近的行为越来越反常，甚至开始对身边的人动用重罚，大家都觉得他像是变了个人。比尔突然想起一段尘封的往事，当年的阿尔斯坎简直像疯了一样，发誓一定要找到那个失踪的女孩，谁要是敢拿这件事开玩笑，下场就是被他亲手打个半死。
虽然现在两人看起来没什么交集，甚至还在刻意保持距离，但比尔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他试探着询问身边的人，是否也觉得这两人早就认识。毕竟在当初接塔内西亚回来时，他竟然直接喊出了对方的名字，这种不经意间的熟人绝对不是装出来的。难道阿尔斯坎苦苦寻找了10年，那个让他几乎发疯的女孩，竟然就是眼前的塔内西亚？阿尔斯坎带着塔纳西亚越走越深，这地方阴冷的像个迷宫。塔纳西亚心里直犯嘀咕，他到底要把自己带到哪去？阿尔斯坎低声解释说，这里曾经是庄园的秘密逃生通道，墙上到处都是古老的机关，千万不能随便乱碰。塔纳西亚虽然嘴上答应着，但心里的不安却越来越重。终于，两人在一扇沉重的大门前停下。当看清门上的图案时，塔纳西亚彻底陷入了沉思。那竟然是阿德尔商会的标志。作为卡鲁亚最著名的商会，他们的徽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大门缓缓开启，门后的景象让塔纳西亚完全没料到，这竟然是一间堆满珠宝的密室。他原本以为所谓的补偿只是想用财宝来打发自己，可当他看清这些首饰时，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细节：这里所有的珠宝竟然全都是蓝色的，这种深邃的蓝色简直和他的眼睛一模一样。难道这些东西全都是为他准备的？他试探着问是不是要选一件，可阿尔斯坎却给出了一个疯狂的回答。他说这些全都是送给他的，不是一件，而是这整间屋子的奇珍异宝。塔纳西亚忍不住开口询问，既然这些东西他根本用不上，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收集这么多？阿尔斯坎沉默了片刻，语气里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他说这些东西他一直舍不得扔，总觉得有一天能亲手把它们送给那个对的人。塔纳西亚并没有听出话里的深意，面对这足以买下半个国家的财富，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贪婪，只是选了一件和自己眼睛颜色最像的项链。他说只要这一件就够了。阿尔斯坎看着他选中的那抹蓝色，眼神变得有些复杂。他主动提议帮他戴上。塔纳西亚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轻轻点了点头。阿尔斯坎绕到他身后，亲手扣上了那串蓝色项链。塔纳西亚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屋里竟然连一面镜子都没有。既然看不见自己的样子，他只能开口询问身后的阿尔斯坎，这项链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可阿尔斯坎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直到塔纳西亚忍不住再次呼唤，阿尔斯坎才终于从思绪中抽离。塔纳西亚发现他很不对劲，阿尔斯坎整个人心不在焉的。面对询问，他只是敷衍说没事。看到他靠近，阿尔斯坎竟然下意识往后退，甚至还警告他别过来，这反应也太反常了。塔纳西亚没听清，脚下一滑，直接撞进他怀里。这下气氛变得更微妙了。谁能想到那扇门后竟然是个漆黑的滑道，两人就这样毫无防备地掉进水里。塔纳西亚这才意识到是自己刚才忙乱中踩到了机关，才误打误撞进了这条秘密逃生路。他顾不上浑身湿透，赶紧查看阿尔斯坎的伤势。可阿尔斯坎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没事，但他现在的样子可不像没事，身体烫得厉害，整个人看起来非常虚弱。塔纳西亚顾不上之前的警告，如果不赶紧处理，伤口感染了怎么办？阿尔斯坎满脑子都是自责，觉得是因为自己的疏忽才让塔内西亚被催眠，甚至还受了这么重的伤。塔内西亚却突然打断了他，说这一切都是他自愿的，为了帮他完成计划，他甘愿去当那个诱饵。他握住阿尔斯坎的手，轻声安慰，让他千万不要把错揽在自己身上。他之所以冒着风险留在这里，全是因为担心阿尔斯坎的安危，所以他请阿尔斯坎答应他，以后绝对不要再去做任何危险的事。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关心，阿尔斯坎最终还是点头了，答应会如他所愿。塔奈西亚还是有点不敢相信，非要他亲口保证才行。看着他认真的样子，阿尔斯坎轻声给出了承诺。可当他独自躺在床上时，才终于揭开了真相。原来刚才那个深情的承诺，竟然是他编出来的谎话。看到对方当时那么坚决，他实在找不到别的办法拒绝。反正他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到时候两人各奔东西，这个承诺也就随之作废了。只要能让他平安离开，骗他这次又有什么关系？漆黑的森林里，马蹄声撕碎了死寂，那些惨烈的往事再次闯入了阿尔斯坎的梦境。混乱的追逐和无情的重击，成了他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阿尔斯坎猛地惊醒，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坐了很久。刚才那些真实的画面，让他分不清到底是梦还是现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已经过去了10年，为什么那些噩梦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回来了？刚才那个梦实在太真实了。阿尔斯坎坐在床边回想，梦里的每一个细节，竟然和塔内西亚说的一模一样。难道那些被遗忘的过去，真的要彻底觉醒了吗？还没等他理清思绪，管家就急匆匆地推门进来，带来了一个让他措手不及的消息：塔纳西亚竟然私自叫了马车，现在正准备从后门离开。他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急？甚至连个招呼都不打算打。阿尔斯坎根本来不及多想，立刻动身追了出去。就在马车即将出发的一刻，他终于挡在了塔纳西亚的面前。阿尔斯坎质问他为什么要不告而别。塔纳西亚完全没料到他竟然会发现的这么快。旁边的泽恩想上前打圆场，却被阿尔斯坎一个眼神瞪了回去。他态度强硬地表示，只要还在他的地盘上，塔内西亚就必须接受他的保护。如果不把事情交代清楚，谁也别想让马车离开半步。眼看局势僵持不下，塔内西亚只好示意泽恩退下。他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他找到了当年母亲去世的线索，正准备去调查那个关键人物。听完这个理由，阿尔斯坎沉默了片刻，但他并没有打算放他独自去冒险。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事情，那他必须亲自陪他走一趟。
马车在路上飞驰，泽恩正在交代这次的目标，一个叫凯恩斯的危险人物，红头发，脸上带疤，还是个双剑高手。考虑到这次行动有危险，泽恩叮嘱塔奈西亚一定要跟着他。可话还没说完，就被旁边的阿尔斯坎冷冷地打断了。阿尔斯坎态度非常强硬，直言保护塔奈西亚是自己的责任。泽恩也不甘示弱，拿他还没痊愈的手伤当借口。结果阿尔斯坎反手就提起了他的脚踝伤。这两个男人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肯退让半步，空气里全是火药味。塔内西亚坐在中间，简直头大。看这架势，他们根本就互不信任啊！塔纳西亚硬着头皮出来打圆场，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去冒险。谁知道这两个人整齐划一地盯着他，警告他今天必须老实点。原来从头到尾被防着的，竟然是他自己。泽恩带头找到了目的地，叮嘱塔奈西亚一定要跟紧，毕竟谁也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可手刚碰到门，他就发现这扇门竟然是虚掩着的，屋子里安静的有些诡异。塔奈西亚突然闻到一股异味，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泽恩已经快步冲进了里屋。最糟糕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屋里的床上躺着一个人，身上全是血，已经彻底没气了。泽恩仔细辨认了特征，确认死在床上的就是凯恩斯，唯一的线索就这么断了。阿尔斯坎正准备叫人来封锁现场，门外却突然传来了叫骂声，听着像是来讨债的。这倒霉的债主还没进屋，就撞上了正没好气的阿尔斯坎，只被那双眼睛盯了一下，他就吓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刚才还怂得不行的债主，突然像变了个人一样，甚至还放话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阿尔斯坎一眼就看出了猫腻，可还没等他动手，屋里就炸开了一股诡异的紫烟。泽恩反应最快，拽起塔内西亚就往外冲，但这烟雾散得实在太快了。那个所谓的债主竟然笑出了声，原来他身上一直带着强效麻醉剂，就等着他们这帮人自投罗网呢。这下麻烦大了，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那个所谓的债主怎么也没想到，这种程度的麻醉剂对阿尔斯坎竟然一点用都没有，反而还彻底把他给惹火了。阿尔斯坎打算把人带走，连夜审问。塔奈西亚想跟着一起去，毕竟这案子他一直盯着，心里还有一堆疑问没解开。可阿尔斯坎却直接拒绝了。审讯室里的手段可不怎么好受，他不想让塔奈西亚看到那些场面，最后只能让泽恩替他过去。泽恩领命去审讯了，塔内西亚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趁着四下无人，塔纳西亚悄悄凑到阿尔斯坎耳边，说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刚才那股紫烟和对方的称呼，绝对跟那个实验室有关系。他叮嘱阿尔斯坎一定要多加小心，可对方却像个没事人一样，反而调侃他是不是整天都在担心自己。阿尔斯坎让他先回家休息。审讯室里的气氛冷到了极点，阿尔斯坎直接叫出了对方的真名安德罗帕西塔。对方显然知道阿尔斯坎的底细，还嘲笑他这个13号居然混出了名堂。结果阿尔斯坎根本不废话，原来他们要找一个叫凯恩斯的人。安德罗承认10年前跟他是同伙，但他坚决否认自己杀了凯恩斯，还以为阿尔斯坎是想让他背黑锅。这时候泽恩站了出来，说他们根本不在乎凯恩斯的死活，真正想查的是20年前的一桩旧案，布雷洛夫侯爵夫人的死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安德罗的反应明显不对劲，虽然他还在那儿装傻充愣，说佣兵团接的活儿太多，根本不记得什么20年前的旧案。可阿尔斯坎哪有耐心听他废话，直接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警告他下次瞄准的地方会更高，让他最好想清楚再开口。安德罗这下是真的怂了，赶紧求饶，让阿尔斯坎住手。他把当年的秘密全招了，那次任务的赏金高得离谱，而且杀掉侯爵夫人只是顺带的，对方真正的目标其实是他手里的一份文件。阿尔斯坎立刻追问雇主是谁，安德罗吓得连声求饶，说凯恩斯当时怕被灭口，死活都不敢提那个名字。但在安德罗的不断追问下，凯恩斯最后还是给出了暗示，他没有说话，只是伸手指向了皇宫的方向。塔纳西亚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试图确认这个惊人的消息，你是说我母亲的死竟然和卡鲁亚皇室有关？泽恩给出的答案让人脊背发凉，虽然证词还需要核实，但谁敢拿皇室的名头来撒谎？除非对方真的不想要命了。20年前的卡鲁亚正处于前任皇帝的统治下，那时候的权力中心根本没有其他家族插手的余地。最让人头疼的是，塔内西亚发现原著小说里完全没提过这段陈年旧案，毕竟那本书还没写完就断更了。如果连剧透都靠不住，那躲在暗处的真凶到底会是谁？原来杀人只是幌子，对方真正的目标是一份文件。泽恩提到佣兵界曾有过重金悬赏，这说明幕后黑手的来头比想象中还要大。塔内西亚决定先按兵不动，如果皇室真的参与了当年那件事，在拿到实锤证据之前，连亲生父亲都不能透露半个字。只是这次调查之所以这么顺利，全靠阿尔斯坎在背后打掩护，他处理这种脏活的手段未免也太熟练了点。塔奈西亚罚现阿尔斯坎还没回房间，泽恩说他还在审讯室里，说是还有点私事没处理完。所谓的私事其实是阿尔斯坎想要一个真相。他盯着眼前的安德罗问，当年你到底是怎么把我带回帝国的？安德罗为了保命只能实话实说，那是10年前在南方的布雷洛夫别墅，你一个人挡住了帝国所有的杀手，最后才因为体力不支被带走。阿尔斯坎追问当年的真相，安德罗却冷笑着说，你不过是个用来拖延时间的诱饵，好让那位大小姐顺利逃走。阿尔斯坎突然改了主意，原本打算放你一条生路，现在看来没那个必要了，那就先从治好你这富傲慢的嘴脸开始吧。
阿尔斯坎从审讯室走出来时，手下已经在门口守了很久。看着那只血淋淋的手，手下忍不住问：“人还活着吗？”阿尔斯坎语气冰冷地回了一句：“还剩一口气。”手下看他状态不太对，想让他先去休息，剩下的交给自己处理。可阿尔斯坎临走前却下了一道死命令：在我回来之前，绝对不准让他合眼。阿尔斯坎独自走在月色下，塔内西亚已经在庭院里等了很久。阿尔斯坎停下脚步问：“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去休息？”塔内西亚直截了当地追问：“审讯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阿尔斯坎沉默了片刻，语气沉重地叫出了那个称呼：“布雷洛夫小姐。”他说：“那个男人就是10年前把他带进实验室的雇佣兵，而且对方亲口承认，当年一直躲在暗处盯着他，就等着他这个诱饵彻底耗尽体力，好让真正的大小姐安全撤离。那些人最后用药弄晕了他，像处理垃圾一样把他拖走。”塔奈西亚听得心都要碎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竟然经历过这种折磨。阿尔斯坎突然上前紧紧抱住了他，声音里带着一丝哀求：“就这一会儿，请让我这样待一会儿。”虽然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但看着这个曾经拼命保护的女人就在自己怀里，阿尔斯坎心里那股躁动竟然平息了下来。原来只要他还在，那些痛苦的过去似乎也没那么难以忍受了。把塔奈西亚送到房门口后，阿尔斯坎表现得很平静，甚至还公事公办地确认了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就在塔纳西亚准备进屋休息，让阿尔斯坎也早点回去的时候，阿尔斯坎却突然伸手拦住了他。他说：“等等，我还有话没说完。”谁能想到阿尔斯坎憋了半天，竟然是想约他吃早餐。塔内西亚笑着答应了，说自己一个人吃饭确实挺冷清，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面对塔内西亚的询问，阿尔斯坎只是沉默了片刻，最后轻声应了一句：“阿尔斯坎说明天会准时来接他。”塔内西亚礼貌递到了谢，两人的约定就这样达成了。独自回到房间，那种久违的熟悉感越来越强烈。曾经那个阿尔斯坎好像终于一点一点回来了。布雷洛夫庄园，诺克西亚问：“是不是真的要发公函？”奥兰德一边写信一边点头，他打算尽快把大女儿接回庄园。这些年他一直借口在外经商，其实是为了调查妻子的死因。现在是时候把一切都拨乱反正了。当年在现场发现的那瓶毒药，整整20年都没查出成分，直到最近才有了突破，里面含有一种叫萨皮恩的稀有花朵。更巧的是，费尔米拉伯爵的女婿刚卖掉了一块地，那里正好就有这种花的养殖痕迹。奥兰德直接摊牌了，他死死盯着眼前的费尔米拉伯爵，问他为什么要毒害自己的妻子。费尔米拉伯爵竟然还觉得委屈，他愤愤不平地抱怨着，说是那个女人毁了他的联姻计划，让他错失了皇室的青睐，才害得他家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奥兰德听完只觉得荒谬，整整20年的阴谋，竟然只是为了这点陈年旧怨，这种狭隘的报复心简直让人作呕。他冷冷地让对方等着受审。费尔米拉伯爵还没反应过来，奥兰德就抛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他手里握着皇帝亲批的调查令，伯爵的爵位和领地从这一刻起彻底没了。费尔米拉伯爵还在那狡辩，说这都是20年前的旧账，而且当时根本没得手。奥兰德直接拆穿了他的谎言，连当年调虎离山的诡计他早就查得一清二楚。眼看这招不管用，费尔米拉伯爵为了活命，赶紧抛出一个惊天秘密。他说那天派去灭口的人，其实在现场看到了别人，一个黑发男人正从走廊溜走，而当时的夫人已经受伤了。费尔米拉伯爵拼命想甩锅，说那个黑发男人才是真凶，自己的毒药根本没派上用场。虽然谋害贵族已经是死罪，费尔米拉伯爵这辈子是彻底完了，但那个神秘的黑发男人却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奥兰德的心里。那个黑发男人到底是谁？奥兰德坐在书桌前，心乱如麻。虽然手头还有一堆公文要处理，但他满脑子都是塔奈西亚的安危，根本没法集中注意力。诺克西亚在一旁默默看着，父亲看起来真的累坏了，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到了深夜，诺克西亚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觉得自己一点忙都帮不上，这种无力感让他很难受，他多希望自己能成为父亲的依靠。第二天一早，诺克西亚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出去一趟。奥兰德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毕竟大女儿还没回来，现在出门实在太不安全。但诺克西亚态度很坚决，他说自己只去2天，看来他是铁了心要为家里分担点什么。诺克西亚开始软磨硬泡，他说这段时间一直闷在家里，想趁着父亲回来出去散散心，还保证会带上足够的守卫。奥兰德还是犹豫不决，毕竟现在的局势实在太乱了。看着女儿难得这么坚持，奥兰德最终还是心软了。他知道这孩子平时最懂事，既然他这么想去，那就只能答应下来，但前提是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诺克西亚总算如愿以偿，临走前他还不忘叮嘱父亲，工作再忙也要记得休息。随着马车缓缓驶离府邸，他终于出发了。劳拉忍不住问出了口，为什么要对大人撒谎？诺克西亚心里很清楚，如果说出是要去调查当年的真相，父亲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劳拉担心以后会被发现，甚至开玩笑说，要是小姐被赶出门，自己一定会收留她。但这毕竟是诺克西亚的家事，他必须亲手揭开那个秘密。他这次要去见的是20年前在别墅工作的管事，既然父亲和姐姐都闭口不谈，那他就只能自己去寻找答案，看看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马车突然猛地停了下来，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原来是有人的车挡住了去路，对方甚至嚣张地叫喊着，让马车里的人滚下来行礼。诺克西亚定睛一看，这竟然是皇室的马车。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车门已经缓缓打开，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好久不见了，诺克西亚小姐。”诺克西亚显然没料到会在这里遇到这个人，更没想到对方会主动打招呼。皇太子罗赫尔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皇太子罗赫尔说自己只是路过，偏偏马车轮子就在这时候坏了，这理由听起来也太牵强了吧？他居然主动提出要搭便车。诺克西亚完全没反应过来，在他的印象里，这位皇太子绝不是会求人帮忙的性格。两人的过节还得从10年前说起，当时诺克西亚魔力失控，直接把皇太子的衣服淋了个透。自从那次泼水意外之后，两人的关系就彻底降到了冰点。罗赫尔在别人面前明明是个完美绅士，唯独一见到诺克西亚，那态度简直比冰块还要冷。到了罗赫尔的20岁成年礼，他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夸诺克西亚闪耀。正当诺克西亚以为他转性了，结果下一秒罗赫尔就开始毒舌，说他头上的首饰像打翻了珠宝盒。更过分的是，他竟然把诺克西亚的魔力当成杂耍，非要他在名媛面前表演变小鸟，这分明就是在故意刁难吧。虽然这种要求很无理，但看着他脸上难得的笑意，诺克西亚竟然没法真的生气。哪怕明知道对方动机不纯，诺克西亚还是心软了，毕竟堂堂皇太子落难，总不能真把他丢在路边不管。刚坐稳，诺克西亚就急着想打听他的去向，好，赶紧找个地方把他甩掉。可这位皇太子却反客为主，不停追问他的具体目的地。这种步步紧逼的问法，显然不是单纯的搭便车。结果罗赫尔居然说他也要去同一个地方，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诺克西亚整个人都定住了，这分明就是冲着他来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万一传出丑闻可就麻烦了，更何况他还有秘密任务在身。可罗赫尔却一副无所谓的态度，甚至还要赖在车上不走。罗赫尔突然一脸严肃说，如果传出流言，他会对诺克西亚的名誉负责。可这种话从皇太子嘴里说出来，分明就是变相的求婚。诺克西亚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以为这只是个恶劣的玩笑，毕竟两人一直不对付。可看着罗赫尔那副认真的样子，这车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有点窒息。其实罗赫尔也是被逼到了绝境，皇宫那边早就闹翻了天，皇帝陛下正为了婚事大发雷霆，责怪他一直拖着不肯联姻，导致家族里的人才都快被邻国挖走了。现在的局势已经到了紧要关头，邻国皇帝竟然公开抢人，向布雷洛夫家的大女儿求婚了。这要是再没动作，整个帝国的面子都要丢光了。就在这节骨眼上，罗赫尔终于向皇帝摊牌了。他说自己心里早就有了人选，不是那位才华横溢的大小姐，而是被所有人忽视的二女儿诺克西亚。罗赫尔已经下定了决心，他没时间再犹豫下去了。既然认定了诺克西亚，那就必须主动出击。天色已晚，两人决定在旅店暂住一晚。本以为这一天就这样平淡结束，可就在诺克西亚准备回房时，罗赫尔却突然叫住了他。这位平日里毒舌的皇太子竟然破天荒地说了声谢谢，甚至还说以后要好好报答他，这态度简直是180度大转弯。诺克西亚整个人都定住了，这还是那个处处刁难他的罗赫尔吗？虽然只是简单的客套，但这种突如其来的温柔反而让他心里更没底了。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原来那场所谓的偶遇根本就是罗赫尔精心策划的预谋。他早就查清了诺克西亚的行程，甚至连他要经过哪片森林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时间对他来说非常紧迫，他必须在诺克西亚到达之前，提前在必经之路上守株待兔。这种势在必得的架势，完全不像他平时的作风。连副官都看糊涂了，忍不住开口问他：明明以前对这位小姐毫无兴趣，怎么突然就像变了个人一样？罗赫尔没有给出解释，只是一个人陷入了沉默。有些话他没法对别人说，因为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那个让他彻底沦陷的转折点就在那个瞬间。所有的冷漠和理智都崩塌了，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再也不想放开那个人的手，连说句谢谢都觉得尴尬。罗赫尔只能通过写信来缓解心里那种憋屈感。他这才发现自己平时在表达感情上有多吝啬，毕竟身为皇太子，他从小就被教导要喜怒不形于色。可直到今天他才反应过来，之前在诺克西亚面前表现的那么僵硬，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高冷，纯粹就是因为他太笨拙了。只要他想，随时可以用皇太子的身份强行订婚，但他心里很清楚，这种强扭的瓜诺克西亚绝对不会开心。他不想走这条捷径，而是想花时间去真正了解他。虽然这对他来说可能是这辈子最难完成的任务，但如果连心爱女人的心都赢不了，将来又怎么去统治整个帝国？这一次他要靠自己的真心去赢一次。心爱的人。罗赫尔看着自己亲手写的字迹，突然觉得一阵肉麻，这根本就不像他会做出来的事。犹豫再三，这位皇太子还是打了退堂鼓。他把那封写满真心话的信重新塞回了怀里，终究还是没敢寄出去。可他哪里知道，就在他纠结要不要表白的时候，诺克西亚已经拎着行李，准备趁着大雨不告而别了。守卫一脸担心，毕竟把皇太子一个人丢下，这后果谁也承担不起。可诺克西亚的态度却异常坚决，他觉得这次出门是为了调查，一直跟皇太子待在一起太不方便，更何况在他心里，罗赫尔肯定也早就受够他了。既然相处的这么尴尬，不如就在这里各奔东西。诺克西亚本以为能悄悄溜走，结果推开车门的那一刻，他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车里坐着的竟然是罗赫尔。这一声早安听的人脊背发凉，看着他那副势在必得的样子，诺克西亚知道自己彻底失算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偶遇，而是被人家给抓了个正着。罗赫尔问他是不是打算把自己丢下，这下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诺克西亚知道再不解释就真的要误会了，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一个男人突然冲过来大喊救命。大雨连着下了好几天，堤坝眼看就要撑不住了。罗赫尔根本没时间犹豫，直接要求带路去现场。洪水随时可能冲垮一切，虽然村民们已经撤离，但那座哈内神庙要是塌了，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哈内神庙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耳熟，诺克西亚立刻让侍从先带大家去避难，看来他已经有了别的打算。诺克西亚竟然直接出手了，漫天的雨水瞬间全部停在了半空，村民们哪见过这种场面，这简直就是神迹。但这种大范围的魔法消耗太快，他根本撑不了多久，必须在堤坝彻底垮掉之前，把这些积水引到别的地方去。就在他快要到极限的时候，罗赫尔突然出现在他身后，他已经找好了泄洪的废弃农场，看来这两个人注定要并肩作战了。诺克西亚光想着让别人撤离，却忘了自己脚下的地面已经裂开了。就在他快要摔倒的瞬间，罗赫尔一把将他稳稳接住，他提醒他现在最危险的是自己，并承诺会一直守在他身边，让他尽管放手去做该做的事。这种时候有个能依靠的人真的太重要了。既然泄洪的目标已经确定，诺克西亚终于下定了决心，只要距离足够，他的魔力就能彻底解决这场危机。魔法的光芒散去，洪水竟然变成了漫天的飞鸟，这场危机总算是彻底解决了。诺克西亚整天都在强颜欢笑，现在只想一个人躲出来清静清静。谁知道罗赫尔跟了过来，看诺克西亚这副不怎么欢迎的样子，罗赫尔心里估计也挺无奈的，怎么一见面就这种态度？其实诺克西亚并没有想针对谁，只是想陪陪这只盯着他的小鸟。在这些勾心斗角的地方，也只有这种小生命能让他放松一下。罗赫尔一眼就认出了这只小红鸟，原来它是皇宫里养大的。诺克西亚还挺意外的，像他这样的人，难道不该养只老鹰之类的猛禽吗？没想到罗赫尔还真有一只猎鹰，只不过那家伙平时特别怕生，想见他还得先经过他的同意才行。堂堂猛禽居然会害羞，诺克西亚被这个反差逗得笑出了声。看着他发自内心的笑容，罗赫尔一时间竟然有些失神，他从来没见过他露出这种表情。原来这个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女人，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为了和小鸟拉近关系，诺克西亚随手变出了晶莹的水花。既然大家都有点怕生，那就用这种方式交个朋友吧。罗赫尔看着眼前的诺克西亚，只是因为一点小事就笑得这么开心，他突然觉得这个女人其实挺可爱的，这种发自内心的样子让他完全移不开眼。可现实的残酷很快就打破了这份宁静。为了引开汹涌的河水，诺克西亚几乎耗尽了所有的魔力，在大雨中他连站稳都变得很困难。就在他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罗赫尔再次出现在他身边，他早就准备好了接应的马匹，并承诺会一直扶着他走下去。这种关键时刻的可靠，真的让人没法拒绝。罗赫尔看着被雨淋透的诺克西亚，忍不住感叹，真没想到他会为了救人这么拼命。毕竟在那些只顾利益的贵族里，像他这样纯粹的人实在太少了。他由衷的夸奖他做得很好，这简单的几个字却让诺克西亚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从来没想过这位皇子竟然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他心里那道厚厚的防线开始动摇。难道之前那些针锋相对全都是因为自己的误解吗？摇晃的马车里，诺克西亚终于交了底，他其实是为了调查母亲当年的真相。为了瞒过家里，他只能对外谎称是去旅行。罗赫尔听完有些愧疚，为自己早上的无礼道了歉。原来诺克西亚一直担心对方会去告状，罗赫尔却大方表示会保守秘密，毕竟他没理由破坏他的计划。可还没等诺克西亚松口气，罗赫尔却提出了一个更过分的要求，既然现在两人共用一个秘密，那接下来的路他必须全程陪同。诺克西亚竟然点头答应了，这完全不像他的行事风格，换做平时他肯定会找借口推掉，刚才怎么就没过脑子呢？诺克西亚突然提到了神庙，说是听当地人偶然说起，总觉得这名自听者耳熟。罗赫尔已经想到了真相，那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历史遗迹，里面藏着能治愈万物的神花种子。这种传说中由神明创造的花，据说最初被发现的地方就在他们要去的这片森林。为了这些种子，过去甚至爆发过战争。诺克西亚听得一愣一愣的，直夸罗赫尔博学多才。罗赫尔倒觉得这不过是储君的基本功。虽然罗赫尔保证会处理好一切，让诺克西亚别再为神庙操心，可诺克西亚这心里始终悬着，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忙到深夜的塔奈西亚刚想歇口气，阿尔斯坎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出现了。这位伯爵大人每次都挑这时候来，看来今晚是别想睡个好觉了。阿尔斯坎刚进屋就带来了一个坏消息，那瓶香水的化验结果出来了，里面竟然藏着催眠成分。这下证据确凿了，那天的事果然是侯爵在背后捣鬼。塔奈西亚没料到皇后会这么执着，派了刺客还不算，现在连这种阴招都用上了。如果他继续拒绝皇室的提议，对方很可能会对他的家人下手。他不能一直躲在伯爵府里受保护，既然对方步步紧逼，那就干脆主动出击。他让阿尔斯坎帮忙安排，他要单独去见皇后。阿尔斯坎最终还是妥协了，既然他坚持要正面硬刚，那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亲自护送他去皇后的宫殿。两人刚到门口，皇后的女官尤拉就迎了上来，对方话里话外都在暗示这次会面可没邀请这位伯爵大人。可阿尔斯坎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搬出皇帝的命令当挡箭牌，哪怕对方请他去休息室，他也坚持要守在门外一步不退。塔奈西亚这才意识到，他是真的打算在这里守到结束，有他在门外寸步不离，这场鸿门宴似乎也没那么可怕了。塔内西亚
正准备独自去见皇后，阿尔斯坎却突然叫住了他。他叮嘱他千万别紧张，只要里面有任何动静，他会立刻冲进去。塔纳西亚有些意外，难道自己表现得这么明显吗？还没等他想明白，对方的手已经轻轻抚过他的鬓角，原来是头发乱了。换做平时，塔内西亚肯定早就发现并整理好了，这种连自己都没察觉的小细节，却被阿尔斯坎一眼看穿。这种突如其来的关心，让塔内西亚原本紧绷的心弦瞬间乱了节奏。看来在这位伯爵大人面前，他根本藏不住任何心事。带着阿尔斯坎的那份提醒，塔纳西亚独自踏入了皇后的宫殿。皇后表现得格外亲切，不仅免了他的礼数，还热情地招呼他坐下喝茶。皇后说这是特意准备的名贵药草，能帮他驱散一路上的疲惫。可越是这种滴水不漏的温柔，反而越让人觉得脊背发凉。看着皇后嘴角那抹意味深长的笑，还有那句一定要喝到最后一滴的叮嘱，这杯茶显然没那么简单。明知道是陷阱，塔内西亚现在还有退路吗？谁能想到塔纳西亚胆子这么大，当着皇后的面直接把那杯茶全倒在了地上。这哪是在倒茶，这分明是在打皇后的脸啊！面对皇后的质问，塔内西亚只是轻飘飘地回了一句：这茶的味道我不喜欢，而且最近总有人想在背后搞鬼，尤其是皇后给的东西，他现在是一口都不敢碰。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索性直接摊牌，提起了周年庆典上那场诡异的催眠，还有侯爵掉落的香水瓶。他把证据直接拍在了桌上，当初差点被逼着跳楼的账，今天他要一笔一笔全部算清楚。塔内西亚这次是动真格的了，他不仅掌握了刺客出入的证据，还拿到了皇后勾结的铁证。面对这些足以致命的秘密，皇后先是沉默了片刻，随后竟然长舒了一口气。那副伪善的面具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粉碎。她死死盯着眼前的塔内西亚，语气里透着让人胆寒的杀意。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还敢送上门，看来你是已经做好送死的准备了。塔内西亚表现得出奇冷静，他没打算在这浪费时间，毕竟外面还有人在等他。他给了对方最后一个机会，只要现在收手，今天的事可以一笔勾销。可惜对方似乎并不领情，既然谈不拢，那就只能把底牌掀开了。马诺科家族看似风光，背地里却全是致命的窟窿。矿山冲突、北方动乱，还有那些快要饿疯了的灾民，这些烂摊子一旦被捅出来，谁也保不住这个位子。如果今天之后还要继续纠缠，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塔奈西亚的语气里全是刺，他提醒对方，之所以现在还能安稳坐在这，纯粹是因为运气好。如果他手里的武器真的失控，谁也保不住这间屋子的人。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皇后竟然直接笑出了声。她觉得眼前的女人确实很有趣，但也太小看帝国的底蕴了。魔力武器这种东西，皇室手里多的是，更何况真正的王牌救手在门外，那位独一无二的护卫队长才是皇后最得心应手的武器。只要她愿意，随时可以动用这份皇室的力量。塔内西亚直接把话挑明了，他强调阿尔斯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么杀人武器，怎么能如此理所当然的把同类当成挡箭牌？皇后根本不在乎这些，在她眼里，那个人从出生起就是个工具。塔奈西亚却不打算退让，他提醒对方，阿尔斯坎也会疼，也会难过，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这种怜悯在权力面前毫无意义。皇后只是想证明一件事，她手里握着的筹码足够让所有人低头，甚至还饶有兴致地问了一句：你是不是看上那个护卫队长了？塔内西亚反倒觉得对方很可怜，就算把他当成敌人，难道就能换来皇帝的宠爱吗？这话直接戳到了皇后的痛处，让她半天没说出话来。别把私人的怨气撒在别人身上，想要爱就自己去找皇帝要。塔内西亚可没兴趣陪他演这种无聊的情感戏。说完这些，塔纳西亚起身准备离开，根本不打算给对方留面子。皇后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事情还没完，她绝不允许对方就这样走掉。她叫住了塔内西亚，提醒他拒绝皇帝可没那么简单。为了把人强行留在身边，那位皇帝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这根本就是一场无法拒绝的豪赌。塔奈西亚头也不回地走了，他表示自己能应付得来，没必要让对方操心，只留下皇后一个人在原地发火。门外，阿尔斯坎已经等候多时了，塔内西亚这次能全身而退，全靠他提前准备的解药。原来皇后在屋里点了催眠香，想趁机动点手脚。还好阿尔斯坎看穿了一切，不然今天这关还真不好过。现在话已经说绝了，接下来的局势恐怕会变得更加失控。皇后现在肯定在纳闷，为什么塔纳西亚能安然无恙地走出来，阿尔斯坎却在一旁提醒，解药虽然能克制催眠香，但副作用很快就会找上门。刚才还觉得自己状态不错，结果还没走多远，那种翻江倒海的感觉就来了。塔奈西亚现在只想赶紧回家，哪怕对方提议停下马车，他也坚持要继续赶路。看着他这么难受，阿尔斯坎主动把肩膀借给了他，虽然这种姿势有点暧昧，但他现在只担心对方能不能稍微舒服一点。靠在厚实的肩膀上，塔奈西亚的心情变得有些微妙。他突然问起关于以前的记忆，有没有再想起什么？阿尔斯坎摇了摇头，一切还是老样子。可塔奈西亚却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在他眼里，现在的阿尔斯坎变得越来越温柔，甚至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虽然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但当年的那些情感却变得越来越清晰。那份想要再次相见的执念，让10年的分别就像一下子消失了一样。阿尔斯坎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年会拼命去保护他，因为在塔奈西亚眼里，他从来不是什么杀人的武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都是那个会无条件接纳他的人。这种被当成人的感觉，才是他最想守护的真相。
阿尔斯坎心里很清楚，这一刻他恐怕永远都忘不掉。就算以后塔内西亚离开了，他重新回到那条充满鲜血的复仇路，这份心动的感觉也不会轻易消失。夜已经深了，比尔推开了阿尔斯坎的房门。阿尔斯坎显然没料到他会突然出现，语气里满是疑惑。比尔没有废话，直截了当地说有重要的事情要问，让对方务必跟他说实话。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非要在这个时间点问个清楚？比尔并没有回避，而是盯着阿尔斯坎，直接问出了那个最致命的问题：塔奈西亚小姐，就是你找了10年的那个女孩吧？阿尔斯坎反问他为什么这么想，比尔却说自己最近总做噩梦，梦见他会丢下所有人远走高飞，这种不安感让他根本无法冷静。虽然阿尔斯坎给出了保证，但比尔还是想要一个真相。终于阿尔斯坎亲口承认了，他就是那个找了10年的人。比尔心里最后一点侥幸也没了，难怪这段时间他变得这么反常，原来全是因为那个女人的出现。阿尔斯坎替那个女人辩解，说自己只是弄丢了10年前的记忆，但他强调实验室里那些孩子的死，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当初看着同伴一个个倒下，他就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这个承诺他绝对不会背叛。比尔虽然相信他的为人，却忍不住提醒了一句，在失忆之前，他曾反复念叨，只要回到那个女人身边，万一哪天记忆真的找回来了，他到底会坚持复仇，还是会为了那个女人放弃一切？这才是比尔最担心的事。比尔这次过来还带了一份皇帝的口信，说是关于先皇的事情，要阿尔斯坎立刻进宫一趟。他直截了当地告诉阿尔斯坎，自己不想再这么提心吊胆下去了，既然已经选好了立场，那就拿出点绝不动摇的样子来。没过多久，阿尔斯坎就出现在了皇宫大殿。作为伯爵，他必须去面对接下来的风暴。皇帝已经在书房等候多时了，虽然说是为了急事才把他叫来，但在进入正题之前，皇帝似乎还有更重要的话要说。布雷洛夫侯爵那边来硬的了，一封公函直接甩了过来，不仅要追究那场荒唐求婚的责任，还要为他女儿受的伤讨个说法，甚至要求立刻把人送回帝国。皇帝倒是没把责任推给阿尔斯坎，反而觉得这是个机会，他打算把原定的计划提前，让那位布雷洛夫小姐后天进宫，而且点名不让阿尔斯坎跟着，这摆明了是要把两人分开。因为皇帝手里还有更重要的情报，先皇的那些残余势力后天深夜就要在京郊集结了，这才是真正的重头戏。看来一场恶战已经避无可避了。皇帝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只要能把那些领头的家伙一网打尽，他就有足够的理由彻底铲除先皇留下的所有余孽。他还给阿尔斯坎开了个诱人的条件，只要这次护送任务一结束，他就会履行诺言，帮阿尔斯坎完成那场筹谋已久的复仇。阿尔斯坎听出了话里的深意，这意味着他以后再也没有理由去保护那个女人了。皇帝笑着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还安慰他说这段时间辛苦了，是时候让一切都重回正轨了。可阿尔斯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如果侯爵真的急着要接女儿回去，根本没理由把回信拖上整整2天，这中间肯定出了什么差错，甚至可能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管家转身去准备换洗的衣服，屋里只剩下阿尔斯坎一个人，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皇帝偏偏选在他必须离开的时候，要把塔内西亚接进宫里，这时间点掐得实在太准了，简直就像是故意要把他们分开一样。他突然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脑子里全是比尔和皇帝说过的话，在那些人眼里，他应该是一个绝对冷静的棋子，而保护那个女人也仅仅是一件麻烦的差事。可如果真的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人，他现在又在烦躁什么呢？一想到要和塔内西亚分开，那种没来由的厌恶感就挥之不去，这种脱离掌控的情绪让他第一次感到了不安。阿尔斯坎正心烦意乱，随口低声骂了一句，听到敲门声，他理所当然的以为是管家送衣服来了，他头也没回就让人进来，还叮嘱把衣服放下就走。可等他看清来人的时候，直接定在了原地，进来的竟然是塔内西亚，他现在可还没穿上衣服，这场面简直尴尬到了极点。他赶紧解释自己认错了人。塔内西亚抱着剑站在门口，一时间也不知道该不该进来。塔内西亚本来是想来聊正事的，可一进门看到这副场面，他立马改了主意，说自己来的不是时候，转身就要往外走。阿尔斯坎哪能让他就这么走了？他一把拽住塔纳西亚的胳膊，问他为什么要急着离开。塔内西亚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才憋出一句，让他先把衣服穿好再说。阿尔斯坎这才反应过来，但他担心的根本不是没穿衣服，而是怕他看到了自己身上那些实验留下的痕迹。他赶紧松了手，问是不是吓到他了。塔内西亚赶紧解释说，并不是因为那些痕迹觉得不舒服，只是觉得他现在的样子和记忆里那个小男孩完全不同了，所以才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阿尔斯坎沉默了片刻，突然上前一步把他拦在墙边，这种突如其来的压迫感让塔内西亚完全定在了原地。阿尔斯坎低声开口说，有些话必须现在告诉他。塔内西亚被他困在墙边，有些不知所措地问他到底想说什么。阿尔斯坎的神情异常严肃，他盯着他的眼睛说，你必须在2天之内离开这里。阿尔斯坎这哪是在商量，简直就是下逐客令。2天之后，塔纳西亚必须立刻搬走。原来是家里发了公文催他回去，虽然手里的事还没办完，塔内西亚还想再争取一下留下来，可阿尔斯坎现在的态度异常坚决，既然没了名正言顺的理由，他也不打算再提供任何庇护。这一切来得实在太突然了，他甚至连剑都要直接收回去，要把剩下的事全交给禁卫队。塔内西亚死死护住那把剑，不肯轻易交还给阿尔斯坎。阿尔斯坎有些不解地问，为什么要露出这种表情？
其实塔内西亚心里早就看穿了，他拿走这把剑是想去拼命。当初之所以想方设法留下来，全是因为担心他的安危。他只想听他亲口给个承诺，千万别去做那些危险的事。阿尔斯坎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说一定会按他的意思办。可塔纳西亚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安抚他的谎言。即便知道他在骗自己，塔内西亚还是想最后再试一次，只要能守在他身边，或许还有机会让他改变主意。他提出了最后的请求，想在离开前一起吃顿饭，这更像是一种缓兵之计，想把分别的时间再往后拖。他最终还是交还了长剑，可阿尔斯坎接过武器后的那句对不起，让所有的努力都成了泡影。阿尔斯坎最终还是拒绝了，他没法给出那个承诺，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根本就停不下来。他觉得自己已经别无选择，这已经是目前能做出的最稳妥的交代了。塔奈西亚挥起长鞭，他一边狠狠抽打一边警告，现在装无辜已经太晚了。塔奈西亚一眼就看穿了真相，那些刻在身体里的皱纹说明阿尔斯坎早就变了个人。他命令他把隐藏的力量展示出来。面对这种非人的折磨，阿尔斯坎始终咬牙坚持着一言不发，这反而激起了塔纳西亚的兴致。难道真打算就这样硬扛到底吗？随着长鞭再次挥下，阿尔斯坎终于到了爆发的边缘，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束缚他的锁链竟然被生生震碎了。刚才那些惨无人道的折磨，难道真的只是一场噩梦？阿尔斯坎现在完全分不清那是虚假的幻觉还是真实的记忆。如果那些痛苦都是真的，塔内西亚为什么要对他下死手？为了求一个真相，他竟然鬼使神差地走到了他门前，手都已经碰到了门把手，他却在最后关头犹豫了。万一梦里的事情全是真的，推开这扇门后，他该怎么面对？阿尔斯坎站在门口，进退两难。他还没想好该怎么开口，就被巡视的女仆撞了个正着。这下场面可尴尬了，他只能硬着头皮撒个谎，说自己找塔纳西亚有急事。听说对方已经休息了，他赶紧找个借口转身就走。到了第二天，塔内西亚正忙着收拾行李，他打算见完皇帝就直接出发，根本没心思管别的事。可泽林却突然提了一句，说阿尔斯坎昨晚深夜来过，好像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这让塔内西亚一下子愣住了，明明昨晚还一副要划清界限的样子，怎么大半夜又跑来找自己？他到底想说什么？塔内西亚最后还是没忍住，他主动跑去找阿尔斯坎，结果却连个影子都没见到。管家说他早就出门执行公务了。最反常的是，他这次竟然什么都没交代，这让塔内西亚心里更没底了。昨晚他明明有话要说，怎么现在又突然玩起了失踪？而此时的阿尔斯坎正待在守卫队的秘密据点里，比尔正在部署明晚的突袭，目标是那些前朝的残余势力。阿尔斯坎全程一言不发，只要稍微分神，梦里的惨状就挥之不去，直到属下的呼喊声，才把阿尔斯坎强行拉回现实。昨晚交代的调查任务有了结果，报告上面记录的内容非同小可。阿尔斯坎看完之后，整个人都变得格外严肃。他当场下令修改作战计划，要把第二小队留在王都待命。比尔完全不能理解这个决定，现在正是抓捕首脑的关键时刻，怎么能在这时候分散兵力？阿尔斯坎说出了一个惊人的名字，第一骑士团的团长卡特。这个男人一直对禁卫队怀有敌意，现在突然提供前朝余孽的消息，这背后的动机绝对不简单。这种情报根本没法让人放心。比尔担心，如果现在不动手，可能会让叛军的首脑趁机逃走。但阿尔斯坎却觉得这更像个圈套，万一这是卡特故意设下的陷阱，整个小队都会彻底完蛋。事情的走向越来越诡异了。阿尔斯坎原本以为赫尔辛拦着自己，只是不想让他接近塔内西亚，现在看来，当初的那些警告全都有道理，真相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可能要了大家的命。阿尔斯坎还是没有回来，甚至连个口信都没留下。塔纳西亚独自守在窗前，心里乱成了一团麻。父亲为了带他回去，竟然直接给皇帝写了信，这种行为很可能引发两国冲突，可见家里已经担心到了极点，这让他压力倍增。他不想再让父亲为难，可一想到要离开阿尔斯坎，心里就怎么也舍不得。这种两难的境地，到底该怎么选？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紧接着就是一阵敲门声。难道真的是他回来了吗？塔纳西亚试探着问了一句：“是阿尔斯坎吗？”满心以为等到了想见的人，结果推门而入的却是泽恩。这种落差感真的很难藏住。泽恩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问他是不是在等别人。塔内西亚只能赶紧掩饰过去，先把人请进屋里再说。这次泽恩带回来的消息是关于那份神秘文件的调查。泽恩查到20年前有一批雇佣兵受命去偷一份文件，内容竟然和草药研究有关，而且背后的雇主还不止一个人，全都是当时有头有脸的贵族。草药研究报告，塔内西亚对这东西完全没印象，看来这件事只能去问问父亲才能有答案了。但接下来的消息更让人坐不住，阿尔斯坎居然给泽恩送了密信，原来皇宫的人已经在暗中盯着他了。明天的面见皇帝恐怕是一场躲不掉的硬仗。此时的阿尔斯坎正被剧烈的头痛折磨着，这种感觉最近越来越频繁，甚至让他有些失控。是因为那些正在苏醒的记忆，还是因为他最近总是控制不住地想起塔内西亚？出发去皇宫前，塔内西亚还在打听阿尔斯坎的消息，可惜管家说他整晚都没回来，连个面都没见上，终究还是没能等到他。虽然心里有些遗憾，但眼下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塔内西亚只能先动身前往皇宫。马车里的气氛异常凝重，这次进宫恐怕是凶多吉少，必须得提前想好退路才行。万一真的出了意外，到底该怎么办？塔内西亚
定下了死命令，2个小时就是极限。如果到时候他还没出来，就说明皇宫里出大事了。为了以防万一，他甚至让泽恩提前规划好路线，把接应的护卫全调到了东门。这简直就是做好了随时要逃命的准备。泽恩有些不理解，真的有必要防范到这种程度吗？毕竟这可是去见皇帝，又不是去闯什么龙潭虎穴。但在塔奈西亚眼里，那个叫赫尔辛的男人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残暴得多。能靠那种手段坐上皇位的人，怎么可能是什么善茬？皇后的警告还记在心里，再加上阿尔斯坎的那封密信，塔纳西亚很清楚，今天这趟皇宫之行绝对不可能太平。随着侍从的一声通报，塔纳西亚终于站到了皇帝面前。赫尔辛倒是表现得挺客气，甚至还想请他坐下来喝杯茶叙叙旧。可塔奈西亚根本没心情寒暄，他直接打断了皇帝的话，说自己有言在先，必须先把重要的事情交代清楚。赫尔辛听完不但没生气，反而觉得他这副急脾气挺有魅力。塔纳西亚这次来就是为了彻底断了皇帝的念头，他当面拒绝了皇妃的位子，说自己根本不适合这个身份。赫尔辛显然有些不理解，毕竟他给出的条件已经足够诱人，但在塔纳西亚心里，婚姻如果没有真挚的感情，那和一场交易有什么区别？听到真感情这3个字，皇帝的语气突然变得玩味起来。他紧接着抛出一个致命的问题：难道你已经把心交给别人了？这个问题直接把塔纳西亚问住了。明明只是在应付皇帝，可脑子里为什么会突然闪过阿尔斯坎的样子？难道连他自己都没察觉到吗？面对皇帝的步步紧逼，塔内西亚只能选择回避。他说这是没法回答的问题，可赫尔辛却觉得只要没拒绝，就说明自己还有机会。眼看对方越说越离谱，塔内西亚赶紧把话题扯回到生意上，承诺会优先供应魔力武器，想用这种方式划清界限。可皇帝却突然大笑起来，他想要的难道只是几件武器吗？气氛一下子变得冰冷。赫尔辛的话里带了刀子，既然这些武器不属于帝国，那就存在落入敌手的风险，这种潜在的威胁绝对不能留。他甚至当面放下了狠话，与其看着别人得到你，他宁愿亲手毁掉这一切，谁也别想从他手里抢东西。就在2人对峙的时候，塔内西亚的脚踝处突然传来一阵剧痛，竟然有一条毒蛇悄无声息地爬到了他脚边。这绝对不是什么意外，塔内西亚还没来得及反应，整个人就开始站不稳了。赫尔辛顺势扶住了他，嘴上说着是旅途太劳累，可眼神里全是得逞的阴冷。他立刻叫来守卫，要把塔内西亚强行带走。此时毒素已经开始蔓延，塔内西亚发现自己连舌头都麻了，根本发不出一点声音。难道真的要在这里动用底牌吗？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可塔纳西亚还是没有出现。泽恩看着手里的怀表，心里那股不安感越来越重。塔纳西亚想动用最后的底牌，可手指根本不听使唤。赫尔辛凑到他耳边低声警告，别白费力气了，很快你连站都站不稳。原来他早就下了麻痹毒药，这是要把他彻底困死在怀里。看着塔纳西亚愤怒的眼神，赫尔辛反而笑得更狂妄了。既然软的不行，那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带他走。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手。泽恩直接杀到了皇宫门口，亮出身份就要进去接人，可守卫的态度异常强硬，现在谁都别想踏进宫殿一步。双方正僵持不下，总管推门走了出来，他冷冷地看着眼前的泽恩，语气里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他直接下了逐客令，说塔奈西亚现在根本走不开，而且这事儿一时半会完不了，因为里面谈的可是求婚的大事。泽恩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塔纳西亚明明说过很快就回来，可现在的情况跟他说的一点都对不上，这中间肯定出了什么变故。既然正门走不通，那就从后院的装卸区前进去，只要能找到窗户，就能看清宫殿里到底在搞什么鬼。总管亲自守在门口，说明皇帝肯定已经换了地方。泽恩避开巡逻的守卫，专门往防守最严密的地方找，本以为能在这里找到线索，可翻进窗户一看，整个房间竟然空无一人。塔内西亚到底被带到哪去了？差点就露馅了。守卫敏锐地察觉到了窗外的动静，泽恩死死扣住窗沿，躲在暗处，只要再慢1秒，他就会被当场抓获。既然客厅里没人，那塔奈西亚肯定被带到了更隐蔽的地方。看着眼前戒备森严的走廊，泽恩心里很清楚，这样一间间搜下去，只会白白浪费时间，局势已经完全失控了，必须立刻把消息传给阿尔斯坎，如果再拖下去，恐怕就真的来不及了。比尔和阿尔斯坎正在密谋，比尔显然已经等不及要看成果了。阿尔斯坎想起了塔纳西亚，想起了他曾经遭遇的那些事，他忍不住低声咒骂了一句。这种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就在这时，府邸的急信打破了死寂，信上的内容让阿尔斯坎彻底坐不住了。塔内西亚进宫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连皇宫总管都在故意拖延时间，他现在肯定身陷险境。阿尔斯坎当即决定要立刻赶回皇宫。比尔完全没反应过来，在这种关键时刻，还有什么事能比眼前的计划更重要？他很快就猜到了真相，难道又是为了那个塔纳西亚？他简直不敢相信，阿尔斯坎竟然会为了一个女人动摇。皇宫那边不仅扣住了塔内西亚，还切断了他和守卫的所有联系。阿尔斯坎怀疑这根本就是一个圈套，故意把他们引出来，好对那个女人下手。比尔彻底怒了，他质问阿尔斯坎为什么这么肯定？难道真的要为了那个女人放弃筹备了这么久的计划吗？两兄弟之间的火药味瞬间拉满。比尔觉得情报来源太可疑，根本不值得去冒险，但阿尔斯坎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万一情报是真的，这就是扳倒对手的最好机会。他让比尔带队去现场确认，而他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看着阿尔斯坎远去的背影，
比尔彻底心寒了。他没想到在阿尔斯坎心里，那个女人的分量竟然重过了兄弟情谊。他当场放下狠话，如果阿尔斯坎非要走，那他就不再承认这个团长。面对比尔的威胁，阿尔斯坎甚至没有回头。对他来说，现在每一秒钟都关乎塔纳西亚的生死，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塔内西亚在华丽的房间里醒来，可迎接他的并不是自由，而是一阵钻心的虚弱感。守在床边的赫尔辛语气冰冷，说：“这种毒药第一次发作就是这样，会让人陷入无尽的昏迷。”塔纳西亚想要开口求救，却发现喉咙根本发不出声音，甚至连手指都动弹不得。这种任人宰割的感觉让他脊背发凉。赫尔辛显然很清楚药效，他好整以暇地看着眼前的猎物，仿佛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塔内西亚终于意识到，赫尔辛为了把他留下，竟然已经疯狂到了这种地步，不仅限制他的自由，还要彻底剥夺他反抗的能力。看着赫尔辛一步步逼近，他该怎么逃出这个牢笼？赫尔辛露出了危险的笑意，他知道对方心里全是疑问。他伸手拨弄着塔纳西亚的长发，语气里透着一股让人不安的贪婪。他说自己突然改变主意了，他想要更多。与此同时，阿尔斯坎正骑着快马在林间狂奔，他必须在一切无可挽回之前赶回那个充满危险的皇宫。塔奈西亚还在等着他，如果这次慢了一步，他将永远失去守护的一切。赫尔辛终于不再伪装，他说最开始只是为了那些魔导武器，但现在他改主意了，他想要的是塔奈西亚本人。原来塔奈西亚的一举一动全都在这个男人的掌握之中，包括他一直在暗中调查的母亲旧案。赫尔辛冷笑着问，这场侦探游戏玩得开心吗？既然他连这些秘密都知道，那当初除掉凯恩斯的幕后黑手难道就是眼前的赫尔辛？看到塔纳西亚眼神里藏不住的敌意，赫尔辛反而笑得更开心了。他说他就喜欢这种不服输的样子，因为他们两个本质上其实是一类人。赫尔辛继续诉说着他的野心，他说两人曾经都是被冷落的边缘人，但塔奈西亚的天赋能改变一切，只要他们联手，这世上就再也没人能阻挡他们。此时麻痹的效果正在慢慢消退，塔奈西亚必须继续装作动弹不得的样子，绝对不能让赫尔辛发现，只能等他放松警惕的那一刻。可赫尔辛接下来的话让人脊背发凉，他打算在明天一早制造一场意外，让所有人都以为两人发生了什么，到时候为了保住名誉，塔纳西亚就只能乖乖接受这份婚约。赫尔辛还在那装绅士，他说自己绝对不会越界，可这种虚伪的保证现在听起来只让人觉得恶心。与此同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逼近了寝宫，阿尔斯坎终于赶到了，哪怕面对守卫的层层阻拦，他也完全没有要停下的意思。守卫强调这是陛下的死命令，现在谁都不能进去，哪怕是禁卫军团长也不行。可阿尔斯坎根本没打算听这些废话，他当然知道那是命令，但他更清楚，如果现在不闯进去，一切就真的全完了。他最后一次警告守卫让开，那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谁要是再敢拦着，他真的会当场动手。守卫们虽然怕得要命，但还是死死拦在门口不肯让路。阿尔斯坎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既然好言相劝没用，那他也顾不上什么同僚情分了。随着魔力在指尖疯狂涌动，他决定直接强闯，谁要是再敢挡在前面，就别怪他下手太重。而此时在寝宫内，赫尔辛突然停下了动作，他在塔内西亚的背上发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痕迹，那些交错的旧伤疤在白皙的皮肤上显得格外刺眼。他盯着这些痕迹，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他说终于明白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至今还没出嫁，难道就是因为这些见不得人的秘密吗？就是现在。塔内西亚猛地坐起身，一把夺过藏在身边的手枪，黑漆漆的枪口直接抵住了赫尔辛的额头。赫尔辛显然没料到这一手，麻痹药效明明还没过去，他竟然已经恢复了行动力，哪怕只有扣动扳机的力气，也足够要了他的命。可他却并没有退缩，反而冷笑着问他敢不敢杀人，毕竟他一直以来都坚持不伤无辜，难道现在为了他破戒吗？塔奈西亚没有丝毫动摇，他说自己确实不杀无辜的人，但对于那些敢对自己动手的人，他绝对不会有半点仁慈。赫尔辛死死盯着他的眼睛，警告他一旦开了这一枪，一切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如果他今天死在这里，战争就会立刻爆发，到时候不仅是他的家人，连无辜的百姓都会被卷入战火。塔纳西亚当初制造武器是为了守护，而不是为了杀戮，可如果现在选择退缩，一切就真的彻底完了。他没打算真的杀人，但并不代表他会任人宰割。既然讲道理没用，那就用最直接的方式让他闭嘴。随着一声刺耳的枪响，塔奈西亚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心。与此同时，门外已经乱成了一团，守卫们正拼命想要拦住阿尔斯坎，而屋里的赫尔辛正痛苦地捂着头。刚才的冲击虽然没要他的命，但也足够让他暂时动弹不得，这是最后的机会。塔内西亚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必须趁现在逃出去，一旦等对方缓过神来，就再也没有离开的可能了。走正门无异于自投罗网，他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那扇紧闭的窗户上。然而还没等他靠近，那个阴魂不散的声音再次响起，赫尔辛竟然这么快就站了起来。他擦掉耳边的血迹，语气里透着让人胆寒的疯狂。他说门外全是他的人，难道真的打算从窗户跳下去吗？现在的局势已经彻底陷入了死胡同。塔内西亚死死握着枪，别过来。可赫尔辛根本不吃这一套，同样的威胁在他面前毫无意义。他看准了他现在只是强弩之末，麻痹药效还没完全散去，塔奈西亚的身体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阿尔斯坎是不是已经离开了？阿尔斯坎真的会来吗？就在他快要彻底绝望的时候，
房门被一股巨力猛然踹开，那道熟悉的身影破门而入。阿尔斯坎终于赶到了，他显然是一路狂奔过来的。阿尔斯坎稳稳接住了塔纳西亚，塔纳西亚现在的状态非常危险，难道是中毒了？阿尔斯坎直接发出了质问，可赫尔辛根本不打算解释，甚至觉得护卫队长管得太宽了。局面一下子僵住了，面对周围明晃晃的长剑，阿尔斯坎只留下了一句话：他必须先救活这个女人。阿尔斯坎语气冰冷，直接让赫尔辛滚开。为了一个女人公然抗命，赫尔辛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甚至威胁要让他一无所有。可阿尔斯坎根本不在乎这些，他反倒提醒这位皇帝，当初是谁亲手把他送上的王位，如果现在撕破脸，后果谁也承担不起。赫尔辛想起了老皇帝的话，他能有今天，全靠那个代号为13的人。既然那个人能把他捧上去，自然也能亲手把他拽进深渊。赫尔辛彻底撕破了脸，当众指责阿尔斯坎简直愚不可及，甚至直接扣上了一顶谋反的帽子。他发出了最后的通牒，只要敢带着这个女人踏出房门一步，就立刻以谋害皇帝的罪名处死他。就在阿尔斯坎进退两难的时候，怀里的塔内西亚却突然开口了，他还在担心外面的守卫，阿尔斯坎却让他别怕，既然对方不肯放人，那就只能用实力说话了。蓝色的火焰瞬间爆发，他直接给赫尔辛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撤走那些骑士，他今天绝不会罢手。城堡2楼燃起大火，趁着守卫们乱成一团，阿尔斯坎抱着塔纳西亚直奔约好的东大门。泽恩早已带着马匹在这里接应，可看到塔内西亚虚弱的样子，他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难道这一切竟然是皇帝下的毒手？现在根本没时间解释，必须在追兵赶到之前彻底消失在夜色里。阿尔斯坎利用队长的身份强行出城，守卫虽然觉得起火实力攻很可疑，但在他的威压下根本不敢多问。眼看大门就要开启了，谁知变故陡生，皇帝的命令竟然先一步赶到，不仅要立刻封锁城门，还要当场拿下阿尔斯坎，退路被瞬间切断，大批守卫蜂拥而至。阿尔斯坎直接爆发了全身的力量，既然讲理行不通，那就只能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他大声命令泽恩别停下，哪怕城门已经快要合上，他们也必须在彻底被困死之前强行闯过去。马蹄声在夜色中格外刺耳，就在铁门落下的那一刻，他们硬是抢出了最后的一线生机。身后的叫喊声被彻底隔绝，但这并不代表已经安全了。为了彻底甩掉追兵，阿尔斯坎决定立刻换成马车。塔奈西亚现在的状态非常糟糕，必须尽快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可就在马车靠近的时候，塔内西亚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车门上那个猫头鹰的标志竟然是暗黑工会的专属印记。阿尔斯坎怎么会和这种组织有联系？还没等他想明白，车轮已经再次转动。为了彻底甩掉身后的尾巴，他们只能在夜色中不断更换马车。塔奈西亚的情况越来越糟，阿尔斯坎不停地跟他说话，生怕他这一睡就再也醒不过来。看着怀里虚弱的人，阿尔斯坎终于问出了那个压在心底的秘密：你背上的那些伤疤是不是跟我有关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塔纳西亚下意识选择了隐瞒，可这种拙劣的谎言根本瞒不过阿尔斯坎的眼睛。那些尘封的记忆在这一刻彻底决堤，那是一段被鲜血浸透的记忆。在最危险的时刻，是塔内西亚用身体挡住了致命的攻击。阿尔斯坎的声音低沉而有力：难道你真的打算就这样瞒着我一辈子吗？阿尔斯坎轻声追问：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就连10年前留下的伤疤，你也一个字都不肯说。塔内西亚给出的答案却让所有防线瞬间崩塌，因为我早就知道，一旦让你看见真相，你就会露出这种难过的表情。他宁愿独自承受这一切，也不想让阿尔斯坎背负一丁点愧疚。阿尔斯坎紧紧抱住他说：对不起，我来晚了，不该让你一个人等这么久。塔内西亚却觉得心里沉甸甸的。为了来到这里，阿尔斯坎放弃了骑士团长的地位，甚至不惜和皇帝反目，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他。可阿尔斯坎只是加重了手上的力道，他低声反驳说：我指的根本不是这些。皇宫的黄昏看似平静，比尔走在长廊里，心里却想起了阿尔斯坎曾经的警告，看来有些事真的被他说中了。原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战，结果现身的只是一些小角色，这场任务顺利的让人不安，简直就像是故意把他引开一样。还没等他理清头绪，赫尔辛已经站在了面前，他按着剑柄冷声问道：副团长，你说我该怎么处置那个失职的卫队长？阿尔斯坎竟然亲手放火烧了皇宫，然后趁乱逃走了，而这一切竟然全都是为了救那个女人。面对皇帝的步步紧逼，比尔只能主动请缨，承诺会亲手把阿尔斯坎抓回来，让他跪在皇权面前谢罪。皇帝准许了他的请求，却下达了一个更残酷的命令：那个叫塔纳西亚的女人，就算只剩下一口气，也必须活着带回来。比尔只能低头领命，掩饰住内心的不安。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哥哥，只要能说服他回来求饶，或许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可皇帝接下来的话却彻底打碎了他的幻想。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要派人全程协助他。皇帝口中的援军终于现身了，但这群人怎么看都不像正规军，更像是从阴影里爬出来的怪物。说是协助，其实就是皇帝派来监视他的眼线。与此同时，阿尔斯坎的逃亡之路也彻底断了，通往帝国的陆路和海路全被封死。而下达这个死命令的人正是比尔。泽恩提议趁包围圈还没收紧，赶紧带人强行冲关。阿尔斯坎却直接拒绝了，因为没人比他更清楚比尔的一举一动，现在硬闯无异于自投罗网。既然大路走不通，泽恩提议干脆绕个远路，直接穿过邻国的边境。原来他早就留了后手，提前派人去那边打点好了。
阿尔斯坎显然没料到这一招，这其实是塔纳西亚进攻前布下的局，他当时就留了个心眼，万一局势失控，那里就是他们最后的退路。当时泽恩还觉得他是多此一举，可塔纳西亚心里很清楚，他们的对手可是当今皇帝，再怎么小心都不为过。谁能想到，当初这步看似多余的棋，现在竟然成了救命的稻草。看着还在昏睡的塔内西亚，阿尔斯坎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既然退路已经铺好，他立刻决定带人前往邻国，并亲自去联系出海的船只。等塔内西亚再次睁开眼，解药已经让他恢复了不少。他只记得自己中途换过马车，却不知道现在身在何处。窗外传来的浪潮声说明了一切，他们已经彻底离开了陆地，正坐着大船绕道前往邻国。只有这样才能甩掉身后的追兵。面对阿尔斯坎的全力相助，塔奈西亚心里满是愧疚，总觉得欠对方的实在太多了。阿尔斯坎却只是让他安心休息。塔内西亚连退路都帮对方想好了，打算带他回自家的府邸躲避，只要他父亲点头，那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可阿尔斯坎却突然拒绝了，他说自己不打算去邻国避难，这让塔内西亚完全没法理解。明明生路就在眼前，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放弃？阿尔斯坎心里其实很清楚，皇帝的目标始终只有他一个，只要他不露面，疯狂的搜捕就永远不会停止，甚至会连累塔内西亚也丢了性命。他决定独自回到卡鲁亚，用自己去吸引皇帝所有的火力，好给塔内西亚争取过境的时间。塔内西亚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对他来说，这种牺牲绝对不能接受，这简直就是10年前的翻版。当时也是这样，阿尔斯坎为了救他独自留了下来，现在的处境和那天没有任何区别。难道历史又要重演了吗？塔内西亚其实早就留了后手，他已经派人去联系德凯恩，那是唯一能帮他们脱困的人。他看着眼前的阿尔斯坎，这次我们必须一起走。阿尔斯坎现在只想让塔纳西亚快点好起来，他知道现在不能操之过急，但他决定的是，谁也别想让他回头。两人终于来到了港口，德凯恩早就等在那里了。看到塔纳西亚平安无事，他总算松了一口气。但德凯恩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阿尔斯坎竟然也跟在旁边。两人再次见面，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僵。德凯恩盯着这家伙问：“你到底想干什么？”阿尔斯坎护在塔纳西亚身前，德凯恩却不肯退让，两人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塔内西亚知道再不开口，这局面就没法收场了。他直接说出了那个惊人的秘密，自己在皇宫里中了麻痹毒药。德凯恩整个人都定住了，谁能想到皇帝竟然会下这种狠手？好在德凯恩早就准备好了解药，只要按时服用就能慢慢恢复。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但皇帝的背叛让他怎么也想不通。现在他们已经安全到达了邻国，德凯恩也联系了布雷洛夫侯爵，只要等援军一到，塔内西亚就能平安回家了。看着德凯恩为自己忙前忙后，塔奈西亚心里满是愧疚。德凯恩却开玩笑说，能让布雷洛夫家欠人情可不容易，以后他可是要加倍讨回来的。德凯恩随口提了一句，他们逃命坐的那艘船竟然属于大名鼎鼎的阿德尔商会，在帝国这个商会可是只手遮天的存在。德凯恩怎么也想不通，阿尔斯坎一个被通缉的人，凭什么能动用这种级别的资源？塔内西亚也陷入了沉思，他想起自家领地的仓库里似乎也见过这个商会的标志，先是暗黑工会，现在又是顶级商会，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什么这些势力都和他有牵扯？窗外的街道因为庆典变得格外热闹，可塔内西亚看着眼前的男人，只觉得他身上的迷雾越来越重。阿尔斯坎看出了他的犹豫，主动开口问他是不是有话想说。塔内西亚终于把心里的疑问摊开了，他发现这一路上的资源都不简单，不管是暗黑工会的马车，还是阿德尔商会的船，全都是帝国顶级的势力。他并不是不信任阿尔斯坎，只是这种级别的牵扯让他不得不担心接下来的变数。阿尔斯坎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他承诺这些组织绝不会伤害他，因为不管是工会还是商会，全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塔纳西亚完全没料到，阿尔斯坎竟然亲口承认了，他就是那两个庞大势力的幕后主脑，一个掌控着帝国的地下秩序，一个操纵着整个大陆的经济命脉。阿尔斯坎却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之前不说只是觉得没必要，现在既然要一起行动，他才决定把底牌亮出来。塔内西亚看着眼前的男人，终于意识到他早就不是当年的小男孩了，他现在掌控的世界大到让人感到陌生。还没等他细想，窗外突然传来一阵骚乱，一个男人正对着几个孩子破口大骂，嫌弃这些穷孩子弄脏了街道。孩子们只是想出来买点吃的，却被当众羞辱，那个男人甚至还想动手。塔内西亚正打算收回目光，却突然停住了。人群中那个孩子的脸让他觉得非常眼熟，那个男人还在不停叫嚣，威胁孩子们滚回小巷里去。结果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直接飞了出去。塔内西亚赶紧上前询问孩子们有没有受伤，阿尔斯坎就站在他身后，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孩子小声的道谢，可塔内西亚盯着他的脸，完全移不开视线。这孩子长得简直和比尔一模一样。阿尔斯坎在一旁沉默不语，似乎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这个突然出现的孩子到底和比尔是什么关系？